时候啊，我们就在我们研究真理的时候啊，从真理的角度，事来则应，然后事去则见。那应的时候啊，一定有一个最好的角度，那我们应对以后啊，我们就把它抛开，不要记在心上，这样啊，保持我们的心啊，都是清净，都没有成垢了，完全没有。那应对啊，又不造业，因为完全符合真理，所以啊，或许看那个谢谢你呀，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已经告诉我们了什么是佛，什么状态，没有稀释，那个状态，然后我们就回想我们生活之中啊，有多少的那个心力是在，然后我们呢，在生活之中，我们都会啊，这个记会记得这一些犀利式的一些微细的那个内容，这样呢，害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害自己都不知道。只要我们肯去掉这一些犀利式，我们无心，无心没有两边，无心不会变化，那个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追求的这样，就是这样。那我们看了我们生活之中这一种状态容易做，很不容易。先知道这个理由知道以后啊，然后我们实际做，那实际的做了以后啊，我们等于成垢啊都已经去除掉。那对我们都不造业，不造业就没报，所以就解脱了，业就厌尽，业呢回到我们不生不灭的根本体，这样子就不用到什么我们以后归空才成道，就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已经那个佛的领域就是跟佛一样，我们跟佛没有两样，差别只有在那个见识的内容，我们所见都是众生之见所以只要我们肯把众生全部都去掉，不要有，那不要有众生的知见我们的所为跟佛都一样，已经没有差别。可是我们回想一下，众生的知见非常强烈，就强的啦，众生知见。那要怎么样没有呢？万年放下，就没有了，没有众知见。我们心力事都不用了，这样清净。有没有看？谢谢你是不是很棒？或许在这个民国100年的时候讲说了，在台南同一宫那个时间民国100年，就是讲的都已经3年了，或许也都忘了，有邀请把它写出来，然后这个给或许看。我说我干嘛来讲，自己讲的自己都忘了都说这个这样不错有一个好的方向，里面都很白话深入浅出啦，很白话，可你要研究很深有没有？到万年放下，讲到耳根圆通，讲到司机龙现淹没雷声深水那个都算蛮深的。还有说那个形而上谓之道，那现在写又开始在写了，写那个形而上谓之，有6片的 CD 然后一想一片大概都是1个小时，那6片就有6个小时，我们6个小时讲写下来那真的是非常多了，要很用心，讲个钟我们就写个大概要1、2个才可以写完。然后我们要知道说是资料，因为我们可以慢慢看，一讲话一听过
很快过了，很快忘了，连后学讲的都忘了，然后拿给后学之后啊，后学说这个有一点已经都没有印象了。看一看内容，我说这个这样对到啊，很有帮助，因为方向啊，都把它呢厘清，要怎么修道的方向，很清晰，所以一个前贤说，看了你，结果发现我20几年修方向都错了。各位前贤，看了谢你啊，我们有没有发现我们修道路线啊不是很正确？有没有？不搞。因为大方向了解，我们求道的时候啊，可以说是最诚心的时候，所以啊，那个修道不甘心呐，成道都有余啦。只是说我们这个现实社会生活，说心真的很困难，会随着环境改变。可是我们大方向一定要自己拟定，自己啊能够掌握。我们修道呢，就是要修心，养性。心性我们掌握得住了，我们能够掌握自己的心性了，那我们修道的方向不会偏。因为现在社会是花样百出了，都是在诱惑我们。那我们假如说自己呀，没有新鲜性，很容易受影响。那我们要找他之毫厘呀，谬之千里。你开始差，到后来是差很多。本来修道了，修去啊，无去啊啦。到后来都修的也不想修，因为修了以后啊没有成就，就会这个灰心，心灰意冷了以后啊没力道了，就会不了就了之了，那就很可惜。所以我们要呢掌握自己的源头，我们要了解到我们是从无己而来，我们要归到无己，从然后从有又归无，这个是一定的道理。那我们现在凡尘都是我们业力来，可是各位你知道你是花焰来的吗？不知道，有很多了是花焰要帮助众人，然后诱导现象来。所以我们知道说业力推来当业力来的时候我们的遭遇很坎坷，可是一定要面对要解决那个我会自己领悟，不知道只要你用心，你会说我怎么造了这么多的业都一直见。那假如说我们是花运来那业不会推，没有业来推我们，是我们自己投入这个当众生的马牛就是为众生服务救度众生，自己呢乐在其中。所以要了解说当我们是花焰的时候我们做的再怎么辛苦都很情愿，都很高兴不会觉得苦了。可是假如说我们是被业推，我们不得不去接受，那你接受完了以后人都很疲然后又没完没了。我们不可能说一点点业业都非常多而且在我没有明理之下我们处理业的时候又在造业就他没有了结的时候，永远都呢这个冤冤相所以我们一知道了真理，所有的行为所有的思想都跟真理相契合。那只要跟真理契合了没有业没有业所以不管我们的来源花焰来是推来，只要你走入真理。所以我们有一句了业障本来空
未了还须还，有没有？那个了就是你完全了解真理，你已经进入生活的佛性本体，那个叫了。那了，你已经回到我们佛性本体里面，所以业障本来空，你已经无自己无己，哪有业啊？没有，已经没有业。我们了解说，只要我们的心都是清净，哪有全部都没有。可是我们有时候会找了，自己找业，没事时候胡思乱想。各位浅显，念是业，我们的念头就是业。所以要知道，现在的念头虽然很小，可是我们会把以往所造的全部拉了。现在胡思乱想是一个因，然后我们以往世之间所造的那个就是缘，因缘一汇合报就见，然后我们就把那以往所造的拉来了，我们接受了，受苦了，我们又甘愿，在接受的当下，我们又造了业，所以就没有了人生都是这样。很快一闪一转眼就够了，都重来，没办法重来所以一定要了解。我们呢，在日常生活就进入真理界，都谢谢你里面就只要你进入真理了，你不会受骗，对不对？我们没有真理很受骗各位要了解这个整个会那个潮流都在骗人我们要说不被骗难。看现在大家都朝着这个智慧型手机一发展，你投入了以后会着迷各位有用吗？智慧型手机？大部分现在。好说你不用的话，就跟不上时代了。你那个要 KK 啦，老口无法度用。现在跟得上时都要会用，而且很方便。或者就你在等车，竟然那个手机一赔了以后要等多久，天都跑出来。你跟瓦固车会来手找出来。这个真的老LK这个想不到的事啦。可是后者都5蛋，都会来讲不同啦，那个已经角度都好了，可是后者都去碰，因为后者都是说东西是给我们用，一定是客人我们是主人，不能反过来。可是各位浅显用智慧型手机你就好像不一样，已经上瘾了啦。你没来的话你跟他皮皮抓。那提来时那毒都来了稳定了。这样是指人。手变指人呢，我们变客人，我们被。对不对？这样合不合真理？不合了，那我们人就变奴隶了，奴隶，手机的奴隶啦，本来是用的呢，现在变咱的好用，所以我们一定要理清，我是主人，我要打，不能让手机当家。可是或许看以前都还是年轻人，现在就不管是年大的，是年纪轻的，是年纪小的，都用了。囡仔哪咧吵你手机摕互伊伊就点去啦。伊算都袂记哩。要叫伊食饭伊嘛袂要。你看有厉害无？真的是是不是魔王？像不像？所以或者说不碰。我们要当主人啦。虽然说过得比较笨的没关系，大家做主人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在生活之中，我们要很踏实，不很虚幻，这个凡尘事啊，变化无常，都是啊转眼就过。我们生啊也一样，转眼一生就过了。可是我们佛性在啊，不管你再怎么样的一直轮回，你的佛性永远都在啊。你不认识它，你不把它修正出来，你让它一直流浪，这样不好，它受苦，没完没了的真的苦海，这个修道真的不错，人生就是苦海。那我们为什么离开苦海呢？可以离开，可以想不想离开啊？这样的话就要努力，把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切实掌握，然后照顾它，借假修真，而且都讲身体是天地物质，这风土这个适当，然后聚合借我们都要还给天地，所以借假所有风土来修佛性的真。那我们或者很容易体会啦，虽然没有知觉，可是我们现在都有知觉，有知觉的佛性能够动，这风土不会动，不会动就是佛性。所以你看会动就是佛性。我们把最简单的把它做，你怎么会动？就是有佛性在。这个佛性我们把它修到让它都当家，这个身体当家。我们现在你看身体养得健康，要做什么？我们一定呢走歪路，这个酒是开启，你若无钱黑龙不要碰不起啦。你若有钱，可以浅黑龙会生卡啦，直溜对不对？所以你看以往一些前无钱真认真赚钱啦，现在有讲要来找迄种味的啦，好啊歹，已经变了。可是他有钱嘛，有钱第一身躯伊会作怪，都袂安稳坐袂调啦，踮厝的踮袂调，直直想要出去。要甲用的安尼啦，所以你看钱有真的也不好呢没有这个贫贱妻百事哀呀，也不好对不对？所以拄好就好啦，有通用可以赚，可以过生活就好，也不要去累积啦，累积太多了，麻烦就来了。所以我们在凡尘的方向一定要正确。我就是唯求佛，不求一物啦。我们求的太多了，每项拢买，厝买，车买，规间拢嘛拢买，规个拢买啦。买啊规买无半项呢，袂喘气遐物件拢别人的。认真甲要死拼工拢摕互人用，这样好不好？不好啦，所以我们在生活，日常生活要过得很充实，过得非常有意义过甲足有意思，好也善品啦，咱过甲真充实，家己感觉足有意思，会当帮助人，个过足快乐。这个快乐，咱就要学圆回。你看圆回生活，咱为迄个册咱就了解。肌肉性，迄就是敢若即卖话在做啦，迄大家拢无爱大的。当瓢饮啦，这个人不堪其回以不改其乐。伊的乐唔是要增看，伊是较家己快乐，为内心嘛。发出来快乐，迄才会久啦，才会确实。伊有啥物那会安尼快乐？因为他得一善，天前福音终身福施。
啊，得一意啊，得一就是咱求道的道啦，咱得到的得啊，就是眼会得到的。啊，所以伊已经得到啊，啊，伊个心嘛，拢爱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顶头啊，拢无变。已经都住啊，在不生不灭的真理上面，都不动心了。他的快乐啊，是从这里来。是啊，各位浅显，我们求道啊，从道得到的快乐有没有？为得到的快乐啊，有。所以咱会体会啦，咱伫个正经研究的中间啦。无侵入于咱的佛性内底，你无侵入没有深入我们佛啊，所以就不知道我们得到的宝贵了真的不知道我们只有说道很奥妙道很珍贵，到底它贵在哪里？不研究的话不知道，就像那个谢谢你。老师啊，做错父母，咱跟他唱两届都袂记哩啦。知道老师讲那么多真理，也会跟六道轮回，我们都经过非常多。可是我们记得几生几世啊，一世人嘛袂记哩。卖讲较早啦，咱这世人就好啦。各位想一想这个10年前、20年前的事啊，我们记得吗？咱嘛袂记哩啊，袂记哩了啦。老师甲咱鼓励，鼓励讲深信啊，可以知道，我们累劫的记，就是我们经过缘会，经过六道轮回，我们都了解说佛性带我们。可是我们谢谢你，谢谢谁啊？拢嘛想讲亲朋好友，人贵人帮助我，我都要谢谢迄个，大部分都在线下，没有说呢回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会，没有没有去想到要谢谢他，他才能够带领我们经过这么久那个缘会我们都经过了，以后也要经过了南岛仙翁已经7个缘会了，我们难道没有吗？一样啊，只是南极老仙翁已经徛伫个关山看咱这众生咧修了，我们还在苦里咧修拢迷失啦，拢唔知，一样经过，我们也过所以一定呢要发愤图强，努力修正跟老仙翁站在一起来看，看这个天地的混沌，最起码我嘛看，咱一届拢无看咱是老仙翁用看7届咱1届都无看，往后还有咱底咱是老仙翁看，往后一直累积，所有会我们都看，我们在里面，不在里面迷糊都很清醒，难道我们都了解这样我们的生活就非常的有意义了可以可以千百亿化身我们要完成就可以来要回去马上回去，不像现在这个说喜欢来就来，而不是说喜欢回去就回去，不行的，都要做到那地禀基数了所以我们有时候讲得很简单弃凭手机勿役手臂，我们有没有都没有这好呢，没有被弃凭手机，没有被勿臂那真的很好。可是我们都有嘞弃凭拢甲咱缩条条勿役拢甲咱臂咱真是拢安尼啦拢嘛唔知，研究里才会找，我们不研究的话不知道弃凭到底激素我们什么误到底蒙蔽我们什么我们没研究的话，来研究的时候有影呢拢弃凭甲我激，误意甲我蒙蔽，我们就是这样真的整个人生
哦，大半个人生这几个字啊，哦，已经包括了比贵亚来对了，我们都不知道，哦，不知被器皿所击，哦，就是啊一些我们凡尘的，哦，这个人家说哦，那算命的，哦，人家呢说哦一些的安娜，哦，你该结缘啊，你若无哦该结婚袂使，器皿。或者说，我们要了解到，我们有没有哦，在那个器皿里面啊，各位可能会听到说啊，这我会晓背啊，佮讲一解互你听。你若吼结安尼真朋友啦，难话你就可以试验，这个有一天你就看到他的时候啊，就向他讲。说你今天这个你不舒服嘛？怎么脸色啊那么难看？没事的哦。你这样讲，你看他，我们反过来，有一个人向我们讲，哎呦，你今天身体不舒服嘛？怎么气色那么难看？我们会怎么样？头摇摇，没有嘞，好一点。所以那个叫做什么？暗示，已经像暗示了，你会受到暗示的影响，你就会朝那个内容啊，去记。本来都没事，一听了以后，这是有影，今天有影身体不太舒服，整天都不舒服啦，在不在前？就是在。然后隔了一段时间，你叫他换一个方向，你今天有什么喜事啊？怎么满脸车？其实没事啦。他听到以后，或者走路啊很轻快，整天都很高兴，在不在气数里面？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这个无形的这个气我们要突破了。这个你已经从不生佛性本体认识，从佛性本体的定力，然后你听到人家称赞，听到人家是，不管怎样，没有你的事，你绝对不受影响，这叫定力，叫做我已经认识人，无咱拢去气数拔掉的。即摆若咧顺来拔卦看卖啦，即卦无啦，你即摆运较歹啦，会不会影响？你绝对会受影响。所以或许就从那个谢谢你就讲咱即摆看因果，我讲你买，你凊彩看拢足准啦，因为咱轮回太一定拢有经过啦，你凊彩讲者拢。所以那个都不实在的啦，无常变化，不要去相信，相信我们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相信这个啦，培养信基中统事端兼万善，一定要信，相信自己的佛性，信拢用于外口相信人讲的，相信人做的代志。没有用到我们佛性回来，所以要相信自己。你相信自己的佛性，你就有力，你的力道就可以发出来。可以，我可以完成。很困难的事一样就可以完成。为什么？因为你相信自己的佛性，你的佛性就可去克服所有困难。所以我们一定要研究了。研究以后我们无量无边的佛性发挥出来的那个功能作用力道非常大，不是都一直在讲吗？有，所以很多前贤就讲伊咧讲拢嘛拢安尼拢同款啦，一再反复，有没有？讲你都会背了因为是真理才会一再重复的讲，不会变化，都是真理。讲出来，你能够听得进去，能够做，你就受到利益了，真的可以改人。
人生就过得非常有意思啦。所以各位先生，只要你努力，假如说肯观念放下一念不生，那个高雄桥事先你一定知道会不会出代志呀？为什么不知道？因为你平常起心动念太多所以不知道。那我们假如说能够时刻刻都没有念头，万念都放下，一念都，你的佛性跟整个空都合，所以虚空之间，什么地方有事你会感应。当然，我们不要去炫耀说我怎样想，我怎样想，不要这样的。但那个是那个佛性的功能作用有自然都会有那个有什么事你都事先会知道之后怎么样你也不要炫耀我们要了解到那个共业形成，大家的业已经成，你要它不发生不可能的，它已发生所以我们了解说凡尘有事有现象了以后，你要去追它的因，怎么这样因一追到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原来他对生不灭佛性本体不了解，所做的事都是朝善恶业去发挥，那不是善就是恶凡尘一定都是两边。那我们佛性本体没有两边，一个绝对的所以我们研究这个绝对本体就没有错就是正确了。所以这个超时讲师不是在说吗？老在那个哪个地方柬埔寨不是先说了吗？我们研究心理心法，现在没有什么效果呈现，到时候你就会知道，整个都呈现我们研究都是有用，而且又可以救很多人从你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发挥你可以帮助很多人那我们假如说都不知道课啦都没付还想要帮助人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先自强自立自强先从自己不佛性本体着手努力把外放的心回来回光返照。这讲出来做起来很困难外面的所有形象都引诱我们见外放，外放就是当众生你能够收回来回光返你就当圣贤。可是我们外放很容易收很困难收个10天不要5分钟就被人被那个电视机8点档拐跑，无效我守10天较输的5分钟5分钟给你挂了守10天还无功夫出来。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自己的那个发心非常要所以这边写出来的文字说这个勇健威猛那有怯弱的人一不喜也来挖壳里，那个我们就是了解佛为什么这样讲他就你勇健了，自然就有人会来依附你，要来挖壳里所以佛性勇健，你看咱所有功能作用是不是拢来挖壳？会不会就是这个样子我们自己那个佛性本体就是非常勇健，就勇健然后所有的我们的功能作用就依附于佛性本体这样呢它一样就是很勇健。所以这个告言夫斗战者那个斗了虽如理任就是讲虽然讲去打那个的不应自身那个部位这个就是担当了先生。我们了解我们担当最困所以你有担当的时候有难不难我去把它完成，这叫做担当你有这个担当你力道就有就很大你若惊没到顶不会完成那个事都不完成你都能够理论都打那
你看是不是要有了？啊，你不怕不会有事啊。那么当事人生生亲想，那么应自生心做建议，所以咱为咱的佛性本体你认识了它没有那一种那个肉轻肉，要到人生都是轻肉，拢是安尼什么都无法每都不能完成，可是佛什么都可以完成，你这样你自然所有的那功能都会依附在咱的佛性本体上面，所以要做建议。那么或使有人无有难有然后乍作见相，持弓刀种种器仗以自装来自这个正宗这个呢我就在讲说或使有人无有难有，他呢没有胆量也没有气可是呢他乍作见相，就是骗人骗人他很可以的直持弓刀拿那个武器要呢跟人家呢比拼那个以自庄严来自正宗立身大夫那么汝于世人亦复不应生忧怖，就是我们遇到这一种这个状况，也不应该呢生出忧愁。那么如是被人汝等不畏者，当知世人不久散坏。他一看以后都怕他了他这样子外常勇猛你都不怕他，反而他怕你这样了解意思吗？这个告诉我们说呢，先从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着手建立一定呢为求做佛不要被那个所有一些呢这个分化了这个削弱我们的念头然后你就很笃定来完成佛性本体的这个事。然后什么样的从外表很威武的状态之下，看到你这么笃定他怕了啦，他不久就散坏他就退他战败了。那么知声闻不等不应为佛波行，我呢就跟呢这一些弟子们说你不要怕那个那个魔网波行各位前贤，我们要了解到我们这个业所完成最高6亿天最高他化自在天魔王咧大啦那个摩西所罗天就是他化自在天管辖也6天上管呢我们完成这个1600万年他才业，对不对？各位都还记得吗？我们那个6亿天就是倍数了这个4天王天最低，我们完成50年，50年它一天业1倍倍数忉利天100年完成100年天一夜，各位都还记得吗？会记得没？它1倍了再来夜摩天完成100年天一夜，再去哩咱老子是一个当菩萨伫咧观的多帅天完成了400年他一天一夜上去乐变化天800年他一天一夜，然后再上去乐变化天就1倍嘛800年再他化自在天1600年他一天一夜。阿弥所罗天就是他化自在天管辖所以魔王波行住伫遐住伫遐他化自在天就摩西所罗天他另外一个天，可是他的天是他化自在天管辖的，他化自在天咱都伫咧他化自在天上管的下骹所以我们魔子魔孙各位知道吗？我们很容易着魔啦，容不容易？
只要热衷哦，即马拢当咧想要台车，出去拢咧汽油车卖去啊啦。魔王咧使用他的魔力，那多当咧热衷什么？敢若即马智慧型手机啊，你若当咧骗，迄魔王咧管，啊你已经去食咧毒啊，吸毒啦，啊即马已经喝了毒瘾啊发作，你无摕出来骗你足艰苦的，所以已经会接受的耶稣魔王咧控制，咱有着魔无？所以看你生活内底，你当咧热衷什么，你就是着那个魔。恁会清醒袂？会啊。你会知影讲，哎呦，我哪会安尼？不可以了。你就脱离那个魔王波形的管辖，就不当魔祖魔孙。可是啊，你着魔了我们最可以体会啊，男女间你所爱，着不着魔？迄阵若无看，食袂落啊，吃困袂去，对不对？着不着魔？真的着魔。听那碰到地命。等到事情过了以后，你再回时候啊，你就会骂了。可是当时啊，你迷得有够厉害。我们年岁大了都过来人。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跟那个弟子声闻，就是我们了解啊，就是比较追求不高。你假如说菩萨的话叫我们众生呢，都叫菩萨。他的弟子啊，他就讲声闻。声闻啊，他追求到最高，也只有阿罗汉还没有到菩萨。是啊，他都称为菩萨。菩萨中的大菩萨，菩萨摩萨。那告声闻啊，说如不应为魔波旬，若魔波旬啊，化作佛身，自如者啊，汝当精勤，坚固其心，令彼降伏，此魔即当呢，愁不乐啊，这个复道而去。说这个很有意思啦。魔王波旬啊，他变一个佛的身啊，来他的弟子是讲道啦。然后啊，我就跟他的弟子说，汝当精勤啊，然后坚固就是你要把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啊，要守得好，令那个魔他已经你的办法了。这个时候啊，那个波旬啊，愁不乐，他很忧愁啦，讲我要听，那都唔听，是吗？弟子都知那是波旬，不是佛。虽然他变佛的身，可讲的道理呀，不是道理，不是真理。所以啊，那弟子都听得出来，所以听坚固啊，那个其心就是坚固我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坚固其心，然后魔我降伏了，降伏啊都造啊，所以复道而去啊，就是走了今早。那我们要培养，就是听到人家讲了，符不符合真理，他讲出来似是而非，你要马上变，这不是，这不对，我来听你我就害，所以马上能够了解啊，魔王波旬今早，所以复道而去呀，就是赶快走了啦。知道说为什么唔听，讲的无符合去，那我们要知道要培养就是讲出来他是符合真的，纵然是小孩子我也一样听，讲出来不合，纵然是佛化身来我也不听，这样一定要培养就是了解那个真理的重要，然后我们跟真理契合，讲的不合真理，虽然说化成佛的身一样也不听，
哦，这样知道吗？培养出来是不是很笃定？哦，从佛性出来很笃定。哦，真理就是真理，小孩子讲听。哦，不是真理，佛来讲我也不听。哦，这就已经呢，彻底知道真理。所以或许就在谢谢你里面写啊，到了你就不会受骗，有没有？你看了可能都没有看讲，都还不知道有那一段。知道真理你就不会受骗。他会骗，会受骗。现在诈骗集团人多啊，这个很多人都被骗，很冤枉啊，一生难得啊，到年岁大的时候，有一钱还蛮多，就被骗了，然后接下来就不好生活。善男子，如彼见人啊，不从他习，就好那个勇健的人，不是呢从别人的来习呀，所以啊，这个意思就是从我们的本呀，不生不灭佛性发挥啦，唔免为外靠去学，那个他习别人的地方学习。那么学大圣者啊，亦复如是。就是我们学呢大圣佛法也是这个样，得闻种种啊深密经典，即心呢熏乐，不生呢坚固，就是听到呢很深的一些经典，很深的这个道理，我们呢很高兴，心呐就是很这个高兴慕的那种心态，快乐，不生呢嫉妒，不会呢害怕，这些因为呢就是像那个楞严经那呢都还不敢相信他自己的佛性本体，都要这个佛给他肯定了他才相信。我们了解说，因为我们修道了久，真心佛性呢已经呢失掉了。虽然在，可是我们都不认识他，就好像胖体呀，那找回来会害怕。哎呦，这刚我刚好要厉害，我们佛性很厉害的，所以像说我们已经呢做这个万年放下念不生，然后有一天要出门，然后佛性告诉你说伞大雨伞，你讲你出到这大要大雨伞求结果你话出去的时候下大雨，倾盆大雨，人捌规身躯湿，要出门佛性就跟我讲要大雨伞，要大雨伞，那么大，有没有遇到这样？还没有那可见没有做万年放下，没有做一念不生，所以才没有跟你讲话。你做的时候会跟你讲话。你在走路要右转，没使，爱左转。你讲左转我都无代志，我右转我要来遐办代志右转去出代志啦。甲你好讲唔通右转，唔通右转，你敢若唔听，结果你出事。出底下咧想都佛性讲，我不爱听。所以各位先生，很多会有这个况了，佛性会跟你讲话的，你要听话，学到那个状态，你就知道这个没事征兆，有那个征兆，我们那个儒家也说，这个事情还没到它都有那个征兆呈现的时候你要深入研究，这个是什么状态？相信不值得相信。你久了就会知道，一定告诉我的话还听，你就会吃亏了。很多呢灾难就可以离你而去。何以故？如是修学大圣之人，以诚供养恭敬礼拜其无量的万亿佛故，虽有无量亿魔众欲来侵扰，魔要来扰乱那么疑是世中不惊畏，在那一种非常多的魔扰乱都不会怕，不会害怕。
所以啊，我们得这个能够相信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东西呢已经恭敬供养无量的义佛，才有这个机缘启发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因为我们要了解到那个所有这一些已经有成就这些佛我们也一样跟他呢相处，我们都呢一样佛所以我们呢跟这一些佛相处，都培养那一种信的信。那有了我们遇到某来扰乱讲的话，我们一听马上了解说不对这个是魔来扰乱所以你不会害怕。有没有这样看起来在看卡通影片，可是各位全要了解到，我们修到这个上神以后有很多都不可思议，很多都不是想象之中的那些事所以我们就是要时时刻刻能够回光返照。你回光返照了，就是照顾你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你已经在照顾本了我们就了解说，我们的佛性是即虚空遍法界，整个虚空我们佛性很宽广你能够把所有外附的心收回来这样的话，那个外面的干扰就减少那你自己就很充实越实定力就越强，而且又是从进出来从我们的佛性发出定力，那种定就不会被破坏。然后我们再反你用打坐学来那个定一下子很大的声响打个雷我们就失掉了，定就没了。可是佛性定不管什么样的状态，它都永远不会被破坏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你所具备的东西你什么样的爱都破坏不了。可是我们在后天所学的那个变化很大那个很难写又很破坏所以我们不落入那个无常变化的那个现象之中。那四涅盘微妙经典顿观那个比较这个顿就是没有很敏锐，没有很这个知道的很清醒的叫做顿观那么顿跟胡薄胡多了就是它没有累积那一些所以胡就很薄乐听闻，他就不喜欢听到这种上乘的微妙经典所以那个我们了解到不生不灭的那一种方法这个叫大乘这个涅盘微妙经典。而且之前是讲说生死跟涅盘它是平等，有没有？可是这个那面加一个大，那就超越那个生死涅盘有没有？还记得吗？因为我们那个张轴悟张轴有讲说生死涅盘等空法，生死跟涅盘平都是空中花啦。那因为涅盘是对生死定出来的名称，没有生死就没有涅盘有死就有涅盘所以生涅盘是平等。这样了解意思吗？了不了解？这个这个我们都有看那个张轴悟道记吗？有没有？我们不看笔记别看。光明即照
品和沙。再来呢？好啦，允许你看笔记，说的比较正确。好，因为张卓他就是遇到他这个师父啊，那个竟然或许忘了他师父名字，跟他讲说他叫张卓，卓就是很笨的意思啦。他说聪明也找不到了，哪有左？就是没有两边对待了。他听他就领悟了，然后才讲张卓悟道记，他领悟的那个情啦，讲光明极早，遍河沙，凡圣寒林共家，有没有？一念真体现，有没有？你不是咧看那全无念，把它念出来啊！因为手我们从那个记忆里面去了解它的意思啦，所以我们这个我们有一念才动我们就背云咱有念头的时，咱的佛性就无去所以意识烦恼从真变，降真如意识邪，然后这个讲啥嘞？追记最好啦，随顺世无挂碍，然后呢真实等空华，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了解他讲说光急躁遍河沙，那个本来那个急就是佛性本体，躁就是佛的功能作用，本来是那个要在前面，他因为那个修饰讲起来好听所以把光明放在前面，本来是佛性本体，然后发挥功能作用才有光明，他把光明放在前面，光明即然后遍河沙，那个里面一粒沙就是一个世界啦。然后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发挥出来的那个光明它遍照的所有的佛世界，一粒沙一个世界，所有的界全部都光明，都是我们佛性本体所发挥出来。那我们在凡尘凡跟含灵，我们那个灵就是佛性本体本来都一样的啦。凡人的灵跟圣人跟佛的灵一样，没两样所以凡圣灵共一家。然后我们一念不生，我们一念都不生的时候，前提下我们一念都不产生我们所有佛性全部都呈现然后我们六根才动，被云遮，我们的念头一动了，我们就佛性不见了就被云遮然后这个一烦恼生变我们要把烦恼去掉就是你要起念头来除烦，那增加我们的变趋真如意识邪，你要走入真如也错了啦那个也不正确随顺世眼无挂碍所以这个假如说你了解我们随顺的世眼不攀缘，有来了我应对就事来则应，事去则见随顺世眼无挂碍，都没有挂碍了我们完成最难做大概就是随顺世眼我们都会攀缘要人家好要人家坏那叫攀缘，那个不可以啦，我们是自找麻烦逆顺世眼随顺世眼就无挂碍，就没有然后生死跟它平等，都是空中的花告诉我们生死也是空中的花，涅槃也是空中的花
都假的，没有生死啦。我们有生死吗？没有啦。没有生就不用涅槃，所以涅槃跟生死平等，都是果花。这样了解意思吗？很好，对不对？本来拢有册啊看，有没有？有看较久啊，袂记哩啊啦，对不对？都是这样啦，有啦有看都忘，所以啊，有时候就记得下课要两边那个这个桌子看一看有什么资料回去。现在有那个《金刚经》，有那个谢谢你，有那个万事如意啊，是我们仙佛咒的信文啦，万事如意，就是考试啊都考得很理想所以啊，这个累积啦。我们要知道这方面啊，我们在我佛昧佛性本体这方面的知识要累积，要把它收集，多一点，这样，我们在日常生活，我们都能跟讲，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已经揉成一体，这个话我们发挥出来力道就很大，很有力道了，所以或许就讲说，涅槃，它跟生死啊是同一样。可是假如说你在你的前面再加一个大就摩诃啊，各位了解意思吗？摩诃啊，就是大到无外，然后那个小到无内，就是整虚空了，它超出我们太阳系，有地球、太阳，它整个五大行星，那安尼伊规个拢超过这范围啦，虚空所以非常多的佛世界，佛的世界足多，但是咱拢无研究，唔知，有无量无边的佛世界啦。非常宽广我们用摩诃用大来讲所以我们的水火风土啊，我们身体的那个本质，咱身躯的是水火众缘际会啊，借我们用天地完了水火风土众缘际会呈现万象。所以啊，我们了解整个这整个宇宙它的本源就是水火风土啦，这么显万象，伊的迄内底嘛是风土，咱的身嘛是水火风土，所以咱的身躯嘛是规本还有天地啦。但是咱迄个佛性免害，咱的佛性啊，超出咱的这个太阳系、虚空全部有，全部都在都有。咱无研究唔知，咱即摆来研究咱知咱的佛性未死，因为伊无形象，未生未死未变化。这个未生未死未变化，互咱用足亲切，一秒都无离开。咱拢会了解，咱知影，咱伫咧迄个地角，迄个了了不明，迄就是不灭的佛性杯。咱即马就是要甲这个找出来，要拢做伙，要互这个来做主，什么个拢请伊呢主张，卖互咱的人做主人啦。嘛伫世间生活久拢咱六根的当家，目睭嘛耳朵偏偏着，喙要食，喙咧讲，身躯咧接受。伊咧想，伊拢轮回久啊，拢有主啊。伊即马主张佫足强诶，你家己扭袂叮当，用九牛二虎诶力，都扭袂叮当。可以验看，当你看到你最向往的东西呀，你这个时候佛性命令他不要，你看能够改变他吗？你也讲，等一下，让我再看你，等一下，这个非常欣赏，这个非常棒，
所以啊，你看今嘛吼，咱社会有足侪迄个胖得很离谱的吼，就是鼻子当家了。伊即马去骗到迄个人咧钱的迄哦做啥物？炸鸡哦，迄味道时阵吼，迄若无食，现在行未开啦，就去买来食。所以我们了解啊，那个国外哦，都是用生激素伫咧食，食到规个迄个规个货柜就再来咱就互咱内底卖，你甲钱的真芳，你若过去就想要食，偏着就想要食，迄偏咧做主你若讲爱食，迄先有智慧无你即马好啦，买一块来食看卖，就即马食落去好食就搁是搁偏着食，食到倒迄生长激素伊迄伫咧即马入去你的体内伊即马促成你生长，就直直生长，直直生长，生长到我们看到那个心脏的负担都很大。你看伊个迄大颗啦，足大颗的看得都很痛苦那个就是鼻子当家了鼻子偏掉的时阵都去买来吃这样的话都自己所以你看活性当家哪会那个不写结恶缘，你看一句就甲排除掉对吧？我不跟结恶缘，我唔食无你看咱大家拢正常，无安尼向横的发展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六根当家害啦，拢甲咱害你看尤其迄个第六个也鼻舌身意黑白相啦，对无？甲咱害了上惨咱咧六道轮回都是迄个第六个害我们最惨所以我们恒心坚心就是要这样才可以安尼延续，真的请佛性当家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大涅盘以及就真正的走路无极无到极点那其实本来我们的本位那就无极那个回归到无极都有啦无到极点了从无而来，然后回到无，然后进入极无极不容易啦所以我们从哪里来？所以有时候我在问弟子的时候说我们从哪里来然后我们回去了，回到哪里所以我们了解说来无来的地方所在，去的地方所在，没有没有来也没有去所以无来无去就是当下当下的是咱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所以我们研究就一定要了解生活在当下，就是生活在佛性本体生活在无已经到极点都了到极点了，你还要追就不会，就唯求做佛啦，不求一物，就回归到我们的本来本位了，已经回归本位所以这个大涅盘经典它非常的微，就很小，小到看不见啦，妙你讲不出来，所以或者讲我们的那个妙奥妙的佛性是没办法讲，那个是无言法，用语言的方法，真的讲不出来所以有时候或者就讲怎么体会呢？你不着有，也不着空，不着亦有亦空，也不着会空，
请问啊，什么状态？就不可思议的。我们的不生不灭佛性体啊，就是讲不可思议。能用头脑来思，不能用嘴巴来论议，没办法。就是足亲切在确实看袂到，摸袂到，讲袂出来，就是那个，拢跟咱做伙，一秒也没离开啦，亲切的，我们要认识他，要跟他呢，这个相处。下佛就讲，假如说顿根保护啊，不热呢，天为听到，这悬的法伊无爱听，生无上大涅盘经，足分的啦，第这部经，你若买安尼唔正好，你有这好，一寡人拢收去，我都无判。若有众生啊，闻欢喜呀，不生毁谤，如是之人呢，久持善根，较说有听到，有种听到，真欢喜，未讲袂，那至于如是之人啊，这呢，久持善根，很久很久啊，都是累生累世啊。拢一直伫咧种植善根呐，都是在善，他就会进入，就会相信，所以我们要知道呢，能够做到研究上乘佛法，不是那么容易简单啦，要会调伊也拢无其他真困难啦，最上乘的都是很生涩，要听久才能够进入，听久才听，只要你肯用心，一听得懂，绝对知道，能够得住听得来，表示已经都累生累世啊有在修，拢累世拢有修，你才听的你才会知影。所以我们要呢鼓励自己。那么右善男子，是大涅盘微妙境所留不出，当知其地即是金刚。各位姐妹，有法度大涅盘微妙经典所流通布的地方所在。那么当知其地这一种地方即是金刚，就是金刚宝地。中之人呢，亦如金刚，伫遮的拢敢若金刚，若有能听是经者啊，即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法度听得大梵经啊，不退转于阿耨无上的正等正觉，就不会转。对这个最上乘的佛法，能够相信啊，能够去行持，当知世人呢，甚可哀悯，这样人随其现呢，悉得成就，随他的愿呢，都能够成就。若有众生呢，不能听闻如是经典，当知世人呢，甚可哀悯。假如说呢，有众生不够听闻。这一个大涅盘经，那么这个人呢，甚可哀悯，就是要可他，何以故？世人受持如是呢，大圣经典，深义故，就是这个人他累间没有这个累积善，他因缘不具足，没有办法受持呢。这一个大圣经典甚深的义理，没有办法呢，去这个接受。那么迦叶呢，复白佛言，迦叶又向佛讲，如是经典，华时正界回时辉华增长时，无如华众生时。所以这个迦叶呢，提到往后那个整个我们这个世界的状态，
所以呢，一点正法哦，那个传正法都没有哦，所以正法灭了哦，戒哦，那个受持啊哦，那个正戒已经毁了哦，这个所有众生呢哦都呢不守戒，我们了哦不守戒啊哦，这戒定慧，我们就是了解到哦，就是在灭我们的贪嗔痴啦，哦啊没有它就来了，哦啊没有定啊，哦那个嗔就来了，哦啊没有慧啊，哦那个痴啊就来，哦所以贪嗔痴啊，就整个我们哦社会都流行贪嗔痴哦，就这个吵吵闹闹啊，就不好，整个社会都不平安。所以我们了解到那个家社他所顾忌的呢，这个我们现社会啊，都有那个现象。那么非法增长，那个非法增长就是呢，你做好拢无人学乐啦，唔好人拢甲你用好你是一个应用，那这个现象，现在就是有这个现象，所以这个叫非法增长。那么无如法重视，这个如法的重视，就是按照我们的真理来生活，叫做如法；那不按照真理生活，叫做不如法。所以有时候啊，假如说你讲的话、你做的事、你的行为，都不理，人家会说啊，你那个不如法，如法就是跟真理不相合啦。所以啊，就是比较文言的那个说法啊，你那个不如法，你讲的不如法，你做的不如法，有没有听过？没有，没有。啊，那就是拢我们接触的范围啊，都是比较科学的迄款众生咧斗。啊，你若甲迄款迄读足悬的博士、硕士、学士你敢伊就较会讲安尼啦。啊，你那个不如法，你讲出来拢甲真理，啊，伊会讲不如法，所以那个比较文言啦。爱学后日啦后日啦，咱袂心理安尼讲啊，这等黑白讲无照道理你讲较好听啊，你那个不如法，安尼样会啦啊听到啦，底下你讲啊不如法，你那个不如法，那你讲要死，你甲讲啊，你那个不如法，安尼样啦唔免啊，你那个不如法，这个很文言，很好听你那个不如法，跟法就是跟真理没有契机，不合以真理啦，不如法所以这个就是讲这个无如法众生就是都已经呢离开那个真理了虽然听受呢奉持诵呢令其通力供养尽知学解说，那么唯愿如来安悯众生呢分别广说一知菩萨理受持啊，持以积德不退波罗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这个假设呢遇到这个业来我们众生呢业呢这个堕落就是业来业呢业这个自甘堕落，那么谁能听受奉持诵这个时候外面的环境这么不理想，能够听受奉持，能够读诵所以听受奉持呢那个自利读诵通力那个要利供养恭敬施学解那个要流通然后唯愿哀悯呢众生分别广多能够都把它呢讲出来，令知菩萨闻以止令呢有想这个改整个生活环境的这个菩萨听到以后能够受持，那么持了以后
又不退离啊，无上的正等正觉哦，这个是迦摄呢就是发那大心。那么尔时佛在迦摄，善哉善哉善哉，汝今善能啊，问如是意，所以要问出来也是很不容易。你能够问到这么深的义理就更不简单。所以称赞善哉善哉。那么若有众生呢发菩提心乃能遗失恶事啊，如是经典不生毁谤。就是假如说有人呢能够发菩提心难遗恶事啊，就是不理想的这个色能够受持啊这个大涅槃如经典，然后呢不产生毁谤所以我们了解说产生毁谤啊非常的不容易。我们今天多不多？多。好，那我们留这个20分钟给这个问。云讲师上个礼拜有问到说，简报纸里面以前观其事下看规划，这里的规划这里的以前跟我们耳根圆通，内部水分别耳室，外部水分层流转是一样的吗？不一样，不同啦。那个我们那个这个耳室以及那个我们那个眼室那个是实以修持方面里面的内容。可是那个里面的那个眼前当下为王，那完全呢都是以当下，那个已经有没有这个三心四相。所以我们也说那个状态是非常殊胜不能把那个圣的那个状态把它想说我们修里面的构成那你眼识跟耳识那个变成是我修道里面的一些构成，跟那个当下眼前那个当下看辉煌完全都的状态那个已经是没有三四相。所以我们要把这分的蛮详细的我们在那一种状态没有过去心，没有未来，没有代心因为没有三心就没有四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全没有所以我们了解说没有三心的三就不摄受，三是不摄受就没有到轮回。那已经在那一种状态之下，当下都已经就是佛的状态，跟佛是一样。可是我们眼识跟耳识那个修构成还是众生的时期的就差别非常大。所以我们了解说能够进入那个这个能够这个眼前灯下看为王，那是已经没有已经没有对了，已经没有那一些我们凡的这些两边的事所以那个已经非常殊胜的这个情形跟我们说把眼识耳识能够这个去掉的话，耳识眼识去掉只是归到于清净的状态，还没有到说去心会想，还没有到那个那一个度。可是那个点到的时候那个已经是非三心少四相，没有三心四相，所以没有六道轮回。可是我们在去掉呢眼识跟耳识的时候还有心识虽然说可以努力修到全部都没有三心四相，可是毕竟呢努力的一段，不像呢我们点到的时候已经呈现整个众生跟佛全部都一样一样的状态
所以已经把我们这个引到佛的领域了，点到了后把我们众生已经引导到佛的领域，只是说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办法去体会，说我们跟佛是一样，差别价，只是说那我们也不敢想象说我们会跟一样的，不敢，那一种状态就已经是众生跟佛是一样，没有分别，没有阶级，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在修的时候，一定要对那个背景深入了解，要去探讨研究，能详细的知道，不能说把它混在一起。你把一种殊胜状态拿来跟我们修眼视耳识的状态，那就差别很大。这样了解吗？好。第二个问题，什么是圣意根？它的作用是什么？浮尘根是眼耳鼻舌身意六吗？那个圣意根跟浮尘根大部分是在讲那个我们的那个日用的双图了，它不是说眼耳鼻舌身意，它是讲我们浮在凡尘的这水耳风土所呈现的，我们圣意根就是讲佛性应用的那个是属于圣意根。那浮尘根浮现在凡尘这个景象，然后我们都在，所以它的分别圣意是可以引导我们进入性本体，可是浮尘根呢，它是引导我们走入凡尘现象，是不同不同，不是在讲鼻舌身意虽然它的呈现的现象是我们的鼻舌身意，可是讲那个构造是水耳风土啦，圣意根跟浮尘是同样，这样了解意思吗？同款一出来拢是咱的眼耳鼻舌出来是同款，可是它的作用就是我们心的问题啦。你心一落入到要利益众生的话，所以圣意根你是要干成交接应对，那个叫浮尘根，这样的意思吗？有一抽象了可是就是要了解到，它现出来的是完全一样，差别我们心，你的心是要来利益众生，那眼耳鼻舌身意就用在那个怎么样来利益众生的方向，那个就叫圣意根。那你假如说你利用是要自私自利，是要你来应完成的万象，那个就叫浮尘根，浮在尘的我的六根了解吗？一样是六根，可是它有圣意根呢，尘根都是水耳风土啦。它讲构造，水耳风土的构造，这样了解吗？这样问也算有研究了。怎么我们也从来都问说圣意根跟浮尘根那问了他，我们有听了圣意就能够这个很引导我走比较正确的方向。然后浮尘浮在凡尘浮在凡尘的我们要应为要实自私自利所以圣意引导我们走正确的走入修道。那浮尘根引导我们跟凡交接应对这样了解吗？一样都水耳风土啦，是它呈现的就是我们眼耳鼻舌身意讲出来是一样可是内容不同。听有无？听懂不懂？它的过水耳风土啦，它的呈现眼耳鼻舌身意圣意就是引导我们走入
帮助众生、利益众生，那个啊不是自己。可是浮尘根啊，浮在凡尘的根，浮现在凡尘就是自私自利呀。安尼办不？啊，一样都是六根，都是眼耳鼻舌身意。安尼听到有了哈？有没有？有。好了。第三个问题，我们向大自然学习，从而领悟真理，而山河大体是从佛性产生的，这其中的巧妙，请刘讲师讲解一下。这个呢，我们在楞严的时候那个释迦牟尼佛就跟阿难讲说，汝身汝心皆是妙明真经妙之中所现之物，有没有？所以或许是以那样把它延伸因为佛就讲成的这个万事它本来就是一体啦。那我们佛老师在谢谢你呀，讲得很详细，有没有？原来我们是一体，有没有？所以或者说修正的菩萨都这样讲所有的万象万事都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呈现。所以或许这一本新写的《金刚经》把它写得更详细。所以各位假如说有心研究你拿回去想或许有把那个奥妙全部都写下来。所以你了解了，你要忘真就容易。为什么？因为你知道那来源知道所以在13页或者就讲本来是一个了，我们把它划分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十方。那十方已经划分就要遵守，所有众生共同遵守。东就是东，不能西，对不对？即使虚空一个，没有十方，这样了解吗？然后把它延伸到佛性，佛是一个，没有你有他。可是现在你看一本3万书，我们众生有70亿这么多，各有各的身体，各有各的性命，是不是已经都不一样了？可是你返望归真的时候或者就讲所有众生都万念放下一念，是不是归到佛性本体？所有的都回到佛性本体，是不是一体？就我们了解到我们自己本身你把所有的假都去掉妄都尽，妄尽真就显真一显的时候就一真，一切真，所有的都所有的真它没有威力，没有两边，就只有一个。所以你把那个要问问题的那个人你送他一本《金刚经》那个49页从那个13页你看我会底下就写如何领悟了吗？然后融会贯通了吗？那个自心起自心，非幻成幻法，就是写在9页那个就是在说这个更详细。还有师父还有前贤问：心境一如思维，半不慈善，积之岁月，而不心开，谓之有理。说半不慈善而不心开，请有讲解含义。好，这个我们就是了解这个心境一如就是我们的心跟所有的境把它合成一体心境一如不换思维就是我们想。你想了它分开了想了就已经心跟境不会融成一体所以不换我们不要当换人换了罪我们不会你不要想你把心境一如集合，但不慈善，然后要积之岁月，不是说马上可以成效，它要时间你把它累积积之岁月而不心开，你不了解的话
不可能就会了解哦，而不心开，谓之有也。哦，就是你的心啊，一定会理解这个意思，就会整个含义啊听不出来，是这个意思啦。问的人了解吗？听的人了解吗？知不知道？就是我们的心跟境啊，把它合成一体，不要分成两个了。境啊，就是我的心，所有的境就是我的心呐，我心也是所有的境，心境啊已经一如合成一体了啦。我们不要去失守，不要讲，你把它呢累积啊。心跟境累积，不要慈善，然后累积岁月，积岁月，然后绝对你的心会领悟，而不心开呢，心开就领悟了，领悟心境已经是一体，领悟啊，我们整个那心啊，我们整个心啊，跟整个宇宙已经啊变成一体了，所以这是很理想，我们都可以。所以了解到，这个啊，就是我们要被我们社会的现象用，我们把心呢都回到我们佛性来，然后我们做功夫啊，看要做万年放下，要做呢心一如，你只要肯做，绝对都有那个成效出现。心一如，那个是要我们啊整个心跟整个宇宙变成一体呀，就跟我讲说我们先呢把佛性能够呈现，以后把佛性啊延伸到整个空间都融汇，就是那个意思。只是做法心经一如比较简单，然后我们呢耳根圆通呢，你只要抓到巧妙，也不困难，都会有功效。还有，好，点下师、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先贤的好。佛学到天舍、到先贤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先贤给佛学机会学讲。我们讲到第七第七页呢，向内。到那个耳识佛赞迦摄这边，对不对？说三子汝今乃能啊问如是意，所以能够问啊，就是有那个智，所以啊佛就赞迦摄，若有众生呢发菩提，乃能于是二世啊，受持如是经典，不生毁谤。在二世的时候啊，能够受到这个涅盘经不会产生诽谤。那么受持读诵书写经卷欲劝他人令得书写，自听受复劝他人令得听受，读诵通利，有悟之，灵敏世间知众生故。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能够受持，接受我们自己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又能把这个真心佛性拿出来用，那个叫持。那读诵就是要利益众生，书写经卷也讲要流传，那么也劝他别人能够书写，自己能够听受，那么复劝他人一样能够听受。所以这个佛都一直鼓励我们要了解到说，这个能够呢听能够受能够持，都呢非常的不容易各位了解说，真理真的非常的深色，要听呢都不容易要能够识那更呢
难得，所以要呢永护坚持世间呢知众生，要解说我们这个受持上乘佛经，是帮助知众生。那么供养世经呢，益劝他人，令其供养，恭敬尊重，诵礼拜，亦复如是。具足能尽其意味，就是能够呢恭敬尊重读诵礼拜，这样呢就能够了解到深的这个经典里面的理味道，那个全部的意义全部呢都呈现。那么所谓如来常住不变，毕竟安乐。我们要知道这个如来呢，就是我们不昧佛性本体。那我们的佛性本体常住不变，不会跟着我们呢这个身体有生死。我们的佛性呢没有生死，所以它呢常住都不变，不变迁。我们身体会变佛性不变。那毕竟呢都是安乐，我们的如来，我们的佛本体毕竟都是安乐，它不会有那个状态呈现。那么广收众生呢，悉有佛性，我们就是要讲所有的众生呢，全部都有佛性。那么善知如来所有的法藏，这个如来都有的。那个法正佛法法藏，那么建立如是无上正法受持永护，最上的这个佛法我们要受护。那么若有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当知神未来之事必能建立如正法受持永护。所以假如说我们能够发现了无上的正等正觉，以及知得不生灭的佛性本体，那么当知是这种人呢在未来能够建立正法，这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一种法能够建立，它能够受持又能够永护。是故如今不一直未来世中护法之人，所以跟迦叶讲说呢，你应该不知道未来世之中那个护法人保护上乘佛法的人，可以发心者于未来世必能有护无上正法，那个有发心的。所以我们要了这个发现我们不生灭的佛性，有这个发心呢，在未来世一定可以永护最上乘佛法。三男子有二比丘我涅盘不生忧愁。这个呢就讲，就是有一些恶的比丘听到呢我入涅盘他呢不产忧愁啦，反而很快乐，哇，这个佛在世都会管得很厉害，赶快进入涅盘，就不管我了，自由了，各位先生，这话还是反话？我们要了解平常有时候有的生活规矩很严谨，然后管人要管得很严格，那一直在内心里面一直希望他赶快进入涅盘，就不会管我了，我就自由了，都有这一种心态，所以进入如来涅盘何其快哉，那个就是如来已经进入涅盘，何其快就是快乐了，何等快乐的事不是说很快要进入涅盘，何其快哉各位先生，
我们假如说看到文字啊，讲哦，那叫进会进入涅槃，哦，不是哦，是很快乐哦，哦，就欢喜的安尼哦，管我的人要进入涅槃了，哦，何等的痛快，哦，所以何其快哉！那如来在世啊，哦，遮我等力啊，来，哦，这个讲释迦牟尼佛在凡尘的时候啊，就会遮止哦我哦就是啊二比丘啊，哦那个利益啊，就是因为呢我在凡尘啊，哦就会告诫啊，哦不能这个有持续啊，东西呀，只有三一波啦。然后啊，有另外的东西呀，佛都允许他们有，身外啊不能有。那个意思呢，就是啊，你有东西就有依赖，那你什么都没有了，已经没有依赖，让你都依赖没有了，就专心修道。他能够专心修道，就会成道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制定的戒律呀，也是要专心修道，才可以成就。可是我们习惯性，就是六道轮回来的惯性啊，没有东西，没有依赖无一块通天吸啊，无可这样很危险就呢。希望有东西呀，在我们身边，让我们依赖，都变成习惯性了，所以我们凡人啊，拥有啊为快乐，跟修道呢，以空无啊为快乐，是不？那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就有挂碍了，你什么都没有了，连要那个有的原因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没给他胖体，不会了，这个都没有了，要过来要这个强盗也不管了，没有东西让人偷了，所以啊要学那个有智慧的说，我白天啊找了老天都找不到东西，现在夜这个暗搜搜里面那财物，所以啊有没有挂碍？没有挂碍所以啊，我们就是建立啊，空无啊，空的跟无回给我们佛性本体，佛性本体啊，就是空就是无，没有，全部都有了，就可以啊成就了，所以啊，边呢那个还很多啦，或许还看一大堆，各位有没有看？那个讲西力士啊，有没有很详细？我们都把它抛掉，不要了，对不对？因为用那个西力士来修道啊，修不到就是啊，西力士都是很多的意味才产生的，不像我们的性啊，它是啊空跟无啊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就不会变，所以那个就是真。有的话会变就是假，所以心力士啊都是，我们用心力士修道，不管修了多久都不会到，那时候没有了，我们就可以成就，就可以成佛了。各位有看吗？有没有信心成佛了？这个深浅出啦，讲得很白话或者就讲没有求道了也可以给他看，一定是研究心理心法，没有研究也可以看就知道修道的方向我们要怎么修才会成。这边呢我就讲说呢有一些二比丘会讲说如来还在的话他会遮止就会指导我得到一些利益我得到利益如来都会其实我们要了解到如来建立那个戒律，是要所有的修道者都成道那要成道一定要把这个凡尘的这一些看开能够放得下然后进入涅槃随护当有遮夺我者
佛一进入涅槃了以后啊，没有人执掌呢，我的一些利益，若无遮夺，我则呢还得如本利养，得到啊众生的一些呢供养。那么如来在世呢，这个严戒境界严峻，就是他一些戒呀很严格，是很高，制定戒律呀很严格的话，就是要他们都能够成道成佛。那么进入呢，悉当放舍所受的袈裟，本为法事啊，连那个袈裟都不想穿了，所以啊，那个二比丘啊，他不知道这个凡尘啊是很苦的，都一直贪凡尘的利益。那么应当毁坏啊，如来头幡，就是啊，连那个形象我们永拜朝拜佛像形象都不要了。那么如是等人毁谤惧逆呀，是大圣经，这种人呐，他毁谤拒绝，然后呢就是不顺着，而是逆这个大圣经。大圣经要我们这个成道成佛。那这一些二比丘啊，他们的方向啊不是，他们是要得到凡尘利益。善男子，汝今应当如是忆此，就是啊，跟迦叶说，应该呢，要呢这样来忆此。有众生啊，成就具足无量的功德，乃能信是呢大圣经典，信以呀，相信了以后啊，或受持。所以我们了解说，要呢相信啊大圣经典，要有无量的功德，才能够呢相信啊。所以我们能够做主啊，能够听得，表示呢我们都有这个累积呀，这个酝酿这个德，所以啊都有具备，我们能够呢听得这个最佛法，都会很喜欢。那么其余的众生啊，有乐华者喜欢上乘佛法。那么若能广为解说此经，那么其人闻已共无量阿僧底劫所做的恶业悉皆消灭，悉皆除灭了。对呀，那个没有说累积很多的根德啊，这一些众生他有乐法，很喜欢上乘佛法，若能广为周此经，这一些乐法的他呢，假如说能够广为解说此经那么这人乐法的这个闻已听到以后过去无量阿僧底劫就是非常长远的时间所做的恶业悉皆除灭。这个是我们相信上乘佛法最现成的利益只要我们相信最上乘的佛法，那所有以往过去恶业它都消灭了。各位了解吗？有很多人会问不是因果都定律吗？为什么我们听到上乘佛法往的恶业就会消灭？有没有这个产生这个问题？都有，一定这个人同此心心同处理。所以或者以前时常会说了即本来空，有没有？未了还须自在，所以那个了，各位姐就是了解到我们这样一直研这个上乘佛法，然后对不生不灭真心佛性已经都让它沉淀，人口都有了，又培养茁壮长大那我们呢就到了的态，了就是回到本体
回归到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了，了即业障本来空。因为我们回归到佛性本体，佛性本体有业吗？没有，我们佛性本体没有业障，是我们落入凡尘六道轮回才带来的。我们六道轮回太久了，我们看那个谢谢里面就解说，我们已经这个讲的是只有7000生天世啊，7个缘会，可是我们还不止嘞，各位学姐，我们的信啊，经过几个缘，已经无量无边啦，10个、100个、7000个、7万个，70万个、70万亿个，这久啊！这我们怎么都没成佛啊？不想成呢，凡尘很好玩，过去头啦，所以啊，都不知不觉在凡尘又呈现了，总有一天呐，这个说的，总有一天众生毕竟成佛啦，放心，都不放心啦，佛在给咱骗不会佛不骗人众生毕竟成佛，都会成佛，很安慰可是后面讲句经过3个阿僧祇劫，而且3个阿僧祇劫有多久？几个缘会？各位简显我们算用计算机出来的，那个计算机都烧掉了还不知道3个阿僧祇劫是多久可见我们在凡尘已经迷昧到无法度啦。等到我们迷昧到无法度就成佛了。这样紧吗？我们没有成佛的时候拢得在愿世间拖。这个拖我国语怎样讲？拖磨。从因换嘛，尤其我们年岁越大的话就会越觉得说，真的在凡，你就不得不过，一定要过生活。过生活一定要有生活的条件，对不对？一方面身体健康，一方面有钱，那钱的来源要怎么来？要对不对？要不要劳碌？就是要赚钱。然后我们要了解变化了，福报的说我不用赚，我有很多钱，买很多房地产，然后的收房子，有钱可以维持多久？会当偌久？一世人。下一世呢？还有没有办法？好了，让他先试好了啦。不管多久一定会过，然后过了还有没有？没有了，要不要所以还是当佛最好了，对不对？我们到供桌上，就不用很劳苦就种朝拜。可是要受众朝拜要有原因众生付出了众生才纪念你。那假如说一点劳力都不肯付出的话，众生才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能够回归到我们本位那个是最殊胜的状态。可是我们现在乱尘都造了很多的这些业都已经造下来的苦都呈现了我们日常生活之中。那我们还是要要过得还非常的喜欢非常高兴因为喜欢高兴就可以了业了
越了了没有不受苦了，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在凡尘啊，这个一切啊，这个不管是好，不管是坏都呢我们用平常心来过这些生活。那么若有不信呢，是经典现身呢，当为无量病苦之首恼害。所以我跟我们说，假如说不信这个上圣佛法，这个上圣经典现身，现在的身体呀，当为无量的病苦之首恼害。因为我们这个在凡尘，这个四大假合是我们身体的那本质。我们要知道一大就有110病，四大呢有404个病，所以我们在凡尘生病都是很那叫四大不调和啦。所有风土每功都好，不能多也不能少，多了少了都有病，刚刚好又很难调，所以这个都有人都有生病的经验生病的时候一定有某一项多了，某一项少了才生，所以那个不调和。那我们呢真的养生要讲调和最重要的心心呢也要调和，心一调我们四大就容易了调和。假如说我们不相信这个大圣经典，那么现在的身体就有无量苦呢之首恼害，那么为多众人之首见骂怒这个所以我们了解不相信大圣佛法，那么对真理的那个认知跟这个实现呢就很缺乏。那假如说不实现真理的话多为众人首见骂怒，因为我们做出来说出来不合理人家听到呢看见会骂侮辱那命中之后人手亲见我们到达身体这个已经不给我们用了，命中了那么人都看清看见，没有把人在凡尘应发挥的尽量都发挥的很理想。颜貌呢丑陋姿生艰难，凡夫呢共主就是颜貌不会很好看就是丑陋很难看姿身就是我们养很艰难然后肠呢不公平吃了一餐下一餐不知道在哪里，虽这个少得吃色呢避恶虽然会得到一些最起码的生活是呢比起正常的人已经呢等而下之了。那生生常处贫穷下贱所以我们了解说自己本身呢所造的因缘没有呢这个帮助众生没有帮助别人，那我们自己就不会改变生活。所以生就是每一生每一世都会常处在贫穷下贱就是没有钱受人家瞧不起，因为自己也没有这个做一些让自己瞧得起自己。那毁谤正法又更糟糕了邪见之家，若临终的时候国时慌乱，刀兵正起帝王暴内这个冤家呢夺须之手亲逼虽有善友而不遭遇虽然有一些善可是遇不到
那么知生所需啊，求不得，生活所需要的呢，那么虽少得利啊，常患饥渴，为还下之所故事，就是啊，那一比较下阶层的照顾人士，国王大臣啊，悉不耻入，这王大臣呢，就看不他，不使用他，社父啊，稳其所有说正实是理呀，终不信受，纵然这一种比较下贱的讲出来呢，是正确的道理，可是啊，终不信受，人家呢不会相信，也不受。那么如是之人呢，不自善处，就是啊，到不了呢，自地方所在，如折翼鸟，不能飞行，那个鸟的翅膀啊，这个受损了，所以飞不起来，世人异耳，这一种也是于未来世啊，不能得志啊，人天善处，都是不会到人道，不到天道，这个好的地方所在。那么若不有人能信如是呢，圣境，本所受行啊，虽复出肉，已经的功德啊，即便呢端正，假如说有人能够相信这个大圣经典，本来所受的形象啊，虽然有点出肉，就是不怎么漂亮好看，那么以这上圣啊，这个经典的功德即便端正，就会变得好看，威严色力路更多，这个越就越好看，所以这个会帮助我们，因为呢，这个上圣佛法、大圣经典它的威力、功力让呢整个凡人都能够改变，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当呢我们努力研究心理学，这个本来形象呢不是说很好看的所以研究一段时间以后都变得好看，这个真的都有很多的前贤这个经验，本来这个可能太阳晒得蛮黑了这个研究起心法就变得白了，可能坐在屋子里面都在研究晒太阳，所以都变白了，好看的人都变漂亮了，这个呢就是大圣经典的它的那个威力。那么常为人天呢之所乐见，所以只要你研究呢大圣经典这个人道天道都呢很欢看见恭敬爱情无舍离就是很喜欢跟这些人相处亲爱盖到底社会。那么国王大臣一家亲属闻其所说悉皆尽信听伊讲的拢讲的拢有道理真理所以都会相信。那么我弟之中欲行第一稀有事则，当为世间广宣如是大圣经典所以我就讲若我的弟子之中呢欲行第一稀有的事，那为世间呢广为的宣传如是大圣经典这个呢要自己成道，然后也使众生这个都属于大圣经典。当然此譬如误入是虽亦不够入痴这个雾跟露水跟浓它呢虽然要常住在尘，它呢抵不过太阳出来
日际出呀，消灭雾，太阳一出来以后啊，这个雾浓雾啊、水啊都消灭，都不让它呢再留存。善男子，是诸众生呢，所有恶亦复如是。我们众生呢，以往不管几世啊，所有的恶业、不好的行为、念头，也是这样。自世的势力呀，不过得见大涅盘日，他呢这个恶业都要来完成。很有势力，表示我们那一些恶业啊，蛮成熟，不管是想的，不管做的，都蛮根蒂固。可是啊，只要你能够研究大乘佛法，一些大乘经典，那个大涅盘，大涅盘已经现的话，这一些恶业全部都消失。是日即吃啊，太阳都已经出来了，悉能消灭一切恶业，所有的恶业啊，全部呢，都消灭。若有众生呢，发心啊，始学是大圣典、大涅盘经，思学读诵啊，亦复如是。就有众生发心。才开始这个大圣典、大涅盘经，思学读诵，也是这样。所以记住啊，菩萨位阶，则近矣呀，十对中，菩萨呢，是算地呀，是菩萨的位阶呀，名十地。第一个呢，是欢喜地，第二个呢，离垢地，第三个呢，发光地，第四个宴会地，第五个南胜地，第六个现前地，第七个远行地，第八个呢，不动地。所以我们一般呢，都到呢第八个不动地呀，才呢会变化。才不会退转。所以啊，我们众修道啊，假如说没有到达菩萨第八地，都还会退转，遇到那个逆恶缘，都呢还会退。只有第八地呀，不动地不动了，就可以固了。遇到什么逆境恶缘，都不会变化。所以那个要到不动地第八。那第九啊，这个善慧地，第十啊法云地，所以到第十法云地呀，也叫等觉，平等的觉啊，跟佛已经平等了，等觉，然后啊再进呀，这个萨在上啊，叫妙觉，所以等觉跟佛已经平等了，可是还不能成佛了，要到佛的位阶啊。妙觉那觉这个已经呢觉醒那个时候啊才叫成佛。那么或有众生啊是佛弟子，佛弟子若因贪吝啊，或因利啊听受经啊，乃至一记无以不谤，当知世人则为已尽啊，阿耨多罗三菩提。假如说是贪利或是利养，不管是弟子还是不是弟子也罢，或是因为贪利，或是因为利养，若听受是经啊，乃至一句，是涅盘经里面的一个句语，听到以后啊，不毁谤，那么当成则为已尽啊，已经接近啊。阿耨多罗三藐菩提，就是无上的正等觉，已经接近呢无上的正等正觉。那么佛呢加设若有见力啊，护持正法，如是之人呢应从之情，当舍生命呢而供养之啊。如一是大圣经说。有知法者，
若老若少，皆应供养恭敬礼拜，犹如是佛、婆罗门等如诸天奉事地势。所以佛呢跟迦叶讲说，若有建立护持正法，就是要呢把这个大乘佛法都拥护推广流通。那么如是之人呢应从其请，就是要来请他呢这个讲说大乘佛法，当舍生命呢而供养之就是这个非常难得的一定呢要供养纵然舍了生命呢也要供养如我依是大乘经说释迦牟尼佛讲说在大乘经典里面就有讲说有知法者若老若少皆应供养这个知道法，不管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很少就是年轻人应该全部都要供养，然后恭敬礼拜犹如呢这个是佛，就是把佛呢当成神来拜这个婆罗门里面有一种呢就是奉事那个佛，把那个佛当成佛来拜那么亦如诸天奉事是，所以我们讲那个33天那个忉利天这个诸天呢就是东西南北各8天，就有很多32天，然后中间就是第4那个第4天所以这个32天呢都在奉事那个第4天所以这个我就讲要恭敬礼拜。迦叶白佛言这时候迦叶听到了又问那么如佛所说供养师正应如是供养师长正应该要这样。那么今有所疑唯愿广说现在呢有疑问心里面有疑问，那唯愿呢佛能够呢广为解说。若有长辈护持境界，从之年少知受未闻就是长辈就是我们讲那个长老就是已经年岁蛮大的又是在亲族之中位阶蛮高年少呢年老听年少说法，那么允何世人当礼敬不我们呢遇到这样年纪大的比那个讲话年纪小的安尼都要该行礼免若当礼敬是则不明为持戒假如说这个状态年老了给年少的敬礼这样呢就不称为那个持守戒律。若是年少护持境界从之是就当礼不。若当礼敬是则不明这个从之呢是就后界之人知受未闻这个言行不一呼应礼仪不所以这个有一点都是比较细腻的一些行为啦上面讲说年纪大的来听年纪小的说法，那要不要礼敬要不要恭敬礼拜。那第二个这个问题说年纪比较小的他护持境界，然后从年纪大的又地位高的那么知受未闻
那么应啊，礼，呼应礼部啊，就是那个虽然地位高，位阶高，可是呢，他言行不一啦，就是说的跟做的没有合在一起。那要不要啊？恭敬礼拜，这个问的有没有够细？很微细有没有？所以这个在教我们什么是礼啦，下面有这个合礼所以啊，这个迦叶直接就问佛，因为后来就是迦叶要承续呀佛的那个教那个教法教这个众生的方法迦叶要承续啦，要接着来教导，所以他都会先问看你怎么样年纪大的听年小的说法要不要恭敬礼拜然后年纪小的来听年纪大的说法那个年纪大的已经言行不一样，就是他说的跟做的不使人家敬了那说法的时候要不要恭敬礼拜？有没有很现实？很现实这个呢也在教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行道。然出家人不应礼敬在家之人这个佛法里面他有说出家的他已经呢把整个心都投入佛法里面了他不应该听那个在家人就是还没有出家人的讲经说法，不应该听的。所以以往那个戒律佛制定戒律那个规定蛮严格的你在家人，你家都还没有办法把它看得透彻，你还很贪恋凡尘，然后你来讲经说法给出家人听，出家人要不要听？要不要？好像还没回答，我们就知道了你既然都贪恋凡尘，你就继续去贪那出家就不一样了，他已经都把家已经抛开了所以佛制定戒律就是先有事，然后才制定。然佛法之中年少幼小，应当恭敬其旧长辈，以是长辈先受记戒成就威仪，是故应当恭敬供养恭敬如佛言曰其破戒者是佛法中所不容受，有如良田都有梯拜又如佛说，有知法者若老若少故应供养如是地势如是两句其意允和将为如来虚妄说也所以这个迦叶就问这个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有合理无有头前跟后边讲的无同无如佛言曰持戒比丘亦有所患，何故如来而是说？为什么如来会这样讲世尊以遗经中说自破戒如是所说，其意未了这样讲那个义理还没有透彻了解知道一点，可是知道的不透彻。那么佛告迦叶善男子，为未来之菩萨等学大圣者说如是记，不为声闻弟子说也佛他讲说我为未来的知菩萨等学大圣者就是学大圣佛法者说如是记就是那个说出来的句语就是为菩萨等大圣者，不为声闻弟子说。
30如果上说正法昧，毁正戒时啊，增长破戒，挥华盛时，一切圣人啊，以不现时，受续奴卑不敬物时，是世人中呢，当有一人啊出现于世，所以底下呢就写那个世人，这个佛言是大涅盘微妙经典之中啊，有4种人能护持正法，能多利益啊怜悯世间，为世间的依，安乐轮人天。第一个须陀洹，第二个斯陀含，第3个阿那含，第4个阿罗汉。剔除虚华持家修道，见之比丘个个啊受续奴卑仆使不敬之物。所以在这个出家人来讲，他不能够呢有奴卑仆使，有奴卑仆使啊，这个叫不敬，那个修道啊就不算呢是在修道，算呢已经出家。那么敬与不敬啊，一切不知，是律，那个戒，非呀，亦复不是，世人为欲啊调伏，如是之比丘故，以供呢，和尚，不同其尘，自所行处及佛行处，善能别之，虽见之人犯婆罗夷。这个婆罗夷呢，这个戒律中啊之严重罪，畏啊就是气，患者呢不收于内华而去外之意，就是你患了，你就不能够成就啊，不能够成道成佛，所以蛮严重的。那么默然不己呀，何以故？我出于世啊，为欲见力啊，护持正法。是故默然而不纠治，这个佛不加以呢纠治。但然此如是之人，为护法故啊，虽有所患，不明破戒。所以啊，我们知道呢，这个佛法还很这个活泼了，他为了护法，虽然有所患呢，不叫做破戒。三男子，我涅盘以后啊，护正法，知菩萨等，以方便力啊，以彼破戒啊，假名受续啊，一切不净物啊，生同其事业。所以啊，这个佛就讲说呢，我涅盘以后啊，这个护持正法的知菩萨，那么用方便力，虽然不可以呀。可是他为了要达到某一种目的呀，所以他暂时啊去做，以破戒呀，那一些呢相处在一起，那个破戒者呢，他有受续，就是有收养，一切啊不见物啊，就是有那个奴卑呢仆使，就是啊他这个位阶高，有一挂人那个服务。那在修道来讲不可以有，那么这个菩萨为了要来治理这一个破戒人，所以他以他呢共同来共同呢生活，共同呢做事业。那么尔时菩萨若见有人呢虽多犯戒啊，能自毁尽，知恶比丘。即往其手恭敬礼拜，世事供养，那个世事啊，就是用4种事情，衣服、饮食、卧具跟香药，来供养，经是呢，这个食物啊，悉以奉上，要呢，日常用的东西啊，都呢供养，都拿来给他用。
如其自无要方便啊，从之谈悦啊，求取以之啊，干离无，然后呢就呢去那个谈悦啊，就是施主谈就是布施啦。我们有布施呢，就越过贫穷，所以叫谈悦然后求之一些施主这个布施给他，然后拿来给这个用，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有一些不要看表面，要看它实质里面的内容表面已经错了，可是实质内容它是为了要呢这个护持正法。那么为是事故应去8种不净之物呢这边就写金银奴婢牛羊仓库贩卖耕种。所以各位前人，我们看这个内容这个修道你既然穿袈裟，就不能有金银奴婢牛羊仓库贩卖耕种，都不能有严不严格？很严格不能有。你有叫犯戒，你已经犯了戒律，那个不净已经不净的东西会污染你的佛性你既然出家修道又重视金银奴婢牛羊仓库贩卖耕种就是表示你对这一些凡尘这能够这个能够生存的这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你还很重视，表示你不重视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既然你重视这一些凡尘的比较贵重的物那呢你已经就成不了道就成不了佛。所以故世人为知恶比丘故所以他也一样跟那个恶比丘一样有不净之物。那么尔时菩萨虽复恭敬礼拜世人受续8种不净之物，悉无有罪那不是他的本意啦他是为了要治那个恶比丘，为了要护持正法所以他没有罪。何以故？以是菩萨唯一宾至之恶比丘，令清净身得安稳住那个能够那个人必在修道的那个僧人可以安稳留步荒等大圣经典那个荒就是大荒等呢就是平等均等所以荒等就是大圣经典的统称荒等大圣经典。那么利益一切知天人故能够利益一切的知天利益一切的知人所以那个大荒大圣经典就可以让我们人可以成就成道成佛。若有人见护法之人以破戒者同其事业，说有罪者当知是人自受其殃是护法者实无有罪。所以这边呢就讲出来说呢，看到我们看到护法的人跟破戒者同其事业拢赶快拢在做。那么说有罪的说这个护法这人有罪那么自受的人自受其殃，自己遭受灾殃是护法没有罪所以这个佛呢就是讲出来重视那个大圣经典，重视佛法让众生可以成佛。善男子，若有比丘患禁律骄慢心故不常不悔这个有比丘已经犯了
境界不应该受续呀这个8种不净之物，然后你点长的这金银呢你看它范围啊体积比较小拿起来呢不容易让人知道，这个就已经呢犯境界了，所以我们了解咱啊得个长的卖互知，无感觉讲我唔对啊，我们的观念啊，我们假如说持续啊一些啊有价值的东西啊，我们会觉得错吗？不会可是啊，真的你进入了你袈裟一穿了，就要接受那个比丘的戒律呀。他说比丘各位都还记得那个戒吗？那个4句戒啊，生以异业不作恶，莫恼世间之有情，记不记得？记不记得？忘了这个以前啊，我们都时常讲啊说你这个当比丘啊，就有250个戒，那250个戒里面它都是蛮详细规范，就是啊不能犯戒，那最重要就是记得3衣1钵啦，可以有，剩下的都不能有，安尼就知啊啦，所以啊我们要了解说那个佛制定戒律啊，就是要所有你穿袈裟以后成道成佛，就这样啦。你要成道成佛，就是要空之所有，你所有的完成的东西呀都空了，都没有了，所以你才会对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呀看重。你既然看重佛性本体呀，本体就有立场，就有力道了。像我们呢各位谢谢，我们有没有看重佛性本体？我们说看重佛性本体呀，把你的根都看清，做得到吗？做不做得到？6根讲的话不要听，佛性讲的话要听，做得到吗？唔敢应啦即摆若应的时阵讲要做歹做咧，因为我们6根生活之中都在用，用的已经很习惯，那个叫既得利益啦，已经它都有利益了。那你现在要把它这个截断，它敲灯，那真的很会很困难。尤其当我们真的把那个6根全部都截断，或者讲一定反扑，你到一段时间不用久，大概1-2个礼拜你整个人都裂光啦。为什么？因为6根不听话，你请佛性当家，6根不给佛性当家了，所以我们就要用比较和缓的办法，先跟他妥协，这个佛性出来当家，可是不要全部了，一半，一半容不容易？还不容易啊，还不敢承诺，买嘞，这6根太久了，深根蒂固现在要改变，有一点困难，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只要你肯让佛性当家，佛性所做的没有业啦，佛性不会喜欢讨厌，我们的6根会喜欢讨厌，会喜欢讨厌，不管你怎么做都是两边，
不是善业就是恶业，都是业，一定有报。那假如说佛性当家没有，事来则应，该如何应啊？都是以己来应，没有两边，所以没有善恶业，没有，不会有果报，所以就解脱了。可是啊，我们都灵验了，灵验有果报，所以或者都讲啊，我们南部好一点，你到北部去看，现在那个横的发展的很多了，他就是听他的鼻子跟他嘴巴，他的鼻子闻到鸡排，他的嘴巴就想吃，结果就横着发展，是不是六根当家？我们一般都是眼睛啦，那个是鼻子跟嘴巴，你叫他不要吃可以吗？其实他不要吃就可以瘦下来了，不过一路爱吃嘞，你叫他卖吃一路爱吃，结果真的我们看的都很难过，心脏只有一个，负担那么大的身体命一定不长啊。然后他想吃的时候管他命长不长，爱吃就紧要来吃，好有福气，福来福气。所以啊，我们说我们请佛性当家，佛性告诉你不要吃，一定这样的啦。你的鼻子跟嘴巴要吃，身体听像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深根蒂固说改毛病气脾气不容易，我们都知道不容易。可是啊，我们要先了解理知道了以后我们有一个努力的方向。看这个努力的方向，我们容不容易达到？不容易达到的话，我们要拟定目标，要几年抗战。我们开始第一堂课不是说长期抗战吗？有没有？各位有没有准备长期抗战？要跟我们的习惯性长期抗战。他已经深根蒂固了我们要改变都很困难可是可以的，只要你都已经对真理都透彻，那个叫了即业障本来空，他已经有业障了，那个就是完全都进入我们佛性本体，所以没有业了，可是我们都未了，为什么？都点啊咧犹豫啦，反正好啦唔通啦拢还搁伫咧犹豫啦，所以就这个样子啦害得我们一方面要了业一方面又造业，就这样过生活，真紧很快一生就过了咱拢唔通去说讲还搁少年，拢无少年都有年岁了所以这个我们想一想一生很快就完了。我们假如说再不决定的话都名成的无法度我们有时候爬不起来了，糟糕了啦。我都足济拢还未起爬袂起来有法度无？咱爬起来就关于改对无？听爬起来无法度改管伊要六道轮回就过来六道轮回好不好？真的不好，都是受苦了我们修正了以后可以再来化验可以再来那个来不是业把我们推来，
是我们化验来，所以不一样了。我们要知道说我已经不一样了。所以这个完成了，这个都很快因果呢都很快。善男子，如是之人为护法故，所有所患不明破戒。他为了呢拥护呢那个上乘佛法。善男子，我涅盘后护持正法之菩萨等，我们有讲过了吗？好像讲过了又下面。那个护场，那个比丘呢，犯禁戒语骄慢心故护堂不回，当知世人明真破戒，就是有犯了这个戒律，可是呢就盖起来藏住不让人知道。我就讲这个叫做真的破戒。菩萨呢为护法故虽有所患，不明破戒。要保护佛法最上乘佛法，虽然有所患不叫做破戒。何以故以无骄慢。所以我们了解说内心的那个骄慢那个骄傲以及呢内心的那一种不让人知的坏事那个就很重要。那么发露悔故就是我们把那个有犯到戒律的把它说出来，然后我们又忏悔这样呢就能够呢灭掉那一些那个过。那么若无清净持戒之人生则神减，纵缓懈怠日有增长。若有清净持戒之人，即能记止不失本戒。那么菩萨以此大圣心不懈慢，是名奉戒，维护正法以大圣随而治呢造育。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知道这个持戒了以后要去了解戒的内容，然后都很清净的来持戒，就是不加以破坏所以说呢，知道自己有奉持戒律，然后又故意去破它，那这样呢就可救药就已经呢摒除在佛法之外。那么迦叶白佛言佛生之中有4种人，如阿摩罗果阿摩罗果这个是印度的水果我们中国没有这一种生熟难知就是它呢到底是熟了没有，还是还生熟了可以吃，生了不能吃，所以生跟熟很难去知道。那么破戒跟持戒云何可视所以破戒跟持戒怎么样可以来认识，可知道呢它是持戒呢还是破戒？那么佛呢就回答说，善男子，因大涅盘微妙经典则易可知，就是因为大涅盘涅盘经这个微妙这个大涅盘经则易很容易就可以知道。那云何因是大涅盘经可得之也佛就讲
是怎么样啊？是大涅槃经可得知。那么譬如田夫呢种植啊稻谷啊这个饮食幼败，这个幼败很像我们那个成熟的那个稻谷一样。那么以肉眼观啊名为净田。那么自其诚实啊叶谷啊各异。这个用肉眼观啊那个田都很干净的那个稻谷啊跟那个幼败一样看起来都一样，没有不同。可是啊它成实了以后那个呢叶谷啊各异那个幼败呢跟那个五谷啊就不一样如是八事啊能污染身，就是我们刚讲那个八种会污染那个僧人。肉能除却以肉眼观则知清净。假如说能够辞掉这八种我们凡尘最喜欢的有价值的，它都没有沾惹那我们肉眼观呢就知道这个清净。肉持戒肉破戒。作恶时以肉眼观难可分别。若恶脏物则亦可知。如彼幼败亦可分别。那么身中有到底有没有？故拢骗为了人，骗不了人。若能远离八种不净毒蛇之法。所以我们这个不会把它讲得这么难听金银佛讲这毒蛇。但那问人讲你爱金银毒蛇他呢囡仔来讲师父我要毒蛇所以我们了解到我们不以那一种，因为小孩子还不知道毒蛇是生在下面款知道它咬人会死掉的话，就会很害怕因为没有看到它咬人，只有名称的话，不知道那个是很恐怖的是名清净这个圣众无田。那么应为人天之首供养清净果报非肉眼所能分别所以我们了解有一些我们肉眼看不出来。复次善男子譬如城市有卖药人有妙甘药吃以血山，亦有多卖其余的杂药味甘相似时有之人咸皆易买而不识别。知卖药所问言：如有血山药布，其卖药人即答言有。世人诈欺诈，以杂药与买者言此是灵山甘好妙药，血山甘好妙药。使买药者以肉眼故不能善别，没有办法分别即买辞归，买来了拿回去了。做思念，我今已得血山甘药所以伊买的人老遐一钱讲这药就是足好的内心里面已经认定。那么假设若声闻僧中有假名声，有真实声，有和声持戒若破戒，于是众中等应供养恭敬礼拜。优婆塞
以肉缘故啊，不能分别。譬如彼人呢，不能分别邪三干药，谁是持戒啊？谁是破戒？谁是真身啊？谁是假身？有天缘者啊，乃能分别。假设若优婆塞知是比丘是破戒人，不应己施啊，礼拜供养，若是人的受续八法，亦不应呢，己施所需，就是知道他已经有受续八法，那个佛说不净之法。那么若以生中啊，有破戒者，不应以披袈裟因缘恭敬礼拜，所以啊，不是看他外表。那么迦叶复白佛言：如来所说真实不虚，我当禀受。如佛所说，是知比丘呢，当依是法。何等为是啊？第一，依法不依人；第二，依语啊不依语，依义啊不依语；第三，依智啊不依事；第四呢，依了义经啊不依不了义经。这个以前呢，我们有说过了，各位都还有印象吗？我们都蛮强调的，说依法不依人。人会有看不到，人会有盲点，可是法呢，它在你心中，要依法不依人，然后依义啊不依语，按照这个义理，不依语言，然后依智啊不依事，智啊就是不变化，事是生灭的。那第四个呢，依了义经啊，不依不了义经，了义经呢，就是究竟；不了义呢，就是啊，方便法门。那么如是事法，应当呢证知啊，就是啊，可以证知是真的是假的。佛言：善男子，依法者啊，即是如来大般涅盘，要依呢，如来的大般涅盘，一切佛法即是法性，是法性者即是如来，是个如来常住啊不变，都把它呢连贯，依法呢就是如来大般涅盘，一切佛法即是法性。所以佛法法性，在称那个万象也都称法性，那么是法性者啊，即是如来，法性呢都从佛性里面出来，所以如来就是呢如来常含藏万事万物，是故如来常住不变，都永远在。若复有言，如来无常，世人不知啊，不见法性。假如说有人说，如来无常，就是会变化，那么这个人啊，不知道，他没有看到法性。若不知见啊，是法性者，不应依止。他呢不知道，不见到法性，不应该呢依止，袂使去挖可以。如上所说，世人出世复持法者，应当正知啊，而为依止，就是要依附于他，何以故？世人善解如来微密啊，深奥常，这个如来微密的深奥常，能知如来常住啊不变，我们的不生不灭的佛性啊。常住不变，若言如来无常变异，无有自处，假如说如来会呢无常，变异，那呢没有一个地方是对的。那么如是世人呢，即名如来，就讲上面那个四果，
那么依法者即是法性，不依人者啊，即是声闻；法性者啊，即是如来；声闻者呢，即是有为，有所作为；如来者啊，即是常住；有为者啊，即是无常。这个呢又说得呢更详细。善男子，若人破戒为利养故啊，说言如来无常变异，如是之人呢，所不应依呀，是名义。这个一定的义理。那么依义呀，不逾夷则，义者啊，名曰绝了；绝了义者啊，名不累累。累呢就是受漏。不累累者啊，名曰满足；满足义者，名曰如来常住不变。义者即是法常，法常义呀，即是生常。是名呢欲呀，不依语也。依欲呀，不依语。那么何等语言所不应依？什么语言不应该依？所谓诸论呢？依是文辞。那个诸论的依是，这个其言，杂乱不正的言辞叫做其言。那么其是文辞。所以我们了解佛在讲这个诸论其事文辞就是我们凡尘在用的文学啦。所以佛对我们凡尘的文学很赞同。那个他说迷惑我们众生，我们众生对这一些这一些对众生的帮助不大，破坏很大。所以我们不应该深入我们凡尘的文学。就连那个儒家思想他也说弟子入则孝吃则悌，然后喜而言，患爱众，然后等到行有余力再写文。他的文都是行有余力的事啦，拢假啦，唔免，都不用那些。那么如佛所说无量的资金，贪求无厌，奸巧遗产，那个低声下气奉承人家，诈陷亲户现象求利，经理白衣为其职意。这个比丘不凡如斗士这个经理白衣就是我们凡人。那个织衣黑衣就是出家人啦。出家人穿的拢黑的对吧？我们凡尘的众生穿的拢白的。好像我们你看各位浅显，我们回顾一下，我们整个都穿白的。那么又复唱言佛听，这个听就是允许呀。比丘系之奴卑不净之物，金银珍宝、谷米仓库牛羊象马，贩卖求利，以积谨事临民子故，故听比丘持持陈述，所自作时不受而当。如是等语所不应依。所以各位先生，我们假如说看到佛的这一些说法，连那个自己要吃不能自己做了，我们自己要吃自己做犯规犯戒了，够不够严格？你想要吃那个钵拿到外面去乞食你才可以吃。这个好你想是我不爱做啦，比丘不爱做所以我们真的要感谢这个时机啦。
上天大海普渡，所以啊，我们了解说，让我们都能够得到最上圣的佛法，这个啊，你在这个穿了袈裟以后啊，要30年，大概20年都还听不到，30年可以研究到这个大乘佛法。我们投入30年来修道可以听的时候啊，没力，已经都没力了。所以啊，我们呢要趁呢，够真有力的时阵啊，赶快赶快改我们的那个生活习惯，那一些呢不符合真理的一些呢习惯改掉。依止啊，不依事者，所言智者啊，即是如来。所以各位就可以看这个智啊，因为智它不生不灭所以啊，佛就讲所言智者啊，即是如来。若有声闻啊，不能善知如来功德，如是之事啊，不应依止。所以那个事。我们凡尘用的事啊，就是不应依止。若知如来即是法身，如是真智啊，所应依止。所以我们要知道，如来即是法身啊。我们每个人啊都有法身，知道自己的法身吗？知不知道？哇，无法一个回答嘞。各位浅显，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就是法身。安尼知无？我们都有那种法身以法为身没有形象，常在，永远都在，不会变化。那个呢叫做法身。所以啊，如来即是法身。那么真如是真智啊，所应依止。若见如来方便之身言是因界之路因呢5因界18界之路6根6尘所摄食所长养亦不应依。所以我们了解说如来方便之身也不应该依啦。你看这个就很严格是故知事不可依止。若不有人做是说者及其经师亦不应依。不应该呢去依止他，依赖他。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者，不了义者谓是声闻圣。佛如来生密常生密常处悉生于外，不知是常出大智海，犹如婴儿无所别知是则名为不了义也。那个时也不了义。那么了义者名为菩萨，真实的智慧允其自心无碍大智犹如大人无所不知，是名了义。又声闻圣名不了义，无上大圣乃名了义。大圣经典就是究竟，究竟就是了义。若言如来入于涅盘，如心尽火灭名不了义。若言如来入法性者是名了义。声闻圣华则不应依。何以故？如来为欲度众生故，以方便力说声闻圣犹如长者教子办事那个这个生下孩子要教他学的话只有教他最简单的容易写的教。善男子声闻圣的
犹如吃羹，未得果实，开始耕种啊，还没种，还没得到果实，如是名为不了义也。是故啊，不应依止。大圣之法，则应依止。那么复次，依义者啊，义名直指，直指者名业光明，光明者名不累累，不累累者啊，名曰如来。又光明者名曰智慧，直指者名曰名为常住，就永远在。如来常者名为依华，华则名常，亦名无边，不可思议啊，不可咫尺，不可细无，而亦呢可见。若有说言不可见者，如是之人所不应依。是故依华，不依于人。若复有人以微妙语先说无常，如是之言所不应依。是故依义啊，不依于语。依智者，众生是常，无为不变，不续八种不净之物。是故依智啊，不依于事。依了义者，了义者名为知足。功夫乍现微以清白，骄慢之高，贪求利养，亦以如来随以方便呢，所说法中呢，不生执着，是名了义。若有能治啊，如是等中，当知是人，则为以德名，当为以德治啊，第一义。是故名为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不了义者，如经中说，一切的燃烧，一切无常，一切皆苦，一切皆空，一切无我，是名呢不了义。何以故？以不能了之，以不能了，如是义故啊，令诸众生堕了阿鼻狱。所以则何？以及早，故啊，一义不了，在义理呀，不了解。一切烧者，谓啊如来说，涅盘亦烧。一切无常者，涅盘亦无常。苦空无我，亦如是。是故名为不了义经，不应依止。善男子，若有人言，如来怜悯一切众生，善知识矣。实是啊，积极，以时难得，唯一建立啊，不止正华。我听弟子啊，受续金银、田宅、谷米、贸易首悉，虽听受续如是等物啊，要当静思，笃信谈阅啊，如是手应依止。法者即是法性，义者即是如来，常住不变。智者，知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了义者呢，了达一切大圣经典。这个呢，这个四一品呐，就抄写到这边了，大概的内容呢，非常的多了，或许是把比较重要的部分抄录下来。然后我们还剩下10几分钟呢，这个回答这个各位的提问。那这个写字品我们下一排来说。请问讲师，好，请说。三宝团结时，常引动人有个灵山法，向灵山法下修。一般解说灵山法都以椅子来比喻，而《金刚经》15分所提到的塔里面的表示，在处处若有子机，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当知是此处，悉为是塔，皆应
个人人有个灵山塔它是做个比喻啦，这跟那个两人手一图啊，那个是一样的意思的，只是比喻啊，我们有个很重要的地方所在，那呢我们用那个灵山塔来比喻呀，灵山是我们佛性本体的那个状况，我们每一个都有所以就讲我们有个灵山塔，其实我们要知道不能落入住相，一住相了以后都不对了啦，所以我们讲那个灵山塔是开列的细数啊我们有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在，那个佛性本体就在我们的那个等于是面孔啊之中，只是这样比喻的，所以因为大部分讲这个呢是从眼睛是灵魂之窗啊，从那里来。既然灵魂有窗呢，灵魂就有门，那个灵山塔是讲我们的灵魂所在地方。那灵魂呢，各位就是要了解到，在我们人生来讲，最宝贵啊，就是我们的那个玄关窍，最宝贵的地方。可是啊，那个只是一个比喻，比喻说我们人的身啊，哪一个啊是最宝贵？就在我们这个人生最高点的最低点，最低点的最高点，这个有时候看到文字啊，就觉得说，这个很会去描绘啦，描绘出那个状态，所以那个好像灵山塔下修啊，那个就是在讲。我们要依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来修道，它的重点是要启发我们去这个修持有一个依赖我们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这样，所以那个一个句语讲出来的重点就是要我们去了解佛性本体。然后《金刚经》的那个地方的那个塔，那个就是一个宝塔，一个生出佛的一个宝塔。因为我们只要是都能够呢，从我们的那个玄关窍加以修持，我们可以呢成道，我们可以成佛。那个只要你能够修持的话就可以成就了。它的重点所在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最宝贵的地方了。那个也一样是以塔来说啦。就是我们呢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所在就是我们的玄关窍。这个呢，在处处只要你有佛性的这地方所在这个一切天人所应供养，一切天人都要供养，一样它也是在讲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要了解到，因为那个语言言说一讲出来，我们佛性本体就很难用语言明确的说了，所以借着那个外在的环境那个形象来说引进引入我们进入那个追求佛性本体是这样，所以要了解那个所说的一些外围的景象。是要引进我们进入以这样说的话是最接近
已经最接近我们的佛性本体了，已经足上足近啦。佫再讲都无啊，已经无法度讲。所以我们了解那个无言之法，已经没有语言。我们佛性你要怎么说都不会刚刚好。那个没有语言啦，真的领悟了以后，你说出来跟你领悟的也不一样。所以那个叫无言之法，没有语言的方法。既然我们以言来显说，用语言明确来说，然后一言而入，因为这一些语言使我们进入到真的不生不灭的状态，那个已经是了。非即是也，不是这一些语言，所以要借着语言来明了了。你住在语言就已经失掉到了。所以那个我们有个灵山塔跟那个塔这个人人所应该供养，天人都应该供养，那个都是在讲我们佛性本体啦。还有吗？还有问题。好，请说。在于诗中，无息是以圆圈代表先天原始本体，无形无名，这里无极是这样的吗？可是无息是又一画开边，取一字来代表无极，所以无极并不代表本体吗？一般把圆圈代表无极，一点代表太极。或许不明白本体和无极。这个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这个无言之法，没有语言的方法，用形象来表示的话，就以一个言签来代表了。所以古时候这个古人他能够发现说，以一个言签无极来代表天地的开始，那已经是非常有智慧了。用一个言签来代表无极点，无极言签就无极。然后后来呢人就在这个言签里面就把它点了一点，就叫太极啦。各位要了解到不管它是一个言签，或者是那一点，它全部意思都是一样的。可是我们把它解说的时候就已经无极开头，然后一点以后是无极的变化了。然后伏羲氏再又把它呢成一个一就是一代表太极。可是各位同学，我们要了解到，不管它是言签不管它是一，不管它是一点，都是一样的因为各位同学，我们把那个整个画，我们把这个言签把它切断，把它拉直，它变什么？就是一啦。所以那个一跟言签，它代表都是道无极，因为一个言签起的话，讲无就比较容易去意会，没有，已经都没有到极点无极所以那个一我们就说知得一就万事毕，因为一代表道我们所有的数假如说没有一就没有2、3、4、6千万百万，一开始没有一的话就没有以后所以没有一天地将万事都没有所以我们从一个言签一个一，然后呢我们再凡尘我们就接受这个名是这么一指点，我们把那个一把它浓缩，把它缩成一点。各位同学，一点跟一跟那个言签它是一样的，先了解嘛，拢讲的啦言签我们代表一个原始状态，
然后一我们代表道的内容，然后一点我们代表在凡尘的最精华的部分，可是它都是一样的，就是一个道的原始状态，道的原始状态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啊，我们知道说古时候的他呢用这个图画要流传到我们后代，让我们后代又能够看得懂，只有最简单的一个圆圈，一个一个点，让我们这个经过了几千年，我们还看得懂，知道代表的意思，这个是代表的意思啦，那我们了解说，那个里面的内容啊，它包含还蛮多了。只要研究的话，你会研究啊，它一本3万书，然后万书呢，它又归一本，所以啊，现在在我们完成来讲，我们有60几亿、70几亿啊，我们人口，世界人口，你在这个民国30几年、40几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才30几亿啊，现在已经增加1倍，有这么多了，我们已经落入凡尘当人的时候啊，你是你，我是我啊，都分别的很详细啦，而且又很多种这一种都不一样的语言，不一样的皮肤颜色，不一样的形态，都已经呢分化了。可是啊，我们要了解到，这个从无极来的一本啊，我们灵都是同体的，所以现在的形象千差万别，这么多不同的形象。可是啊，你在所有不同的形象，你做同样的动作，观念都放，一念都不生，就回归到我们那个佛性本体都一样的。当你观念都放下，一念都不生，那个佛性本体没有两样，都是一样。所以这个最不可思议就是这里。我们有以60亿人口来说了，为什么就只有一个佛性本体，只有一个，都一样？就是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呢原来的那个一个地方来的原始地方就是大家都一样，灵都是同体，只是落入凡尘以后各有作为，那作为都不同，我们的现象就不同，然后又呢越来每况又异象，就越呢没有像我们原始状态下来的那个样子。可是只要我们肯这个归万书归本都回去回去又是一样的，是一个同样的东西。所以或许看那个《易经》正式孔老夫子讲在最后第24册最后一册孔老夫子讲说五教圣人，五教的教主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各位你看，这个从来凡尘都没有流传这个观念那或许看到以后，孔老夫子也讲了，他也说，只是最后那个第24册最后，那个讲出来又没有很长，就只有几行而已啦。这几行就已经把那整个精华都呢讲说出来。所以我们了解说你能够修到究竟你就能够回到这个原来的地方所在。
你回到原来地方所在，你所讲的你把它归类，竟然都一样。只是因为那个修正的时候跟它的地点，那个时间跟地点同，所以讲的那个不一样的语言。可是你把它全部归纳，都是一样，没有我，没有法，没有非法，全部呢，我们不生不灭，佛系本体。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再怎么研究一定要透彻知道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各位德文师、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学员，大家好。佛学占道天师德老前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学员给佛学机会学讲。这个人生呢，真的不可逆料。在这边讲课回去都非常这个舒服愉悦很快乐的。结果晚上一睡觉，早上就起不来，就已经不省人事了。还好礼拜天有课，假如说礼拜天没课那或许有个人住。等到这个礼拜四再上课的话，已经晚了。因为礼拜天有课没有去那个班员都一直追了。那个讲师怎么没来？一追才追到后学家里，原来已经都不知道人了，没有意识了。所以就赶快送到长庚医院，然后送去的时候马上照超音波，说我那个五脏六腑就已经挤成堆了，然后发炎，那都不知道人40度发烧。已经40度，然后降不下来，那个医生很急说那个整个细菌都扩散，要马上开刀。我已经不省人事，竟然会说不要，不要，再观察个2天看看。结果这个观察个2天那个医生去巡访，我就马上爬起来。医生说怎么这么神奇？人要死讲去随便也要来，那就很奇怪了。所以因为他的这个很奇怪就要或许都已经住院了，然后1个礼拜回诊。回诊的时候他要求照大肠镜。各位知道吗？那个照大肠镜要吃泻药，吃2瓶那个泻药，把里面泻光光的然后才照才能够详细。水泻没力，整个都没力，所以假如说是会知道照大肠镜的话，不敢这么快就来上课了。因为已经都说好了要来上了，才决定要走的。因为那个医生，主治医生很怀疑很怀疑说，我那么严重的症状是怎么样那个五脏六腑分开已经都变成挤成一坨了。他的形容说已经挤成一坨，五脏六腑都嘎做会了，所以就很奇怪，怎么只有打抗生素而已竟然说好了啦，可以吃药了。所以那个主治医师一直很疑，所以好照大肠镜，一照了足神奇我看荧幕，奇怪他说我打麻醉针，我说好。麻醉已经麻醉才开始做那个大肠镜，结果他在照我都知道了，等到他已经做好了，我才麻醉。我说你们也太离谱了。
你做吼，踮内底腹部踮仔咧哦，迄石吼，地胶，哦，有够痛。那个医生啊，就把那个肚子压着就比较好一点。结果做好的时候，麻就发生作用了。他还跟我讲，麻醉了以后你就睡觉，睡觉起来就好了，就已经照好了。结果我都知道，我还看荧幕，那个照出来荧幕我都看得到。而且这个准备要来了，其实真的没有力了。他会觉得说因为我们已经讲快5年了，他都没有讲那个心得报告，各位都没有发挥了。所以说真的，假如说撑不下去的话，那请各位讲心得分享因为开始研究性理心法那个前贤就讲，无是咧讲梦噶，那拢讲一寡阮听袂。听了5年以后觉得不是嘞，这个就是最上乘佛法很难听到的。所以那个讲得真准讲这我靠无地听，你佫唔来听，迄个讲的已经71岁啊咧，真正71岁。唔知我都个讲偌久啦，那意思就是这样，要把握要努力把握。然后我们就回到了这个《涅槃经》，我们讲到第几页了？那个邪正品第9嘛，对不对？邪正品，那个耳石这个迦叶白佛言，如上所说的4种人，应当依止也，就是那个树狗，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跟阿罗汉4种人。那佛就说如是，这4种人可以依止，那讲原因何以故？有4魔，这个4魔呢，我们了解说有3个是我们自己心内的魔，有一个是外魔只有一个是外魔。所以4魔就是我们烦恼魔，然后那个死魔，还有一个呢，就是都是我们心里面自己起来的，外魔只有一个啦，天魔那个外魔只有一个，我们呢就是自己产生烦恼，然后自己的一些那个业障所产生的一些烦恼都形成了这个魔。那迦叶呢，白佛言：如佛所说有4种魔，若魔所说即佛所说，我当因何而得分别？说佛在讲的跟魔在讲的有什么不一样？我听了以后怎么样可以知道是佛在讲，或者是魔在讲？那佛呢就跟迦叶讲，说我般涅盘后，魔王波旬见当坏乱我正法。所以我们了解说现在那个佛所讲的正法，那个魔王波旬都破坏，他呢都进入就是那个修道团体就已经穿袈裟，也当比丘、当比丘尼、当优婆塞都可以，就跟修道人都一样，然后破坏佛法。所以我们要了解，真的呢我们要有智慧来分辨正确的那个佛法，以及呢那个不正的那个佛法
所以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就讲，作比丘相、比丘尼相，优婆塞、优婆夷相，亦复化作须陀洹身，乃至化作阿罗汉身，及佛身。魔王以有肉之形，无肉身，就是有肉。我们了解这个肉就是烦恼，有烦恼的身然后做没有烦恼的身，我们就了解到各位先生有没有烦恼？我们都烦恼很多了，从哪里来？我们自己生的啦。所以我们修道就要去掉我们的烦恼，我们烦恼都自己生的，自己生烦恼，然后自己烦恼，所以我们都太聪明，那假如说我们能够有智慧，不产生烦恼，那我们烦恼就没了，就已经是无肉身。所以有肉身跟无肉身差别很大，这个有肉身，我们从生一直到归空都是烦恼，没有说不烦恼的时候了。只要我们智慧有般若妙智慧，我们烦恼就不会产生，就没有没有烦恼。所以魔王呢，坏我正法，把那个最上乘佛法破坏。那么说佛依因父母爱欲和这个生育是身，所以或者用小寡妇把这个说出来说，此段的最细注意，所以这个魔王就讲说那个佛就是因为父母然后做爱，然后呢才把那个佛的身体生下来。那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看到的现象是这样，可是那个佛已经修正已经很早就修正，那他来完成是示现，就是他示现。有菩萨问释迦牟尼佛，那你怎么不化身来？那佛就回答说，我化身，众生不肯听我讲的话，因为已经都不跟众生同类了，已经都不相同种类，所以他一定呢也要投入这个胎胞里面，跟一般呢这样生下来。虽然呢它是示现，所以我们要知道示现跟我们业力它最不同的地方呢，示现可以自己主宰。那业力推的话，我们是没有那个主宰的力道，业力推来就来了，不生不行一定生下来。那假如说我们是自己要示现，那自己可以生就生。这个冷气呢开得太强，等一下或许这个喉咙又没声音了。可以关小一点吧。这个气昧正没有的时候，冷气又很强，那一定等一下拗住。现在还可以讲可是按照这个冷气这么讲没多久就讲不出声音了。那个然后跑到喉咙就讲不出声音。所以释迦牟尼佛就讲说，若有经律那个经律论就三藏，若有经律就是说，当知悉是魔之所说，说是父母亲做爱
生下来的，那个啊就是魔所说的，佛呢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那个来源不同。三男子若有经律作如是言，如来正觉久已成佛，就健康了，就是正确的说法。说如来正觉呢，久已经成佛。那么今方世现成佛道者，为意度脱之众生故。现在呢，这个示现成佛道，就是要度脱呢，我们众生，让我们众生学习。所以我们了解说就是因为我们众生刚强难度我们众生非常难度，就讲拢无爱听啦，有咧讲嘛无爱听。那么世有父母依因爱欲合而生，那个是随顺的世间做事示现，随顺的世间这样的示现。那么如是经律当知真是如来所说。因为妙法莲华经呢，佛说此段的时候5000个比丘集体退席，所以那个5000个比丘不相信这个道理讲无迄个代志，一定是父母做伙生啦，不是讲咱有法度来示现。所以或者就讲说，等到我们证悟本性了以后，我们可以千百亿化身，我们可以化成一棵大树，我们可以化成一阵风、清风，有没有？那个都是我们可以化身的而且不一定说画的这个很好看，有时候画成老伯伯也会画成那个下阶层的工人那个就是让我们瞧不起，让我们的心看看有没有智慧。你有智慧的话，你辨别说都是平等，不管是人与人不管是人与物，都是平等没有高低的像或者写那个金刚经各位就可以详细看那个真的把全部的真理都写出来。可能我在想，我都一直在泄露天机他已经之前警告我一次了，破北50天各位还记得吗？50天这一次真的是不可思议人好好背起来刷下去2、3天出院连医生都很怀疑都不可思议这真的有一点我会想说那样呢破北不知人不省人事不知人然后好了2天医生说你可以出院了2天破病不知人超音波一个照的讲规巴肚5脏六拢夹做伙很严重，要马上开刀。我还说不要不然那个刀一开了以后就流很多血那更虚了要更调养了很久结果说2天了我出院了，那个医生说那个都所有检查都正常，出院就出院然后一直怀疑那一头5脏6腑都集中，怎么分开的？好，照大肠镜这一下子又折腾了。那2天阴道不省人事40度，不能吃东西叫连水都不能喝干嘛用棉花棒沾水这个嘴唇抹一抹，连嘴唇都给我抹破了那个饿又不能吃各位就要知道那个煎熬然后照他大肠镜又要吃泻药
还吃2瓶，这个前一天的下午吃1瓶，隔天的早晨清晨还要吃1瓶，把你吓到好你康啊嘞啦，都拢袂使有物件。我说真的又是折腾，真的是折腾然后照好了，那个医生只是医生一看，真的呢都没问题啦。好了，不用来，就这样所以都很不可思议的，连我生病都不可思议，怎么晕倒不知道，怎么好的不知道。或者在想，当然我都一直泄露天机没错了，可是你们听不懂啊，听懂吗？对啊，听不懂啊，所以各位就可以了解到，你现在看的听你要外面看看有没有人家这样讲，真的没有没有人这个讲得这么详细。我们郭老师都说，我才18000保证18000，你都那个超越所有言会，那已经就连那个南极老仙翁那个7个言会我都超越，往后还有真的都是不可思议，都讲的真的是努力听的话，我们可以就受益非常多。真的可以修到究竟，而且又鼓励我们从内心相信自己可以成佛，可以成道，不是希望的，而是真正的可以只要你有信心相信自己的佛性就可以可以成道，可以成佛，你看多好这个我们大概没有人这样说了，还说只要你按照或者讲的去做，没有成佛，或者在陪你们修，都这个样子。所以这个老师先考验一下，某一个讲才来讲假，讲艰苦拢个无要紧安尼讲，真的没有骗人的，都是真的。所以或者就讲，当你体会常乐我净。你就不会害怕生死，那个生死都是无常变化，那个都是很短暂的，都是虚不实在的。真正实在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个才是实在。所以我们看到《妙法莲华经》那个5000个比丘集体退席，舍利弗就问释迦牟尼佛说：他们往后再来出生会不会相信上乘佛法？竟然释迦牟尼佛跟舍利弗讲不会，定型了，他们已经定型，所以他们怎么样的修持都到这个阶段，已经定型，所以各位就要了解到那个已经定很可怜呢假如说我们做坏定型善恶道，那一直都在善恶道。也很美。那你假如说都是独善其身，定型在阿罗汉，那就都是阿罗汉，那也变化不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法无定法，然后我们修可以修到究竟的到究竟以后，我们就湛然常寂然后感而遂通，就是可以自己去白化身。你要到哪一个世界佛世界，各位要了解佛世界是非常多，不像我们只有认识的极乐世界那个琉璃世界少少的4、5个，不是那样非常多到我们没办法去算去数胜美完的啦，非常多非常多的佛世界，而且佛世界又千百万，有的是智菩萨，有的是阿罗汉，有的都是一些那个不行善的都有那一些那个佛世界，所以非常多了所以可能我这个里面也有讲
你要到哪个世界你要怎么做就可以到。我们的凡尘很少传播了，很少讲。所以我们真正的因为少讲，变成我们的心胸见识不广，然后就变得很狭隘。那假如说我们见识广一点，我们心胸会开阔，就不会计较。我们假如说回顾自己的往常的生活一定会说我那只老甲人计较，迄个拢变，迄个拢假当你认识了真理以后，你会知道计较都没用嫌我们的心胸狭隘而已那个都没用按开广的话，你自己高兴，跟相处人也高兴他很喜欢跟你交往这样人做人就成功了人成功就可以成佛你人都做不成功怎么成佛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要利益众生尽量能够利益众生我们自己也得到利益都是这个样子。所以那个5000个比丘他们已经把自己定位了所以就不会变化很可怜都一直只有这样他以为就是已经修得很高那舍利佛请佛讲他们是什么样这个名称我说增上慢，增加向善的骄傲，增上慢那个名称叫增上慢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这个修持上乘佛法都是增上缘因缘，增加向上的因缘，那个才是正确的增上慢就糟糕了越来越糟修到天庭最高只能够容你的身不能够容物这样好不？刚才你一个去就好了这样好不？这样就好对不？希望大家好大家都能够回到理天。所以或者就讲可见般若的重要般若呢就是智慧要有妙智慧。那若有随身魔所说的就是魔的见取那因为我们就处在这个欲界，那欲界有6亿天，那最高的他化自在天呢就是魔王平所住的，那我们呢都在他的管辖之下，所以很容易着魔了各位就是在生活之中体会，只要我们热衷一件事已经超越常情，那个都叫着魔。各位有着魔过吗？一定会心里面想我拢魔。其实我们很容易着魔，一定都有热衷什么事情的时候，那你热衷已经超越常情，你就着魔了什么时候清醒当你踢到铁板又清醒了。所以随顺魔所说呢就魔的见属。那若能随顺佛所说呢即是菩萨就是已经呢是菩萨。那么若有说言如来生时于10方面各行7步不可信者是魔所说就是如来生下来在这个10方面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10方他都可以走7步那个就是真正的佛所示现。所以若有说言如来出世呢于10方面各行7步此是如来方便示现
是名如来所说的经律，经律论，经律，论呢是弟子所说的。那么若有经律说言，菩萨为太子时啊，以欲心故啊，四方应期，处在深宫，五欲自语，欢悦，受乐，如是经律啊，托寻所说。说经律里面讲，说呢，这释迦牟尼佛为太的时候就是那个欲心，那个淫欲的心四方，就是去找那个漂亮的女孩子当太太，处在深宫，那个五欲就是我们身体所产生的啦，那个五欲身体我们身体产生的欲，叫做五欲，各位知道吗？知不知道？知不知道？我们身体所产生的眼、耳、鼻、舌、身，眼、耳、鼻、舌、身五个，这五个所产生的欲望，五个所产生的那个爱欲那个就是五欲所以凡人这个五欲的造罪是最大最多都是从五欲从我们的身体所产生的所以我们要认清身体是天地的物质，这个风土众缘际会皆有用的是假的不真。这样的话你不会从你的身体产生欲望，身体不产生欲望就正确，不会造了业，不造业就不受苦了所以我们了解假如说是讲释迦牟尼佛是这样那个就是魔妄。那么若有说言，菩萨久已舍离欲心这个就是正确这故的已经了解真理都已经舍离已经离开欲心就是那个淫欲的心然后驱喜之时就是还原做爱的事都没有，乃至不受呢33天上妙五欲就是连那个6天那个欲望他都不接受如去这个剔透好像我们那个身体产生的一些误会剔透，那么何况人语那个都不会产生剔除西法出家修道。那么如是经语是佛所说就是你真正的出家的真正实际的修那对这一些完成男女之间的爱都看得很透彻所以不会深入其中看得很详细那个呢都是让我们受苦的原因你重视男女之间做爱就是要受苦。那么若有随顺魔经历者是魔的见取。那么若有随顺佛经历者即是菩萨。那么佛告迦叶，若有比丘为利养故为职故作之渔场然后兼为欺诈，允何当令之世间人定死之我是真其事以是因缘令我大得利养名誉。那么如是比丘呢，多以此故名为不见不应呢亲近供养恭敬所以这个明确佛呢跟迦叶讲不能呢贪利养
就是要人家呢供养，要人家布施，那个呢都不正确了，目标已经错了，已经不正确错了。那么如是的比丘啊，名为无根，名为恶根，名不定根，欲贪女时啊，即生即为女；欲贪男时啊，生即为男。如是比丘啊，名为恶根，不名为男，不名为女，不名出家，不名在家。如是比丘啊，不应亲近。讲得有够厉害，有没有？那个根就是我们的生殖器呀，所以你看，佛都把它否定了，不是男根，不是女根，是不定根，那已经非常的瞧不起。那么以佛法中，沙门法者，应生悲心，富裕众生，远离饮酒，乃至嗅香，不得妄语，乃至梦中不念妄语，不生异心，乃至梦中亦复如是，是沙门法。那个沙门呢，就是勤习，翻成中文呢，叫做勤习。勤修呢，戒定慧习昧贪嗔痴，勤习。那么迦叶白佛言：若有比丘梦行淫欲是犯戒不？你看这个问得很详细啦，就是这个生活之中不会有淫欲。那假如说做梦这个有淫欲的时候是不是犯戒？那佛就回答说不也。可是应以淫欲生臭秽想，乃至不生念净想，远离你的烦恼爱想。若梦行淫勿应生悔。就是梦中呢有跟你们做爱，醒过来以后就是要忏悔，就是不要有那个，因为心中有那个念梦中才会呈现，是没有犯戒，可是已经呢你心有念头。那么比丘起时受供养时应如鸡饲，食子肉小。这个比丘在起时收到人家供养，拿呢吃的东西来给他，要好像那个收成不好的那个凡尘，好像吃那个子肉小，那个吃自己孩子的肉，肉生引力应即舍离。假如说有那个引力的念头产生要赶快开，不要有那个念头，那个念头在就已经呢犯淫戒，所以那个理心非常重要。那么如是的法门当知是佛所说的经律。各位有没有想要这个心得分享？有想要讲的话已经呢或者快要讲不出声音了，有没有？我应该要超出讲述先。我是采取自由啦，自由发挥，想把自己的心得这个分享给这个我们同修的，我们一起研究的，就可以讲，有没有
起来，不要，那个。感谢了同一功德，两儿子都清醒哈，能够开心计划上后续。后学是非常的危险，我会出来打击，希望说做一些能够真的不容易，我们修办到，我先要问一下，我们有没有修到3年以上的，请举手。修办到3年以上的，没有吗？修办到3年呢？啊，都有了吧？3年以上的，1年的有没有？1年的，我看应该都是5年以上10年的啦。后学是快要靠近快10几年了。那后学我觉得说，真的很感恩呐5月份后学哈，就像刘讲师讲的哈，我是气喘啊，其实我气喘哈不是天生的，我是咳了8个月我不理他。那后学是卖药的，不好意思，后学是那个 sales， 就是那个业务。那后学卖药不吃药，但是因为我后学有一个很不好的观念是认为说，啊我是济公老师的助理呢，我刚了个假药啊，我袂破的吧哈。我真的是每天哦，半夜的11点、12点或者1点就开始咳到5点、3点，不是说咳几下，我是坐着一直咳，然后流鼻涕，一直咳，都是这样，然后整包卫生纸可能用到半包，可是隔天上班 OK 的啊。如果我隔天是这样软趴趴的，我可能就请假，可是没有啊。我想说，因为我们是收到的哈，我在想，我这样想，结果隔了8年后挂了。真的挂了，就气喘了。连我才还到说，人在呼吸，说真的很简单。当你走3步都没办法呼吸，要靠那个氧气罩的时候，你就知道那是痛苦的。那我5月份的时候也是有一次，也是很正常的上下班。那我知道礼拜一我那天刚好是有去淋大雨，因为我5月份那时候很容易下雨嘛。那我们做业务的话，就出去淋到雨，然后进来的话是冷气嘛。好像就是开车的就会冷气，那我也傻傻不知道说，人家跟我讲，啊你不开暖气啊，我满栽啊，我还以为都是开冷气，要说进来都很冷，然后就感冒了。我知道，因为我们喘的人哈不能感冒，就是老鼻、跟喉咙痛的话就开始要注意。那我就是半夜2点的时候，发现我自己呼吸不起来，我说糟糕，怎么这样子，整个人都冒汗，然后我赶快用爬的去叫我女儿，因为我先生他已经脑中10几年了。我叫他的话，真的，我儿子说你为什么不叫爸爸？我说我叫他，我讲不出话来，我叫他我还要跟他讲什么的，我可能就挂了。我赶快用爬到去敲我女房间，我就比如说，我女儿就知道了，然后赶快打电话，然后去的时候医生说要插管，气切就是直接插管，我一直摇头。那时候你根本没办法，可是我还是摇头。他说放弃急救，你才几岁，49岁了。要放弃急救，我说对。然后第2次就隔天又一次又传过来，他又说要插管，我说不要。然后我先生他就来，他说你真的不插管不急救吗？我说对，因为我说真的，他10几年哦，他在生病之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所以说他在生病之前，老师就在我梦中跟我讲说他要带他走。那时候我是哭的跟老师讲说，我1半的寿命给他。那时候他就是变成1半，脑中风嘛，变成1半。那时候他开脑的时候，那时候还真的还像正常人。那时候那个婚姻堂的前姐真的是很照顾后学，都是轮班来照顾，因为那还要让我上班，因为那时候3个小孩子还很小，那幼稚园那2个国中国小的，所以说很感谢前姐，所以我们收到真的非常好。有时候我先生我要嫁给他的时候，我先跟他讲说，伊5个兄弟啊，唔免烦恼啊。结果住5个月，我也无一个兄弟讲要给伊轮1天啊，没有，完全没有，说是只有道亲。我真的感谢道亲，真的是看到只有道亲。然后再来的话，因为我救他以后，他也很，因为他也49岁，对，他43岁中风的时候，其实你看到一个年轻，一个43岁查甫人，他有可能变，就是中风嘛，所以他很不方便，而且在赚钱，
要正职赚钱的时候，他没办法赚钱。那时候可是或许那时候是有怨气的，真的是有怨气，很不好意思。帮他洗澡或帮他处理事情的时候，我是必须做，可是我没有心甘情愿的做，因为我还要眼睛张开了就是要赚钱，那孩子还那么小，所以我不懂得要去体贴他，我真的不懂，是存着一种恨，为什么那么早让整个经济都在我身上，我真的是恨，可是我也必须要做，可是我们还有这些佛堂，就是那时候我欢喜心来佛堂，就是说我能够沾了一点佛根，然后告诉我智慧，我不可以恨，可是当有一天我发现在洗澡的时候。因为我没有注意它的温度，我都直接给它跟个睡。当它太烫了或者太冷，它就有这种动作，你知道吗？哈，我才发现我没有注意到温度。然后我恨它，因为它是 O 型的，拍摄有 O 型啊，卖误的哈。因为我是 V 型的，就是输讲输袂记一个迄种的，还够线型的迄种的哈。可是有些人是你跟他讲，他是永远记住的，而且是记足掉的。可是当我那一天我发现我照镜子的时候，整个脸都变了，像魔鬼，我才发现我是闽南的，你很多修德人啊哈，然后我就知道我真的要放下，脚步要放慢。我帮他洗澡的时候是柔柔轻轻去抚摸他，当他真的人，如果你真的去真心的去抚摸他，他会感受得到。当他感受到，可是他不是一下子就对我好哦，因为他觉得说他会做这种病的话是好像是我的错的样子啊哈，那没有关系，那我就会说很感恩。那讲回来，他说我想要放弃急救，因为我先生他那时候跟我讲，你买把骨了，因为一只手真的很多无法变，所以他就说你那时候不要救，所以我跟我先生讲，第一我关掉因为我还有3个孩子，然后我不要再拖，因为一个老公不是这样子，我那个变成植物或者怎么样的话，我还要拖着他来说放急救。其实我很感恩我能够得到这种病，我这2种病是气喘跟心脏病嘛，所以都化取的去了，对吧？那没讲再见了哈，所以我很感恩哦，我这种病。那我觉得说我们能够找到心理心法，这个不生不灭的佛心是好在哪里呢？我第一次开的时候是因为我的心脏是会等你跳8倍，等你袂跳迄种的哈。然后我是从那个大动进去插管，那进去的话就发现说，因为迄阵有咧听刘讲师的课，讲叫我爱去找迄个不生不灭，去做也是会惊你听到无？一直找无，然后我们中心等于是我们镇静就很慈悲，因为他知道我的家庭。我现在也不能陪我去病房，所以拉着我的手说我要进去开刀房，他就跟我讲说，那个自己保重，我会在外面等你的。我说好，即使如果说发生什么事情啊，其实那时候真的不怕。那我进去的时候，真的就像你这样讲的，我如果去找那个不生不灭佛心，即使他给我们打了吼，人讲知影伊咧什么温度，什么我怎么都知道啊！我说我这样恐怖了，很吓人呢。拉出来是 OK， 然后这一次的5月份的话，我就发现说我们要慢慢去找。如果我们没有真的就是临时因为在体会哈，然后打针有时候会抽到那个老虾哦，那个我很痛，可是你还要去找，真的不痛。然后我8月份上个月又住院，因为这次住院是我自己进去的，因为我发现我喉咙。跟那个有一点不舒服，我赶快进去，然后这么样细啊，我可以有插管啊，所以我自己主动进出医院。我说我很不舒服，我又喘过气来了。他说好，那你进来，因为他已经知道我是气喘，然后你进来。然后他在跟我打针的时候，我只要抽，我每天连他那打针的时候都不会痛，所以我会觉得说我们慢慢找啦。真的会很困的，可是慢慢，那也是后学吼，真正是迄念头有够济啊！因吼拢想要趁钱啊，因为家境是不是很 OK， 想要赚钱，所以我发现说，迄拢假想啊。然后发现说，你不想的时候，你不去动念头，让佛性出来，那真的非常华充满。或许曾经有时候找到的时候，迄规暝拢无困。可是隔天早上上班就刮，然后真的非常好，不是我们一般人讲假咖啡冻饮一种，不是，完全不是，真的法喜充满。那再来的话，我想说，因为我先生
他是拒绝我去佛堂，可是他就是因为其实他会老是因为他一直没办法睡觉，较早真卡拢爱挂网打嘛因为他爸爸妈妈就很辛苦上班呢，所以拢放午囡仔家己在困。有一次因为他们那个在睡觉的时候，就是看到一条蛇，他吓到。可是因为我觉得人生好像发生什么事情比较不会跟父母亲讲我一扛啊听了，从那时候不知道10几岁他就开始听到，就没有去收经，所以他晚上就睡不着，他是要利用喝酒才能够入睡的。老中风中风然后他也是高血压啦那我就说那只是一个因就是说他没办法睡就是喝酒，所以他变成没办法入睡。开完刀还是一样我就是说有一个因缘机会上，因为他之前他是不听心理心法的，后学已经听了，然后最近他应该7、8个月有了，他有在听。他听了以后我告诉我还没困回就困了，然后我就是说，如果我们去存钱道亲有些不爱困那我们就跟他听看，他听真的会很深色，不是像咧音乐才好听不过你甲讲慢慢来去感受，慢慢的去感受。真的我是见证说我老公真的这个刘兄他听了没多久他就很容易入睡，然后今天我告诉我已经我们现在在睡。不好意思，我们是在房间里听的了。我本来是因为我想说这是心理心法不能在房间听，所以我都一直在客厅，我睡他的，我听我的，他睡他的。可是他就觉得说我为什么抛弃他到客厅去听要看电视我又不能看电视，那我就一听我就想说不行了，我要度我老公，我要度刘兄嘞。然后我就说好，如果进去房间睡的话，你要让我心理心法。他说好，那我们2个就一直听到都这样睡着了然后睡着的时候11点12点的时候起来没事，就放听我不知道在房间能不能听心理心法的时候，我自己自作主张，我是因为要成全他，因为他中风，你不可能让他客厅听也不可能，所以我就在房间听了那个心理心法。所以我们婚堂有一个浅显，现在是他有点小中风那候选人拿一些心理心法给他听，他就发现说，以前那个真的中风的人会筋能弯掉，他会痛。他说他就比较不会痛。那最近后学也是放给一些就是不是我们这一组的女中，我姐姐是新一组的，然后他们去听了谢谢你，然后一些心理心法，他们就觉得法喜充满。我就说我们好要怎么样？要分享都要分享给一些人。其实有没有修办到都没有关系。那因为后学我记得有些前应该认识我，曾经在成功这里的时候有讲说我要去出国参观那我前年也是出国，我本来是用离职的要这边住半年，结果3个月都跑回来。第一个是热第二个是因为爸爸是83岁，他一直因为他比较依赖后学，然后就我会打电话回去，他就会讲说你帮我一个人离家了，然后他怎么样？我想说对因为我爸爸很简单，就生3个女儿，然后有的人就刚好有的爸爸是跟这个女儿比较接近，有的是跟这个女儿就好像有点恶缘那跟我弄这个品康出来，就是不是很开心的。那我想说好要回去，可是我发现其实最重要的目的我会回来的话，是因为人心的问题。后学在泰国就遇到人心跟佛心是不一样的。后学去的时候是存了很多的那个道心佛心去的，可是发现去到跟其他的地盘，那是泰国的地盘，那泰国人呢，他们分了你我分得很清楚。可是我觉得不是这不是都是这个是谁的？不是我的，也不是你的是什么？我们要拯救各位前，这是那个道亲让人家来求道，就只有这个念头就好了不是吗？还有分谁的我的吗？那可是毕竟去到同一个地方所以后瘦了5、6公斤就回来。所以说我就觉得说，真的为什么要来上心理心？要找到那个佛心，人真的是有对待的，而且那个习性有够歹改的啦，真正很难。是因为我刚才有告诉一些讲师讲说，因为刘讲师你好，我看了这赶快，我刚才就想要哭，我说暴病又来。我们还不来吗？对不对？那我就觉得说，真的，
你还记得我们今年那个老师有那个盘子讲师班嘛？那时候我一直在想说，之前老师一直来就说你们要上心理心法怎么样，可是最近好像都没讲。我一直说今年就动念头，为什么老师都要退了，为什么还没有讲？所以老师不是讲一句什么？看姻缘啊，对吧？你们要就上啊，不上就看怎么样啊。就是要看的，可是还好，我们同工的前贤真的很支持哦，他还是有很多人来哦，就表示说还可以再继续听心理心法。你修得10班20班，干嘛参加这个课呢？还不把握，真的空来一趟，真的是空来一趟啊！所以后续就学习心生回想到这里了。那我是希望说，有些前贤可以讲出你没事，让刘讲师度过今天的那个各先生得去就是好安尼嘛，对吧我今仔日我在讲好，我马上来讲不好意思，先生，我今天真的不舒服，你能不能帮我轮带一下？一定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那我希望说我在这里我讲完以后换谁啊？麻烦一下，然后你讲完以后再换谁？我觉得这样让刘讲师能够。他已经坐车坐几个小时来到这里了，难道我们没办法帮他吗？不可能吧，对不对？讲一讲。那我希望说，下一个有没有谁要讲？好像有人举手吗？谢谢你，谢谢您，谢谢。这个拿在前面，拿在前面。感谢田仁师的刘讲师，谢谢。因为我是从开课的时候一直来到现在，后学是普化，屏东普化佛堂。当时来的时候，有讲师讲那个《六祖坛经》，他后学都听不懂。只有听到每次都说不生不灭的真心活性，还有万缘放下，整本的六祖坛经整本都写这2句不生不灭真心活性。谢谢。所以我就是说整个都听不懂就整本都写不生不灭真心活性万缘放下，只有听这2句而已。真人或者也是跟同修为讲师来留的心得就是我做了1年都听不懂只有这样子感受到我要的是什么，我懂的是什么。可是那时候什么都不懂，只是说弄久了不知道说真正的要需要的是什么我以后要做什么。那时候慢慢的体悟到，真的很感谢老师设这个信心法班，感谢刘讲师，感谢乐道真心，让我慢慢的从刘讲师的那个心理心法、六祖坛经，还有道德经、金刚经，慢慢的体会到，我们需要的就是日常生活中要行出来那个道是要从日常生活中行出来那种谦卑的心对众生。而且我感受到说，上天老母给我们的是活性，每次都听到什么是平等，是活性平等，是上天老母给我们这个活性是平等，所以慢慢体悟到说，不管在社会，就是我在上班同事之间有什么有讲话有稍微不刺激，那时候我们还没有修到那个德性，还没有修到那里，就会有一点生气啦。可是今天也想说，我生气干什么？刘讲师讲的都是要忘言放下。我就想说，对听到什么不舒服，我就把放下，不要想了，一念不生。慢慢的，慢慢的体会到说，我们的
那个我们的戒禁会就是我们的那个孽德啦，孽德要行出来，而且我们有想说，老母给我们佛性都没有贪嗔痴，我们为什么要有那么多呢？对呀，那个应该把它放掉，是放掉也没有那么快呀。我就想说，对吼，有讲师讲的，每次讲的时候，佛性，我们肚子要吃饭，佛性饿了，是不是要听真理？那个时候我就感受到说，对啊，听真理慢慢的我就会想说，对，我要看那个新闻啊。我说利用时间赶快晚上好，一定要看新闻，让真理让我们能了解先我来慈悲，每次都是在我们要日常生活中要行出来，道是在我们本身要把它行出来。对，以后我都老师都慈悲说，看就是要对的要微笑微笑我们看到的微笑，对哈。对呢，微笑就是尊重啊，这是大家都是老母的小孩，都是佛性啊，佛性平等，我们一定要尊重他，不管他我喜欢不喜欢，可是不行呢，不能有那个念头呢，一念不生呢，不能有那个念头，不要说不喜欢他就不讲，可是不行，我就说，对哈，我是尊重他的佛性，管他讲什么话，还是次第，我都会觉得说，对，一定要对他。让我们的感受到道是在我们本身，把心出来，就是老师每次都是跟我们讲这样子，日常生活中的一念不生，忘了放下，或许没有，就是听了，现在才懂得说，对，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修，好好修。把自己的毛病已经去掉，或许是很多，慢慢经过这4、5年的改变，老师说提升自己的身心，对我一定要就感受到说，道的尊贵，道的神圣。我也是每天如果没有到这个班的时候，没有来上，心里很难过。所以有时候事情没有，有时候有班都有班，我们普洱有班，我就不来，只是会觉得很难过啊。就是说我一定要来听课的啦，就是很感谢那个魏讲师同修陪我一起开车来这边听课。因为我一直想说，我们把刘讲师的心理心法这个很好，我们赶快送给朋友啊，就是同学那个同事他们听。有时候刘讲师说谢谢你要分给他们，可是我每次都想说他们都不喜欢看，可是刘讲师慈悲的说，那个不管有没有求到，都可以给他们看啊。可是我每次后写的心里很难过，就是说这道这么好，为什么我们都不晓得要那么多的人都不晓得要求他我想后写想说，他们这个道真好呢，是我们要回家的路呢，不是我们不修不求道不迷失之点又6道轮回呢，这样很难过呢，不晓得变得怎样，所以。仙佛很慈悲的来对我们说，我们一定要好好修，就是把我们自己的什么念头都不要。还讲到说对刘讲师讲的，事来则应，事去则进。起先或许都不知道，慢慢的体悟到了，所以这道是要让我们听真理，慢慢我们体悟到，我们才知道要放下的心，道在本身。把它显示出来，把它行出来，日常生活中把它行出来，对一个谦卑心。很感谢刘讲师到病来，感谢粉丝的，感谢各位全写或写的想法就是这样子，因为真正让我体悟到的，我才行出来，感受到。真的很感谢刘讲师，
刘讲师，我们不生不灭的活性。每次如果有身体不是好，对哦，活性都不会生病，不会。对，谢谢刘讲师，谢谢各位前贤，谢谢。接手机放前面，拿前面，拿前面，拿前面可以接。刘老师、各位讲师、各位前贤，大家好。后学那个今天接到那个超子讲师说，今天刘讲师好像身体微恙，声音讲不出来，要后学说等一下有时间上来讲个心得。我刚听到说又要叫我讲，我顶下就讲过。超子讲师说，无要紧啦，你个顶下遐代志搁再讲啊。我就想讲可能不会轮到我了。应该刘讲师那个身体可以把这2小时先讲完，没有办法，所以我在后上来讲一下内心的心得。这后学最近就是从上次有上来报那个心得完之后后学在家里就是有时候会，现在那个我们家里那个电脑很方便现在我们那个 YouTube 上面都有那个我们刘讲师他每个礼拜上完课之后都会把这个 YouTube po 上，都会把这个课程po 上那个 YouTube 上面去，我今麦就那宾馆搜寻搜寻并不是只有刘讲师的这个课程我们不同支脉道场很多也都有 po 一些他们上课的那个影片到那个网站上去所以或许你过点我永远没代志我就给放过来听。其他道场有的那个资料就是跟我们不一样，就是我们没有听过的。咱常在听就是讲，咱道场家所有的资料都是大部分都是我们听过之后，然后有的觉得不错，会再拿起来讲嘛。其他道场做这些东西，我以前在同义宫，在咱的道场我都没听过但是他们也是有很多对我们很好的那些，就是修到一些好的东西那我今天不是要讲那个 YouTube， 我是向大家说，你若有闲的时候，可以去 YouTube 那边逛一逛，去听看咱别的道场在宣扬的道义，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那最近后学一直在想因为后学上次有讲过嘛，后学前一阵子有遇到一些状况嘛，所以就是身体常常会不舒服嘛。那个不舒服当中就是有时候就是会烦啦，因为你若要破病的时候，也是人在艰苦的时候，你就会有时候会烦嘛。那个烦你就会去想到很多事情那想到很多事情因为我们有在修道嘛，然后就会慢慢从心中去体会很多的道理出来像我最近就是在那个 YouTube 网站其他的道场人家在讲的。他说以前有一个佛叫做弥勒不是我们的弥勒有一个佛叫弥勒。那这个弥勒他就是很会讲经说法每个人去听他讲经说法的他那个去听他讲经说法，这些人听到弥勒讲经说法就很法喜，就会发心想要修道然后就有一个人就去听弥勒讲经说法，然后听完之后他的心中充满法喜然后他就去深山里面就是去深山里面去修道。然后修道，因为他在深山上嘛，也是要三餐也是要用三餐，爱吃三顿但是他在修德所以他三餐就是在山上有一些人家就是会去供给他三餐饭吃他就是都靠这个为生，然后维持在修道后来就是附近那些人称他为仙人就有一年
有一年就是闹饥荒啊，闹饥荒，平常在供给他的这些人家哈，伊就无饭通好食啊，伊他有个物件个供给这个仙人去食用，所以这个仙人哦，伊就都枵的，啊无拢无物件通好食，好啊，然后就有那个兔子啊，就兔王就看到这个仙人哦，伊就想讲啊，我要把我的身体奉献出来，然后这个仙人来吃，好，然后他这个兔王哦，他底下有100只兔子了，好，然后就有一堆火，就他那个兔王就跳进去火堆里面了，他跳进去火堆里面哦，就烤熟了嘛，啊，结果那个兔儿子就跟着他一起跳进去，啊，两家兔肉的夯啊，好，他就有那神明山神就去跑去告诉这个仙人啊，跟他说哦，就是有一只兔王啊，知道你没有东西吃了，所以他要用他的身体奉献出来啊，让你可以维持你的生命，让你的道可以这样再继续修下去。结果这个仙一听到之后他有没有吃？好，一听到他没有吃啊，然后当下他就流下泪来，他说：从现在开始，我立下一个誓愿，就是我累世未世，我就是不食众生肉。啊，这个仙人他就把他的那个他成佛之后，就把他佛号也是取作那个弥勒，就是现在这个弥勒佛。好，这个兔王就是现在的那个释迦牟尼佛。好，那个跟着他跳火的那个兔儿子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儿子。他不是有500只兔子吗？好，也兔王所以那500只兔子就是500罗汉。那后学讲这个就是后学这个就是那个我们弥勒佛是比释迦牟尼佛比他还要早修道。因为已经在做仙人啊，但是释迦牟尼佛也个是做几只兔子啊，然后后面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弥勒佛比释迦牟尼佛早40劫修行，我们这个弥勒佛，我们现在在拜老祖师弥勒佛早释迦牟尼佛40劫修行，而释迦牟尼佛找弥勒佛7劫成道，我们弥勒佛还要晚那个释迦牟尼佛7劫成道。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释迦牟尼佛他一生立志修苦行。你看咱的外口的和尚啊，他们都说他们是苦行僧啊。咱弥勒修什么道？度大人龙天下多少事？伊敢是大家咧笑，伊敢是做欢喜，也都很欢喜。伊来世间的时候，敢是都是布袋和尚嘛，是不是游戏人间？咱的弥勒佛就是修欢喜道。所以讲咱大家，这是我的体悟。我们大家如果遇到这种苦的时候我们应该很高兴。因为我们修苦行的时候，我们的那个进步的脚步会更快。那遇到事情的时候，当然是会觉得很苦，真艰苦啦。那会安尼，那会大家看起来拢足轻松足比我，还过得足快乐，还是安咱会这么苦。这个就是考验我们。当苦来的时候，不要怕苦啊。但是你只要勇往直前吧。我再讲一次，弥勒佛找释迦牟尼佛40劫修行，晚释迦牟尼佛7劫成道。所以大家如果遇到苦行，遇到家里不顺，遇到什么苦的那个来的时候不用怕。这个就是你要成就，就是你进步很快的时候。如果你把这些都躲过去了，只怕不走刚才惊你唔行拄着困难就好啊。这唔知道要哪好，不知道怎么样才好，就不动了。就没有那个前进的动力，安尼1万难关都不会过了。遇到事情你要勇往直前的往前走，什么代志拢我都过去啊。那第二点就是，当业力来的时候，就是你要成功的时候。
这个在后学就是心里很深刻的体会啊。后学还没有遇到我以前碰到的事情的时候也觉得什么是人间最重要的事情。一般咱伫外面工作，咱工作为了什么？为了要赚钱嘛，赚钱要吃饭嘛，要过生活嘛，生活过得较好的嘛。咱要买厝，要买巷仔内足细间迄当然较俗啊，是要买迄个大路边看的足大间足气派。如果你有钱要买的话，你也无钱啊，免讲一定还是爱买河边嘛。买厝咱一定要买大路边好看的气派，爱大的爽快。一般人都是这样。我们在平常在外面的生活一般人都是这个样子啊。那后学在之前还没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后学嘛是甲大口的人拢同款啊。出来社会工作，我就想尽办法，很拼命打拼，赚钱啊！我就把我一天当中所有的精力放伫家嘛，因为我既然出来啊，我就是用最短的时间，然后要赚到最多的钱嘛。所以，真不够了吗？好了吗？所以那个以前我的那个心情就是处理了，现在做拍片探也的对了啦，其他的事情都是在旁边，都是不是很重要的啦。然后现在遇到事情之后，又来听这个写心法，心境就跟以前不一样的。以前叫我每礼拜六讲来遮坐，来遮上课。无可能，我拜五做课做到要忝死啊！拜六搁刚来遮坐，逐礼拜来遮坐。以前我认为这个不可能，叫我来安那我嘛无要来。因为我拜一拜五以后，为了赚钱，为了养家活口，为了要交贷款，拼到要死啊！拼到拢无力啦，叫我拜六来遮坐，而且偶尔来可以啦，叫我逐礼拜来绝对无可能啊！但是当你碰到事情，当你了解了，外面的那些东西就是假的，外面东西那些就是假的，你就不会这么在意啊。因为超时小时工时间不多，我尽量较紧讲。刚才有叫我预先要讲心得，所以我有记录几点啦。当业力来的时候，就是你要成就的时候，你的修道阻力越大，你在天上的愿力就越大。像我们现在啊，你有时候修道感觉到我做完那才大啦，像拢要来给我课啦，像都要安那啦，你的阻力越大，就是有可能你是在天上要来的时候，你下的愿力就越大。要有遮侪人要给你课啊，无人无代无志要给你课创啥？在生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人世间没有做好，而要到地狱去。如果道修好了，就解脱了。我们要死的时候也可以含笑而归。柯林，你在外面跟人家讲说，你在死亡那一刻可以含笑归，没有人会相信啊。但是在我们道场，就是很多人都这样啊。以上刚才讲的那几点都是老师在讲，刚好被我偷听到，所以我是刚好想到，我就把它做成笔记。还有上次我遇到说神明老要做鸡桶，然后我就不要嘛，他们就一直在缠着我嘛，我开始心态或者干扣嘛，然后我就坚持我一定要在道场嘛，我要再修我原本的一贯道，我不要跟你们去做什么鸡桶的奇迹嘛。经过几年时间，这几年时间身体对足艰苦，即马已经无啥艰苦。这个就是我们仙佛一直当后学在处理。那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我们如果遇到什么事情我们就好好的把
你的心修好，好好把你的道修好，好好把你的家庭顾好，什么都往正面的方向去走，老师什么事情都会帮你把它搞定就对了啦。以前要调我这鸡桶遐神明老师请天庭下死，现在都已经到地狱去了。所以遇到事情，你哪个得修好，个得办好，没有什么不能解决的啦。以上就是后学在下，前见。接受气候，强胸有强胸有强，一波等一起，面向，你要讲是好，本人是啊，真的是好，感谢天恩师德那后学是玉佛宫毕信强我跟刘讲师有个因缘，我也是基隆人，我也是基隆人，所以有缘大家才聚在一起，我来上信理心法班受到刘讲师的照护心性很有进步。然后我听信理心法的时间不是很久，说要讲心得，我就是来上课有听刘讲师说谢谢你这个启发我们的自信，老师谢谢你这首歌，然后后学看到有一部分比较有气到心性里面，我现在把它解释一下看刘讲师指教一下。就是刘讲师说，我们用不生不灭的心来修不生不灭的道，这样因果一致才能成。假如我们用心意识用凡尘在用的心，这是修不成道，不管我们修多久，修几世也都不能成。这个意识心就是刚刚刘讲师有讲，眼耳鼻舌身意对色声香色香味触法而产生的那个心，就是心意识。我们生活中大部分都还是在用这个心，所以我们修道就很慢，也没办法再更精进。好像就像刘讲师跟我们讲的说，你再修多久，你那个心意识如果没有拿掉，还是没办法。那后学在这里就是之前有看一些经书，他也有说，我们的眼根会生什么心，就是爱恶之心，看到这个喜欢，那个讨厌。那我们的耳根会生什么心？喜怒之心。人家讲给我们听的话，我们喜欢听，我们就高兴。如果骂我们、批评我们，我们就生气。鼻就是有香臭之心，你闻到香的水味，你就趋过去；你闻到臭味，你就逃开，这个就香臭之心。再就是舌头，就是我们吃就会有嗜厌之心，嗜就是你喜欢吃的，厌就是你讨厌吃的。那眼耳鼻舌身就是我们身体有苦乐之心，我们摸到苦的东西就会痛苦。你如果睡到很舒服的床铺上或是衣服里面，你会很快乐。这个就是我们的意识心。可是这个心就会左右我们，就会有分别，然后我们又取舍，有取舍又迷惑，迷惑之后又来造业，造业当然就要受苦了。都有讲师就里面就跟我们说，我们把这个意识心全部拿掉，就是无心了，什么都不要，去掉，不用，我们就无心。这个无心就是我们的佛，就是佛，也就是道。所以我看到这部分，咱觉得这部分就很契入我们的心性，所以我们一般尽量不要有两边，
人家对我们不好，尤其对我们不好，我们特别讨厌那个人。这个人又对我们很好，我们就想去亲近这个人。所以这都是有取舍的。然后取舍又觉得说，这个人到底是对我真好是假好，又迷惑了。然后又起了念头，念头又造业了。这都刘讲师来跟我们讲的。还有一段就是第13页这里刘讲师也说那佛要度众生出离生死，第一个就是教我们要先灭掉妄想，妄想灭了之后，我们声音就断了，我们那个生出来的那个心的原因就断了，然后再灭掉我们的无想，我们连想都没有了，全部都灭完了。那个生出来的那个相，我们看得到的这些形形象象也尽了，声音断，声相尽了。我们的若非有想，若非无色，若非有色，若非无色，这两个就变成不生不灭，我们的真如，然后就达到我们所谓的不生不灭，就呈现在凡尘。那也就是佛了，不一定死了以后才成佛。所以这一些，还有无心，刘讲师跟我们讲的无心，就是当我们妄言妄想念不生，达到没有念头，那个没有念头的时候就是无心，那无心就是道，无心就是佛。所以我们要走这条路才是正道所以这是后学的一点点心得。谢谢各位浅显，谢谢刘讲师。好，王姐要讲。这个没讲，先讲了。梁医师好，刘讲师好，各位浅显大家好。后学呢，真的感谢天恩师德，嘛就感谢咱刘讲师也教学校来开阔，嘛感谢感恩咱志工服务老师开这个心理生活班，学校呢有带一个镜头，学校靠一档，大学校会使讲，学校真差不多都等袂夹着麦克风所以真好比比出。只是讲，遐敢若讲无从这个心得讲出来，遐感觉咱来上超时讲遐讲遐就感觉讲，因为足久遐拢无讲着课，所以会紧张不过感觉这心，遐嘛是分享一下。遐讲就是讲，刘讲师台湾因咱台是讲你是咧讲啥物？遐即嘛咧讲放教，阮咧各位真会听。遐伫民国93年以前有求道。遐做莫名其妙，就会知影天灾地变，就会知影一寡朋友要往生去，所以有当时呢，就我亲戚朋友啦，他们要往生去，遐会知，就去人讲，讲的了食力咧，免偌久我就看病，到有一天到伫民国93年，就是咱刘讲师咧讲的，咱的佛性咱的就是修的物件，修物件呈现。就是咱老师讲，谢谢你内底嘛，不管是咱内一个是修的物件，伊就不管你像咱这有个人讲，咱只要若是好好去做咱妄言妄想，这拢袂去无去。遐就是以早未上这心理生活的时阵，遐就偌好食10顿爱困尔啊。遐这爱困尔有上当食到3粒，捌一摆定量济食7粒，爱困尔食3粒。因为他一考，遐是感觉讲为什么我还带镜头毋知讲，咱刘讲师甲遐讲，这是报，遐刘讲师捌一摆讲，我甲阮兜涂骹大金银琉璃啦，珍珠玛瑙，结果从去遮去外口分因为遐讲伫外口问，一直找医生，一直找医生，医生甲我教我问第3度空间，遐嘛毋知要倒问第3度空间，因为遐较厉害讲的是。咱玉佛讲流传一句话讲，老师上听话啦。我感觉，因为遐感觉讲我足坎坷啦，因为我感觉我病毋知影，我冥想嘛伫咱佛堂一直求老师慈悲
结果有一天吼，的法会老师就叫阮两个去跪伫佛前啦。啊，迄跪佛前，老师就来教啊，迄项吼都智慧无开啊，毋知老师讲，恁两个好好跪啊，点看佛灯啦。啊，要一心念啦！啊，迄阵许我嘛毋知讲要为什么要一心不念啦？啊，阵许我是想讲，哎呀，我人镜头带不当啊，无老师袂安尼甲我讲就对啦。即下许我咯，就伫遐拢我也毋敢想，啊，老师就上伊的无啊摕掉去，就互许我滴。啊，许我拢毋敢叮当，啊，就一直看，莫名其妙来讲伫遐跪，差不多要到1点钟啦。啊，许我嘛毋知，啊，好像是一刹那呀。啊，许我来讲就是讲，有一天。许我就是莫名其妙伫93年呈现无定伫身躯拢崩开，啊崩开气脉一直走，啊许我就一直喊，像伊昨咧做最近叫做空安尼吼，在搭骹喊无停，啊这疼吼，迄就是疼迄个气体啊冲，啊规身躯微微转，啊这样了吼，莫名其妙看着阮兜的电视，我目睭起也有当看阮兜的电视，去到佛堂吼，就看着佛灯，啊坐伫，所以有一段时间许我拢毋敢用课，坐伫后壁，许我就是有当去看头前。啊，即下有一天更较恐怖，就是讲，因为只目睭嘛黑啊。我有一摆呢，毋过这种情形已经过去啊，大家个前现起，毋通惊会惊。有一天呢，就去一个朋友遐，啊，到底遐莫名其妙目睭拢戆去，啊，恍惚去，他全身衣服都不见了啦。啊，即下伊到听心理心法之后，做忘年放下那种。功能都慢慢都没有了啦。迄阵我想讲，安尼啊，迄个较规身躯拢无穿啊，啊，歹势，够歹势。啊，搁有一天，遐坐伫遐，因为无时无定啦，人就恍惚去啊。啊，恍惚发现讲，奇怪，我较无咧创气啊，啊，所以会惊。啊，这来有一天，我发现我坐伫遐，我身躯一直悬，一直大汗，我惊一个，要紧叫到，等我讲，我是安那无着魔了，我就想讲，我已经着魔啊！啊，这开始诶，就慢慢坐伫我边，他连生啥物件，许我就知。啊，我一直烦恼啊，我毋知要安怎，所以我就一直哭，啊，就甲老师求，啊，这就甲许我先生同修林相讲，你无带我来先看，你害我人间伫恁路里过行吼，有一天我精神起来，我怨叹伊啊。因为我当作我是笑去啊，你知无？啊，后来带好，许我嘛足感谢咱方向黄龙伊，因为老师开这个班，开心理心法班的时候，许我诶，嘛迄阵拄长咧启动嘛，啊长这种问题，啊许我就毋敢上课，因为若去上课上我拢爱哭喊啊。啊，方向龙伊就伊就摕 CD 互我听，伊讲王姐，这老师开的班，啊你要听。啊，我有想讲，很听讲哦，我有真正摕起听。听到六祖坛经的第1节课上，我就想讲，我已经找到贵人了，我知影我怎样去发问我的问题啊啦。我就开始就一直听，哦，原来这就是咱，就讲这就是佛性的呈现。啊，我以前毋知当作讲，哎呀，我是卡着魔，卡着三文会安尼啊。啊，这开始呢，我就开始。迄阵会感觉讲我身仔还袂喘气，我还无咧喘气啊！啊，为什么我有一段时间白天也没有睡觉，晚上也不睡觉？不过我白天嘛是足好，因为以前许我是心脏病，不过慢慢我的心脏一直好起来，啊一直好，啊后来，因为我许我会吼，伫民国93年迄阵啊，咱行驶大仙，咱玉波宫行驶大仙啊伫的时阵，迄阵我就许我有当时莫名其妙弄会安尼，就进入恍惚嘛，啊以前。许我有咧送那个玉皇心印妙经，上药3品，神语7经，往往夫妇渺渺冥冥，纯无所有，顷刻而成。迄阵许我想讲，啊，我现在听了恍恍惚惚，啊嘛毋知去到咱的祠堂诶，迄风若吹啦济啊，人就毋知人去啊，毋知人去哦。但是迄个时阵人很亲近，啊，个亲近吼，行驶大很足慈悲啊，伊就拢爱甲许我答应讲，你吼，这是阮济公王府的土地，你茫甲阮脚踏的，伊就连行驶大仙足慈悲的，对就讲，这是阮济老师的土地，你茫个甲脚踏，你来互伊精神安尼啊。啊，咱已经规空去迄路，就咱唱，就对尻川，迄落较拼啊，就一直甲我拍，我就想要分尸碎骨去。伊就感觉讲，伊要甲我泡精神。不过当迄个风吹来时候，遐就进入沉静，足静迄个感觉。啊，阵啊吼，
拢会想讲，哎呀，我是因为迄阵啊，咱讲啊，毋知影讲是一种足好的物件。迄阵想讲，我敢若可能会要白起去啊。啊，我迄阵敢想讲，我较早迄个4岁尔，啊，我人生敢要行着这黑暗期安尼啊。啊，所以我后头开始一直找医生，一直找医生。我所有的病，敢若迄头安尼绑我一支一支个支啊，啊，一直迄个医生就安尼一根一根，啊，就甲你抹药啊。啊，拢会生，啊，开始去测试，啊，经吼，就规身躯的神经拢去测试，后下嘛找偌济医生，啊，所以就是一直安那食迄个镇静剂、眠药，啊，无就是忧郁症，食到吼，有一天咱我们董老师嘛是做主编，拢伫迄个黑马拢有互看脑神经啊，一出来后拿去看，因为伊是讲个中枢神经，后下等下食一月咧，规身躯拢生迄个一粒，啊，后下拢毋敢食，啊，所以慢慢开始听心理心法之后，心刘讲师在讲，咱要一念不生，妄念放下，迄刻开始慢慢，因为伊煞会恐慌嘛，啊，所以咧呈现咱毋知影，啊，甲你一直惊，啊，这样惊到尾啊吼，都毋知，因为无地问啊，啊无地问嘛，毋知要安怎这个情绪是要安怎处理啊，所以开始咧做妄念放下的时阵，慢慢，心一直静，因为伊做有只。个心就安啦，讲哦，原来这毋是卡着歹命啊，啊，这嘛毋是精神病啊，因为后刻去做个精神科的医生啊，他们医生拢甲我断定我绝对不是忧郁症，因为迄阵我嘛拜托陈大医生讲，应该我入院啊，我讲迄个陈大医生讲，你无我入院，我惊我跳楼自杀啦。我讲我真正，因为我感觉我这情形，我感觉我毋知要安怎找。啊，后来我开始妄念放下嘛，我感觉我心有所住，我知影讲哦，原来这毋是歹物件，所以当伫玉佛公老师有甲我讲一句话，伊甲我讲，你没有病，没有病。啊，伊迄时我感觉足奇怪啊，明明我都有病，我一身躯喊到要完的，你还甲我讲我无病啊？因为后来老师就甲我讲，连续跟我讲3次你没有病啊，我对老师说我没病，老师说对你没病。啊，没病之后，老师就送我9颗苹果。老师送我9粒红果，啊送我1粒黄梨，我规家就对啊。这样吼，等老师就交代讲，一天吃1颗啦。啊，老师可能耽误就到这边啦。啊，迄阵他的智慧都无开，毋知讲这是啥物原因啊。啊，慢慢回去之后，就慢慢进啊，但是咱的迄个感吼，想感无开嘛，像来想讲，我有病啊，啊，我这到底是对对？因为现在人咯，现在咱有一个医学界有一个名叫做妥瑞症嘛。啊，我讲哎呀，我这个妥瑞症啊，我无医啊，妥瑞症就是迄啊。啊，开始慢慢讲，啊，妥瑞症就等于讲，像人讲绝症，伊是袂死。啊，毋过伊就因规工诶，我想讲，系啊，我而且甚至我针灸到命门的时候，我拢用爱，因为我要讲我是一个，有哪算讲，无啥会惊痛的人。我当家己拍到一身躯病历，我都无要紧诶。啊，所以慢慢我就开始伫遐静坐，开始做妄念放下，慢慢我一直静啦。后来迄个阿爸来讲伊早吼，会将伊早呈现遐物件，慢慢消除了。所以有一天呢，我说我是进步还是退步啦？慢慢，我会记得哈，有一天我我们在上那个文法会，啊，我一个阿伯，啊，我就坐在那边的时候，咱弥勒佛前面那些字就跑到我的前面来。我伫我头前，啊，我阵吼，啊，无听到刘讲说，免得我们坐在这边是佛性跑到弥勒佛的前面，还是你跑到是那个我想弥勒跑到我们前面，还是我们跑到弥勒佛前面？迄阵因为迄刻未听到遮，啊，迄阵就讲，哎呀，我是安怎？我竟然啊，竟然哈，我是坐在最后面，显那种力是在我的前面啊那样，我慢慢原来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啊，所以才慢慢，迄个心定下来啊，之后呢，然后感觉讲，因为即那以前遐是人咧拄着啥，遐拢向讲，啊，刘讲师就甲遐讲，你会使甲读一个就好啦。啊，所以像啊，真啊，拢会较客气，拢来讲一我就点一个。以早吼，就直接讲啦。上迄就是阮隔壁有一个啊，因为伊过身的进前，我就一月咧叫人我看。啊，遐先生就伫遐，理想伫遐，啊，佮阮隔壁有一个就亲伫遐，我讲奇怪呢，我怎么梦见他死了啦？啊，伊真啊，迄个理想啊讲，你莫后白讲啊，伊吼。行，你艰苦就无干，你佫讲安尼，
后来他死在，结果无偌久，死伫因兜死迄个一个无人知，臭啊规阮厝边隔壁，拢迄味迄尸臭味拢走出来，啊较知。所以慢慢，我阵时嘛感觉这是困扰的代志啊。开始他咧做迄个妄言放下、一念不生的时候，这些就慢慢，以前去怎啊，三万要安怎，还是天在地变，因为迄个无法，因为迄个会感觉艰苦的是讲，迄毋是迄个有法当主宰物件，啊因为迄种困扰，啊慢慢的这物件，当我们进入迄个一念不生，迄个让我们的心度安住下来的时候。迄个物件慢慢的，感觉讲再提升一个层次了，所以我感觉讲这是梦达，啊，毋过嘛是种不可思议的物件啦，啊，所以后汉呢，就是分享到这边，啊，谢谢。又回主了，知道吧？很感谢这个各位先贤啊，这个帮或许要挨过今天，真的那个时候都讲不出声来了，哦，很感谢啊，哦，7点经过5分呢，已经挨过1个小时又5分。无即摆都无声，很感谢。那我们就因为还有15分钟，讲那个四谛品第10，佛呢复告迦舍，所言苦者，那个四谛啊，就是我们在讲的苦集灭道，四谛。那所言苦啊，不免苦圣谛，何以故？那个苦啊，不是苦圣谛。所言苦是苦圣谛者，一切的畜生呢，及地狱的众生啊，应有圣谛。所以啊，我们了解那个苦谛跟苦圣谛啊，是不一样的，角度呢都不同。那三男子，若无有人不知如来甚深的境界，假如说有人呢不知道啊，如来，各位姐姐，这个如来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不知道我们的佛性啊有很深的境界，而且呢，我们的佛性呢又常住不变。我们的佛性呢，又有微妙法身，那个啊，微妙法身各位姐姐，就是以法为身。那以法为身就是或者时常讲的，若无所见啊，即是真实的见如来；若有所见啊，即是都还有印象吗？因为我们把能所在凡尘啊。就已经用得很熟悉了，都是能手。然后若无所见就没有能见的我相没有了，没有所见的法相没有了，没有能手。那所以没有能手啊，那个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我们的佛性本体啊，非常的深，那个境界很深，所以我们要追求。无底深坑啦，咱的佛性咱伫入啊，入到拢无底深坑，非常的深，而且又如不动，它呢，就是啊常住啊不迁，没有这个搬家的都没有，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那个法身啊，就是充塞着宇宙虚空。
整个宇宙虚空啊，都是我们的法身，所以我们法身非常的宽广，非常宽。那可是我们呢都不知道，又呢如不懂，也都讲。假如说我们有玩过照相机啊，都知道，你在按快门一刹那，那个镜头晃动，洗出来的相片啊，模糊不清。那以这个原理来说，我们的佛性都是在玄关，我们的玄关一直在动，那一直在动啊，你所看的景象都模糊不清。那为什么我们看得清晰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佛性啊，如不动。它因为不动，动的是身体，身体动呢不关紧要，我们佛性不动，所以我们看的都很清晰，纵然你转头再看，一样清晰，所以那个就是我们的法身，所以我们法身每一个都有，不是说我们修正以后才有了，我们还没有修正就有，只是我们不认识，我们不想去启发它。那我们启发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法身啊，全部都有，叫微妙法身，因为没有形象，看不到形象的，很微妙的法身，为是实身，实身呢就是这个要吃的身体啦，身体不吃啊就不会活了，这个叫实身。法身呢，它是以法为身，不用吃的，它也不痛，然后也不饿，也不苦啦，所以咱咧破病是辛苦咧破病啦，有行为破病，所以当你在真的很痛的时候啊，纵然都不省人事啊，那个时候你会找到你，原来我佛性不痛，它不会痛的。所以要了解到，我们的法身啊是永远在，它不生不灭，因为没有形象，所以它不会灭，永远都在。我们这个身体啊有形象，所以不久就不见了，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凡人啊，照顾啊有形象的身体啊，很注重，可是啊佛性都不管它了，那个又看不见，所以不管它。那我们就是要把它转过来，该注重的佛本体我们要注重，该看清的是我们身体养生要，可是不要超过了各位要了解到，身体不管你再怎么养，它都会死掉的啦，只是慢死而已啦，慢一点死都会死的。那我们要了解到，你投入太多的精神照顾你的身体，你同样就会减少投入很少的注意力在佛性本体，这样已经本末倒置颠倒了啦，该注重我们看清，该看清的我们看重，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的微妙法身永远都在，不会这个死亡的。那我们这个实身要吃的身体它呢没吃了，像或学这个照这个大肠镜把那大肠里面的东西都清了，然后吃进去都还那个胃里面料都还在，你吃落去结果把你流坏，吃落结果把你流坏，我讲那才紧。要吃较紧，吃到也未到巴肚咧，头已经到位还赶紧过来找诊所。所以这就是因为你那个食物没有集中在身体，等于那个力道都还没有形成。所以我们身体实身要吃的身，就是要我们虽然有那个累世行善的一些长寿的那个命。可是要有饮食的因缘，那才会促成你能够在凡尘生存。法身不用，法身法身不用你去修它、照顾它，它都也在。只要你认识它就可以了。你认识它，就可以。
我们是我们的法身的冲散整个宇宙虚空这么宽广，所以我们就跟着心地也宽广，也跟着我们所有的作为也宽广，就都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呢要注重的就是我们本身微妙法身。那么位是实身非是法身是如来道德的威力是名为苦所以这个佛讲那个的由来，就是我们不知道那个我们佛性本体的威力，佛性本体的力道很大我们现在佛性那个作用那个力道都没有使出来佛都讲，假如说我们修正了，我们可以转移四天，天下我们都可以转动何况是小事，都一定可以只是我们都没有认识佛性本体，不动没办法所以我们就是要朝着我们那个如来的道德威力要朝方向努力何以故以不知故华见非华，因为我们不知道微妙法身不知道呢如来甚深的境界因为不知道，然后这个华法身见非华，讲黑拢无啦所以我们研究净心法，刚开始坐下来听了一样听不懂什么华都听不懂可是现在懂了了解说原来这么奥妙我们的佛性是这么的奥妙所以我们法就能够见到华不是说华见非华，华见非华就是我们佛性我们看佛性本体那个就叫非法已经看到了就叫华见华所以那个没有见到佛性本体的非华见华啦黑白讲黑白看那个都错误了。那么当知世人必堕恶趣就是三恶道，恶趣畜生道、地狱道、恶鬼道必堕一定堕入恶道，然后人转生死，就在六道轮回里面增长枝节都受苦恼我们在凡尘都是打结啦，所以有疑要必问结打开结能够打开了我们苦就没有了所以一定呢要把那个枝节都全部打开。那若有能知如来常住不有变异假如说我们知道我们已经研究知道了我们佛性生不灭体是永远都在永远都不变化的没有变异后闻常至两字的音声，若一惊耳即升天上。你看多么殊胜！只要我们听到说我们的佛性是常住就呢可以升在天上了不下去那个地狱受苦。那么后解脱时乃能证知我们解脱时候就可以证悟知道我们佛性本体能力有非常的大。那么如来常住无变异，我们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它永远呢都常住没有变异的。那么我以本以不知故轮回生死，所以我们的原来就是要本寂那这个佛说我以本寂，就是在原来那个地方以不知故，不知道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人转六道生死，周遍无穷就是不管是哪一道都有去走一遍去走一走。那么始于今日乃得真智所以开始在今天才得到真正的智慧若如是知真是修苦假如说是这样的话真的是修苦多守利益
就是呢，在苦道之中，我们踢过铁板了，就真的能够死心塌地呀，走入修道的道路。那你假如说都没有经过苦啊，不知道若不知者，虽复勤修，无所利益假如说不知道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虽然很努力修没有利益所以各位就要了解，我们求道修道都蛮久，可是为什么修没有功效出来？就是修不对方向，没有抓到根源，没有找到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虽然很努力的修，无所利益得不到利益所以这个不骗人的是名知苦名苦圣地。那知道了就遇到苦了以后就知道有苦圣地不是只有苦而已。若人不能如是修是名为苦非苦圣地所以我们这个今天很感谢各位这个帮后学挨过今天下课。各位点老师、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先贤，大家好。不学占道天师的老先贤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前贤给后学聚会学讲。我们讲到四谛品这个下面对不对？讲那个我以本纪以不知故人为生死周遍无穷，始于今日乃得真智。若如是知真是修苦，都所利益；若不知者，虽复勤修无所利益是名知苦，名苦圣地。若人不能如是修习，是名为苦，非苦圣地。有没有印象？因为这边在讲这个四谛苦集灭道。苦集灭道就是先讲苦，我们受苦。那为什么受苦呢？然后接着再讲原因，就是集，会受苦就因为我们集了很多的因，然后才受苦，然后我们要进入到集灭，那个集灭就是已经到达那个很成就的那个地位，那接着就是要修道，先讲。这个果报，然后再讲原因。苦，为什么苦？因为我们集，然后灭，集灭，然后为什么可以到达集灭？就因为我们修道，苦集灭道，所以这边我讲，说假如说我们在凡尘只有这个苦没有去体会。它为什么苦？那为什么会苦？没有体会的话，那不能讲那个苦圣地，只有讲受苦啦。因为佛就讲，假如说苦是苦圣地的话，那一切的畜生及地狱道的众生他们应该有圣地因为他们都没有就是没有研究。没有研究你不知道，所以我们在这个凡尘的生活各位前贤，生活之中苦不苦？为什么苦？因为我们就是跟意愿都不相同，我们的意愿跟实际的生活不一样，所以让我们感受到
这个很不愿意去承受的现象，我们竟然要这个无可奈何的承受下来，这个呢就是苦的层面。那假如说是只有这样，那只有这样的话呢，那个圣地就没有出来，就是只有苦啦，受苦，只有苦而已。那假如说我们能够因为受苦，然后去研究苦的来源，然后知道那个苦是我们自己造业造下来的，才会呢这个受苦。那我们既然知道我们在因的时候就不种的那个苦因，那苦的业就没有，这样呢就是属于圣地苦圣地，就已经呢知道我们在凡尘因为有受苦，然后深入其中了解到苦的由来是我们自己造的。这个就已经让我们脱离这个苦，所以就讲圣地苦圣地，有没有一点了解呀？都这个我们要知道这个真理都有一点生涩啦。假如说我们不探讨研究呢，就不太会了解内容。那只有在文字的话呢，离我们现实都有一段距离。在这边佛就讲说，我们在凡尘，只要深入加研究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脱离这个苦，就可以离开这个苦海，就可以回归到我们的本位。所以佛就接着讲说，善男子若有人不知如来正身的境界，假如说我们凡人都不知道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真心佛性它是很深，它呢要我们加以探讨，都要我们能够深入的加以了解，这样的话呢我们呢就可以发现到我们有常住不变微妙的法身。各位都了解了没有？了解到我们常住不变微妙的法身，有没有？这个一定要自己努力的啦，别人没办法帮忙。所以要了解常住不坚如如动，我们那个微妙的法身，以法为身，就是以阿耨多萨妙三菩提法，就是以无上的正等正觉法，就是我们佛性本体的法，就是我们的法身，以这个法为身那个是永远几千万亿年它都不会变化。所以我们了解每个人都有，可是我们都不加以探讨，不加以研究，都不知不觉，不知道。所以我们呢在凡尘一定要认识我们的那个微妙法身，一定呢要认识。认识了以后虽然我们身体有一些挫折，有一些变动那都可以很容易很轻易的去看待它，很容易度过。那假如说我们都看重身体的话，那一点点病痛我们就哀哀叫了，就会觉得很大的事那假如说我们对我们微妙法身都有一点了解认识，那我们呢就可以知道说原来我们是如如不动的，是不会变化的。然后我们在凡尘的所有一切遭遇都是短暂的，都是呢这个过眼云烟马上就变化了，都不值得我们去探讨，不值得呢我们去追求，我们就会着重在我们的微妙法身。我们的微妙法身呢它呢不用吃饭它也不用享受
因为是没有形象，他一切人什么都没有，那假如说不知道，如来不知道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呢，那我们就着重看重我们这个色身，那个色身呢，就要吃饭了，就要享受，所以是食身，那我们现在这个肉身啊，需要食物的身啊，非是法身，不是法身呐，所以我们要了解，各位浅显这样对法身啊了不了解？法就是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那我们知道啊，这个我们的佛性本体呀，就是我们的法身，每一个人都有，只是我们呢在凡尘都着重啊在色身，就是我们身体呀，都着重在身体。可是啊，我们要了解到，身体不过100年啊，100年就还给天地了，没有了啦，不在了。可是我们的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呀，永远都在，它几亿万年都在，之前在，之后也在，全部都在，不会变化，如如不动。所以啊，我们对如如不动的佛性本体啊，一定要看重。我们看重了以后啊，会自重在我们佛性本体，就会自重我们生活的那个品格，自重啊我们生活的价值，我们佛性本体知道了，那我们知道说一定呢品格，一定呢我们自己的那个表现出来的那个价值很重要，不然呢我们在凡尘跟那个禽兽并没有两样，最重要就是在我们有高等智慧。那我们高等智慧不是用在凡尘的勾心斗角，不是用在我们凡尘的一些那个现象的追求，凡尘现象也一样，都是短暂，时时刻刻都在变化，那个也都不值得我们追求。我们一口气不来，什么也带不走，所以不用为了带不走的东西我们去努力，一定呢要着重，我们呢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所以只要我们都把脾气毛病，因为佛性本体里面没有脾气毛病那有的是我们六道轮回所养成的，那我们把这一些六道轮回所养成的去掉，就恢复到我们的佛性本体了。恢复到本体以后叫做修正。然后修正了以后我们可以千百亿化身。修正了以后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看看要不要到凡尘来。那我们没有启发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我们受到业力这个推到现象来，不得不来。那假如说我修正要不要到凡尘来，我们可以自己决定。甚至于有非常多的佛世界，是万亿那么多的佛世界我们都可以随意看要到哪一佛世界都可以。可是我们现在在娑婆世界假如说都还有，都还在，然后我们修正都还没有了解到那个微妙法身这样的话我们脱离不了娑婆世界，都一样还在娑婆世界一样现象一样在这边轮回所以一定要认识。我们认识了以后就会有所改变。所以这边那个佛就跟我们说不知道如来甚深的境界不知道微妙法身，那就变成了是我们吃饭的身体。那这个吃饭的身体不够100年可以在凡尘呈现那呈现100年以后又不知道修又被我们的推另外一个现象又现另外一个相
然后又没完没了的一直往下推，然后因为我们一生一世都没有这个修道，都没有启发我们般若妙智慧就越来每况就越下，越来就越不理想会就越没有用然后聪明完成的聪明就累积越来越多那一点这个小吃亏都不肯去接受他都想占便宜这样的话我们自己本身人格就已经消失了没有品性的话越来就越不理想。所以佛告诉我们说我们不知道呢法身不知道如来道德的威力是名为苦这个呢就真的叫苦不是苦圣地何以故？为什么呢？因为以不知故法见为法因为不知道，然后我们的法就是呢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个法我们见为法本来是最殊胜的法，我们看到了没有没有法，就法见为法，然后非法见法，就凡尘的名跟利这一些法我们看了就努力追求，这个叫非法见法我们现在的凡尘社会是不是这样非法见法名跟利那个都不是我们要追求的。是现在凡人都趋之若鹜都一直朝这个方向在追求那个叫非法然后见法。那么当知世人心堕恶趣就是要了解到心已经进入三恶道畜生道、地狱道、恶鬼道，然后人转生死就在六道轮回里面生长知觉。我们了解说在凡尘就两个字让我们受苦，一个就是劫，一个就是死大死那个死驱死的死驱死，各位知道吗好像我们在凡尘被名利驱死，我们就追求名利所以那个死跟这个劫这两个字害我们一直六道轮回。所以我们要把劫打开死我们要很清头脑很清醒不被名利驱使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自己解脱所以我们呢这个不知道向目标的话，自己找六道轮回都受苦恼那个苦恼就非常的多。那若有能知如来常住无有变异所以能够知道，这个能够知道在佛来讲都不容易啦我们能够知道这个如来常住就是我们不生不灭那个真心佛性本体它永远呢都常住如来常住无有变异，它不会变得如如不动后文字两字的音声若一听耳即升天上所以这个佛讲的非常的殊胜说只要听到常住永远都在，这样呢就可以出生到天上，所以已经进入这个六欲天欲界的天道就已经可以享受福报。那么后若有能知如来常住或解脱时乃能正知如来常住无有变异后来我们解脱的时候就可以证悟知道正知如来常住我们的佛性本体它常住无有变异。那么我于本纪以不知故轮回生死周遍无穷所以释迦牟尼佛说他本来在本纪，本纪就是我们佛性本体佛性本体所住的地方所在叫做本纪。他因为不知道
不知道这个如来常住，不知道呢如来如如不动，所以六道轮回，一直轮回生死。周遍就是六道之中呢，哪一道都有去过，周遍无穷。那么始于今日呢，乃得真智。等到这么久的时间，到达今天，才得到呢，真智，真正的智慧。若如是知真修苦，多少利益假如说是已经知道了如来常住知道了这样呢，就是在修苦可以多少利益。那假如说不知道如来常住追悟勤修，无所利益。所以各位先生，那个意思都差一点点，文字都差不多。可是我们讲解了以后就了了分明。这个知道如来常住就呢多少利益了。那不知道如来常住就怎么样的勤苦都没有利益。所以就了解到差别很小。所以不知道的是名之苦不知道呢，那个是苦圣地。那我们知道如来常住是名苦圣地。若人不能如是修习是名为苦圣地。那假如说不知道如来常住的话，这样一直修很苦他都没有办法脱离。那么苦集地者，这个讲第二个第一个讲苦地，那第二个讲集地。于真法之中呢，不生根智，受不净物所谓的奴卑，能以辉华言正法，断灭正法，令久住，以是因缘呢，不知法性。以不知故人转生死都受苦恼，不得升天及正解脱。所以这个又讲第二个那集地在真法之中，那个我们了解说凡尘假如说是真法它就是不生不灭。那假如说我们凡尘所用的呢，大部分呢都是生灭。都是两边对待。那我们进入真法，真法呢就是绝对是一个中道。那能够呢进入绝对中道，那个呢就有那个般若妙智慧。有般若妙智慧就不会呢着重在凡尘的那个东西凡尘的万物就不会着重。那所谓的奴卑那一些不净物他就不接受，他就会以那个清净的那一种生活呢来面对。所以我了解这个都是自己内心所采取的。那假如说受不净物就能以辉华言是正法，那个法不正确然后说呢是正确。所以我们要了解到，现在这个末法时期这一种最多了，辉华然后讲法，唔对的讲对啦，咱拢盲目的追崇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要培养那个智慧啦。像说释迦牟尼佛49年一个字也没说。那有一个一个团体他就说，释迦牟尼佛49年所没说的留给我说。我们听了怎么样？我们听讲哪会差遮多唔对叫做啥失败假流行就是已经错了，他把它当成那个薄的薄的上好啦，结果薄的上歹不是有那个电器用品嘛非常薄那个冰箱还是那个洗衣机最快坏他失败了，把它当成是最推崇的
我们都盲目啊，就买来用，没多久坏了，所以要知道真理要去追求。明明释迦牟尼佛49年讲得非常努力你只要说努力看，光讲个2天我们这个研究的涅槃经才讲1天1夜你看我们要研究多久？或许想大概1年都还讲不完。伊讲一每日咱都要研究几年几年佫拢无全部讲佫拢干那选来讲安尼可以知道因为佛为什么会讲说他49年一个字也没说那个菩萨都问你是根据什么的话来说这个话因为弟子问那你49年所说的我们要怎么处理？佛说我一个字也没说。那我们一般以表面来看佛讲妄言讲到遐久啦，讲伊一字都无讲，是不是妄言？我们一定会听了以后明明讲那么多一个字说，怎么会这样？睁眼说瞎话然后菩萨就问，菩萨有智慧就问，根据什么法来讲？佛就讲，我根据2种法，一个叫这本住法，就是我们佛性本体一个就是自证法，就是自己证悟了就是根据这2个法来说，我从成道到进入涅槃中间一个字也没说，就是根据这2个本住法，就是佛性本体，自证法就是自己修正所以我们就是了解佛为什么讲说一个字也没说，就是没有能说的我相，没有所说的法相我们凡人都落入能所了能所就是生灭然后佛就讲明确的说，我是现在凡人不教众生生灭法，因为生灭法是6道轮回，我不教众生6道轮回，这么明确释迦牟尼佛49年所没说的都留给我说，那你要说什么法？是不是6道轮回法？你看大家都盲从真的不追那个错的追的都很努力我们真的是加万谈。所以各位要了解到我们研究的话就是要透彻知道真理佛所说的为什么讲那么努力他讲出来的经我们就真的看不完愈看愈济看不了那一字都无讲讲起来变做什么无路用？不是，所讲的没有能守，所讲的都是一真法界，所讲的都是真理，都是绝对法，那个才是高那我们凡尘随便一讲都落入能守了所以我们这个今天这个有记那个形而上位之道各位浅显有拿到吗？那个形而上位之道各位浅显，这个就是《道德经》那个56章的道贵章，或许都不知道那个时候这个讲的竟然是那么好，这个很好的道贵章各位可以拿回去慢慢看。之前的谢谢你那个是很肤浅一看的白话，可是这个就深入了
这个先收，这个在民国100年收的，然后我们那个谢谢你呀，是101年，慢1年收，这个是更早期收，所以各位看了真的我们要怎么修，详细都有收，都有讲出来。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太深了，所以这个10之8九10个头8、9个拢在度孤啦，拢在打瞌睡，因为讲的真的都听不懂啦，就拢在讲啥我都唔知，拢真困难对你啦。我伫顶头看大家拢直直咧点头，我就直直讲唔讲我足困难咧，真的努力啊，对，所以那个34片讲道贵章，35片那个时候就讲我们也要了解到那个道德那个殊胜，道德好是要有契机，讲出来要有契机的，讲的人想讲，听的人又想听，有那个契机才讲会出来。讲的规个拢咧困我阁拢唔知，我拢就是大家拢听有安尼对，拢好对，讲真欢喜到35片的时候又把它补足了，讲咱听无上济拍算，但是咱若咧度孤这都讲那个老子所讲那个恍惚跟那个朦胧，恍惚朦胧就是没有两边啦。你在度孤的时候你不可能起心动念，你在度孤的时候你不可能睡着，所以也没有睡着，也没有起心动念。我说那个时候最接近佛性了，所以老子就把那一个朦胧恍惚就讲我们佛性本体状态。我讲咱度孤偌紧爱体会，讲佛性来我捌你来真亲切，爱体会啦，袂使干那直直动就好啦。你动头等下醒起来拢唔知半行安尼拍算，就爱讲好，我知影，我捌你好啦。你遮亲切拢视线互我看对啦，安尼就是对啊。爱体会啦，所以35篇要加强。结果后来我回来又写一张形而上谓之道，那是儒家的思想，孔老夫子说的啦。所以咱有看这有3段，到第3段那个就是形而上谓之道。那个在显示佛堂讲的那一章所以真正的这一章有影真深嘛，我今看佫足深的仪之妙音，浑然中仪就是我一粒足细粒的讲我足细粒子的，可是整个道都在我足细粒子的内底。孔老夫子说的所以你看讲的就是很深。所以你要看的话你在这边不能囫囵吞枣，一定要一段一段一句一句慢慢看。你看无所依据，无所依是咱的佛性本体啦，拢无依赖，无所依迄就是文殊菩萨的般若妙智慧。然后迄普贤真正的就是都实践，拢伫这张内底然后那个天命之谓性大家拢在争天命，或许又把天命从那个古时候那个孔老夫子说的，又把它讲下来。
天命之谓性，上天给我们的名利就是我们的佛性。那我们现在领命点到，那个是短暂的时间，不像呢这上天给我们的天命之谓性那么长期，永远亿万年都在。所以这个深的程度我们就是了解说这一篇的这个心上这是我写到现在看觉得还很深不过因为它很深，可以带领我们真的进入真理的领域，可以进入那你进入到真理的领域你修起道来就自由自在就悠游自得了那个是最实际的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修道了一定要进入真理世界跟佛一样的生活。那这样不要等到以后成佛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就已经是了就已经都是佛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在凡尘我们要自己努力这个因为这个是前天才印的啦这个第1版我们已经印第2版的啦有几个字错字我们又把它改过。那假如说各位都很踊跃我们谢谢你大概已经印到第10版了都一版再版再版，然后每一版改几个错字那我们这一本有几个错字等到第2版我们已经改过了我们今天有140本寄过来，那已经都已经拿完了，我们会再寄过来，那个就属于第2版那第2版现在印好了，假如说我们这个时间没有拿，那可能我们要拿到第3版看我们的那个需求啦，拿得越多我们就印得越多。那再印的话，我们有错都会改一个字错了我们改一个字没有发现就一样印下来有发现就改像那个谢谢您假如说拿到后面的那个都版比较正确错字比较少那我们也了解说都是以我们要了解真理的角度为出发点。我们印书面资料当时讲的时候也没有说要印这个是我们听的这个前贤发心他从听的那个里面一个字一个字把它打出来，然后打出来以后再寄给我们看，我们看了以后说我帮我公交都自己怀疑好像没有讲到这么好那看到文字以后，因为文字可以慢慢看，不像听了一下子就过去了这个看的呢可以好的地方你可以一看再看那听的大概就听了就过去了所以说书面资料有书面资料的那个利益所在那听的也有听的啦。假如说或者都鼓励，因为契机很重要在契机想讲跟想听契合一下这个很深入一讲呢真的是很契入真理因为我们自信这个无底深渊足深的你更加整的一个还有发挥的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这个了解说越想研究呢越有那个智慧出来真就是这样呢，你愈播就愈有味你若播到拢有味那个得这心的得到就很多。所以在释迦牟尼佛讲那个受不见物有如非，就是咱咧修道修道拢平道对无你有走敢若路财这个道好辅道平道，较
它是护道还是平道？都护道。护道道不那个修起来的道啊，道不是道。那个道啊就已经不是真正的道。所以你有这个奴卑，就等于你已经不平等，已经呢有阶级了。你高人一等，你有服侍的人，又不是成佛，佛呢才有一个服侍的人，像阿难啊，服侍啊释迦牟尼佛，就这一个。我们现在拢有一定的人，在边啊咧服侍，所以佛讲那样就是说不敬了，不敬的话呢，就是非法言正法，法唔对你拢讲的是对。我们最怕，我们现在末法时期就最怕那个乱讲，讲到我们都不能分辨了。真的，我们现在要有那个上等智慧很不容易。像或许时常讲的那个达赖喇嘛跟那个圣严，跟那个我们台湾那个佛学博士在对谈，各位就要了解到那个很微细真的连那个主持人他也不知道那个什么意思，是我们有分析以后我们才知道。当然达赖喇嘛都一直听他没有讲然后我们那个佛学博士理论很长篇大论，结果达赖喇嘛就把他打断，就举手，那个佛学博士请他讲，说我可以问问题吗？你看是不是很平常？外塞问问题，永好解说，不，第一次的时候，他说等到我讲完了你再问。各位可以从这话，等到我讲完了，我相讲完了法相，有我有法就生灭了。达赖喇嘛他这次有举手，他说问题是你讲完了，我都不知道要问什么。以我们普通的脑袋瓜来想，这达赖喇嘛记有够歹，都是过去尔，那是袂记的可是那里面有那个契机在。刚才我要问的，刚才过去了，所以他强调是当下。我们不讲的话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学问可是我们一分析了以后，就了解到，达赖喇嘛表现就是我们要活在当下，没有我，没有法，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他没讲可是把那一个很明显表现出来。然后我们那个佛学博士没有体会到这样还高篇大论一直在参加。那达赖喇嘛也没有再说话了，就这样，就下来一鞠躬。那我们看出什么窍门？什么也没看出来。或者在想，电视机有50几个国家实况转播，到底几个国家看不？有几个国家看得懂？我们不讲的话，会解解。假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场面，不解说，我们知道它的意思吗？知不知道？一定不知道。正常的现象等到我讲完了，你再问。问题是你讲完了，我都不知道问什么，这个有够普通的啦。可是它里面学问就是最高的。所以像我们研究《金刚经》，第一分都是周一持钵，入舍大乘起持，都是表现了那个日常生活的琐碎的事情。我们一般解说都讲述生活状态，可是它竟然就是最高的
那个佛法，佛已经成佛了，他还自己周一持钵，入社大乘起时，表现佛不住在佛像，佛没有我相，然后1250个人做好了，佛一个字没说，没有法相，然后这个入尘起时回来这个换食器收一钵，然后洗诸以呼咒而咒，离开非法。所以从无我、无法、无非法，我空了，法空了，非法空了，整个呈现就是佛性本体我们再看个几年我们看个几生能够看出意思吗？要个伫咧时时周一直播，我们在下一生来时时周一直播，然后我们经过了1、2、14以后再来看时时周一直播，会知影意思未？都食饭食饭就穿衫来分会知影意思未？我唔知啦。所以那个真的是身教，佛要传授最上乘佛法，不用言教，用身教，就表现无我，从31生一直到68岁讲经，你看经过几年，就那么久，每天在实践，袂使讲呢，我都伫咧示现互你看。安尼就有偶像，搁有画像对无？无啦，拢无。点点这个讲经的时阵就开始有这个情形出现，安尼啦，一直连续，比那个楞严经还要早，因为楞严经是63岁。将近呢已经68岁，所以又比那个楞严经早，晚了几年，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那个视线是我们后来加上去要了解的状态，说佛在视线，那佛本身他没有那个心态，说我要视线，没有。他是要教我们最上乘佛法，所以我们就了解到教我们最上乘佛法不在于言谈之间，所以无讲话迄上去嘛，所以那个我们最有名的那个拈花示众有没有？那个大梵天王送他那个花他提起来直直念。拈花示众，然后那个叙述说人天百万，望之所措，唔知讲伊咧创啥啦，就点仔直练，讲话唔讲，干那咧练咧花啦，各位浅显，练咧一字互咱看，咱知咧创啥，咧点咧绿花真水，知不知道？还不知道。所以我们有一些那个自古以来就安尼想，这个释迦牟尼佛一度明心，然后悟道，安怎悟？咱敢唔捌看天顶的星？咱搁看，有悟道无？有没有？咱咧看有看到天若较清的，星就出来有悟到了，悟到了，有没有？也从来没有细思说怎么悟。然后那个古时候大概在西元700多年的时候不是有那个一指禅吗？这个来悟道，什么是道？各位前辈，在毕业一年互咱看有。什么是道？什么是道？
所以那个叫无言之道。他说以往都真的靠体会像说有一些以前很多那个都挂单的和尚他呢就是没有一定的地方住，然后问道，然后到一个寺庙就找那个主持，说都什么你讲道是什么你告诉我你不会不告诉我，我要到别的寺庙去问。那主持不回应啦，对吗？点啦，伊就点直直等，你未响好，过来把经，然后活咧就行，然后那个主持就叫舍利就是修道人啦，伊讲叫舍利转头，那个主持问他为什么？你为什么滑头？安尼你悟未？咱若滑头的鬼嘛，讲是啥？对吧？可是他这个一转头他问他为什么？你为什么转头？这个就是道，你转头这个就是道啦。什么是道？你的回应叫修道人，你回应那一个回应就是道，是不是爱解水咱才会知？这卖解水你看那点舍利个舍利咧几年嘛，还搁咧舍利，嘛还搁伫咧修道所以我们了解到，你能够体会到一个，那你全部把它连起来，全部都通了。我们一个一个说了就是那个一指禅，什么是道？就是比一只手一个手指头。那我们要了解到，它比这个一只手指头谁看到？像看的，就是我们的佛去看它这个一个手指头啦。所以这个就是道你看嘛，较早道就安尼，什么就道安。以后有人问你的话，你嘛甲我讲什么叫做道？所以那个叫领悟就是我们那个佛性看到了，看到这个一个手指头。然后我们呢在教拈花示众，那拈花示众一堆花是代表人完成所有的万象，完成所有的万象伊把万象提出来，大家在佛性眼前大家念，大家拢讲这是咧创啥？大家舍为什么厚颜微笑？各位了解了吗？这个拈花的花是代表完成的动向，所有的万象拢用这粒花代表。像看到，那个看到或者是要表现这人看到迄个人，你看到你看到迄就是你追求的啦，有够欠，有没有？但是就是要解说啦，你莫解说，你干嘛点直直练一年，互咱看，咱嘛唔知咧练啥。解说咱就知，原来甲迄蕊花代表所有凡尘的会抵挡的万项物件万象拢用这蕊花代表。看到原来那个我看到。那个我就是道的本体啦。你看有简单无？不简单？安尼会晓无？后日人若咧问咱若拄手边有花，捻互看，捻互看，讲道就是啥物事啦，安尼。然后再讲夜睹明星，你看到天上的星星
谁看到？哎呀，你知影有星，就是你有星啊，无你哪有星？哦，你看到天上的星星，星代表华神的所有万象，你看到了，那个看到就是道了，就是领悟这个了。奇哉奇哉！大地众生啊，既然如来智慧德性，全部都有了，皆因为妄想执着而证得，安尼啦。咱有妄想执着无？咱干那这两项的啊，妄想跟执着。咱若卖妄想执着，都明明我都看到星啊，佛看到星，咱嘛看星，咱敢会看到比别项去？会不会？不会啊，一样的啊。所以佛领悟跟我们领悟是一样，只是说我们没有用心啦。我们是以为无遐简单，本来就遐简单。修愈简单，愈修越成。你若愈复杂愈修越成啦。所以要简单。简单要明了。了解我要追求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这个佛性伫我身上，伊敢有走去？无啊。他有没有走开？没有啊，很亲切啊，都跟我们在一起，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呀，时时刻刻都在。我们一定要回光返照。你心外放了，你当众生；你心收回来，回光返照的，你成仙做佛，有简单无？今个世间伊发明物件就是要生活啦，要生活要赚钱，对不对？就发明很多新奇的东西呀，让我们用。你看了你就想买，你想买它就有钱赚了，对不对？所以都是引诱我们精神外放。拢中计了，咱就给，就变中间啊。那假如说我们可以回光返照，把精神都收回来，你集中了，精神集中了，这样啊，我们就了解到中了，天下之大本，德就是中，中就是道，所以遗之渺焉啊，浑然中处。我只细粒子啊，但是所有的拢伫我这细粒子内底。孔老夫子说的，就在知一本先而尚未知道，所以或者说我国语校就无读啦，但是恁读到大学，侪拢无读到我读的物件，我读的恁拢无读到，因为我学的都是生命中的大事。恁学的拢是要来吃头路，要有那一张文凭，才可以啊，录取。我不要啊，我不需要，我的是要找出啊，我们生命之中的很重要的道路，他告诉你大家要追求这一个道路。所以我们呢跟凡尘的一些大法师他们的方向就不一样，因为大法师呢都还要人家供养，他要供养有一些法他就不敢收，不像我们呢只要是符合我们可以修正成道，可以回归本位呢我们就努力的把它呢阐扬。所以能以辉华演是正法，那个都呢造罪了啦，断人家的慧命，断灭正华不令久住啊，让这个正华无伫世间，咱法世间所有的接受的就变成全部呢都是那个摩西守天的那个主身呐。那个波旬魔王，波旬魔王别我们的欲界那个六欲天最高的，所以我们很容易着魔啦，因为咱别伊的管辖以下，很容易就着魔。只要你热衷在什么事情你着魔了，以后呢要告诉自己不要着魔。
我们主宰我们的佛性啊，主宰一定要保持我们是主宰，不要变成只刻意味。像我们现在那个智慧型手机呀，发展得很快，已经第几代了，竟然两台卡也都会修通，就想象按那想嘛想不出来，很厉害。所以用可以东西都给我们用了，我们的活性功能作用我们就用，不要变成他是主人，让我们变成客人。现在很多呢，你在外面真的是大家啦，不管走也好，坐车也好，拢在创啥好拢迄台智慧型手机拢伫伊的头前，这个低头族啦。这个参加低头族，有时候这个还不能不会，什么人还会给讲信息条，你看要安怎做？不会。那么以是因缘不知法性，所以我们呢了解到以文字来讲法性呢就是万象万事都是佛性按法性来说，那我们人呢就用佛性来说。以不知故人转生死，多受苦恼，不得升天呢，即正解脱。所以我们要升天以及正解脱都要靠自己努力。若有生之不坏正法，以是因缘，得升天上即正解脱。所以这个蛮重要。若有生之，我们深深的知道。不破坏正法，正法呢，它呢都这个在。那么以是因缘，因为这个因缘可以得升天上，以及得到正解脱。那么若有不知苦集弊处，而言正法，无有常住悉是昧法，这个呢就要把那个法昧掉。以是因缘，以无量劫流转生死，受之苦恼。所以我们了解经典里面的那个无量劫是非常长久的时间。那非常长久的时间呢，都一直流转生死，然后受之苦恼。那么若能知法，常住不异是名知极，名极圣地。假如说能够知道这个法，所以各位姐姐，这个法我们比较少用。那这边呢，这个法知法，这个法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翻成中文叫无上的正等正觉。那无上的正等正觉会用在我们佛性本体的称呼，可以用在一个最上圣的法门的称呼，所以可以两边都可以用。那能够知道这个法，知道我们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常住，永远都在，都不变化，是名知极，就已经知道这个极，极圣地，就已经呢这个极圣地都已经知道。那么若人不能如是修习是名为极，非极圣地。假如说袂当安尼修，就变积，积这迄个业的因，业因我们已经积了很多，我们就要受苦，就要受凡尘的这一些这个挫折一些苦我们就要去承受。那么第三个苦昧地者苦集昧道的第三个昧。若有多修呢学习空华是为不善。何以故为什么呢？昧一切法故所以这个修这个学习修道空华是呢不善。我们了解到有很多我们呢都是进入修道学习
这个空华。那佛就讲，这样就不善，为什么呢？因为把一切都灭掉，一切的华，都把它灭掉，坏如来真法常故，把那个我们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里面，所有的这个真法，它都含藏在佛性里面的真法，都把它破坏，就是修学是名修空，所以我们修一定要方向正确。那么修苦灭者逆一切之外道等，那个苦灭，就是我们了解，那个灭地就是到极灭，那一种状态，逆一切之外道等。肉眼修空是灭地者一切外道亦修空应有灭地，所以这个佛都把那个差别点把它讲出来，说外道它也是一样修习这个空华，可是外道的空我们了解它是已经这个心外起法，那心外起法我们都讲那个就是外道，就已经在道之外，所以就讲外道。我们一看到这个外道就觉得好像它离我们好像好远。其实我们只要心外起法，一样我们也进入外道，道之外。因为凡尘的万事都是我们真心佛性，都在道之中所以没有心外没有华啦，所以或者都会一直强调心外没有华，心外有华叫做外道，道之外，那个已经不正确了。那假如说心外有华叫邪见了，见已经不正，叫邪见。那么若有说言，有如来常，虽不可见，若能除灭一切烦恼，而乃得入。若此心一念得因缘，于知法中而得自在。所以这个佛就鼓励啦，说我们有如来常，虽然咱无法度看到，虽然我们没办法去看见，可是我们的如来常可以除灭所有的烦恼，所有的烦恼有如来常把它去除掉，烦恼都消失了，没有了。然后烦恼消失了，我们就进入如来常。若发此心一念一念，假如说我们能够了解到这个状态，那么于知法中而得自在，知法中就自在了。所以这个鼓励我们我们有如来常，我们要自己进入。那怎么进入？我们被烦恼障碍，所以我们用如来常来了解所有烦恼都是虚妄实在假的，去除掉，没有了。烦恼没有，我们就进入如来常。我们进入如来常，所有万法都自由自在。所以鼓励我鼓励我们进入。若有修习如来密常，无我空寂如是之人，无量世在生死中流转所以有修习如来密常，如来常，无我空寂这一种人无量世一直在生死，所以佛就又把那个很微妙的、很细的那个地方又把它点出来。若有不作如是修者，虽烦恼即能除灭。不是修那个无我空寂。就是虽然我们在凡尘之中有烦恼，可是很快那个急就是很快，很快可以把它除灭。何以故？因知如来密常。这个如来密常已经知道，
是名五昧圣地。若能如是修习灭者啊，是我弟子所以能够这样修呢，是正确的。那么讲苦集灭道的道圣地，道圣地者，所谓佛法僧道及正解脱，那个道圣地啊，佛法僧正解脱，都是呢这个道圣地。无佛无法无僧及正解脱，以此因缘，人转三有。久受大苦啊，颠倒见。这样各位都了解意思吗？因为差别点都是差一个字而已谓无法无佛无僧及无正解脱，差一个都有无而已那以此因缘就人转三有，三有就是三界啦，欲界、色界、无色界，就是25有。三有啊，有因有果，都还记得吗？我们在三有、25有啊，都讲解很多次，还可以记得呗？我那拢点唔点？拢袂记得啊。三有就是三界啦，有就是有因有，以三界详细分的话，25个啦，25有。欲界啊14个，然后色界7个，然后无色界啊4个，都还有印象吗？有没有？我们呢，因为这个时常都会遇到三有25有，所以我们对这个要稍微有一个概念，都知道。那个欲界它有6道。天道、人道，然后这个阿修罗道，畜生道、地狱道、恶鬼道。那天道它有6欲天，就6个。欲界的天道6个，6个最低是天王天，第2个忉利天，就是我们凡尘所说33天，然后再上去摩天，再上去多帅天，再上去乐变化天，最高呢他化自在天，也就是摩悉所罗天啦。摩悉所罗天或许魔王所住的，他实以他化自在天管辖。所以最高我们欲界的天最高，摩悉所罗天。所以我们都是摩迦摩尊所以只要稍微不小心，我们就落入摩迦摩尊的范围。这个已经有6个。然后我们人道有4大部洲，就是东神州、西牛贺州、南赡部洲、北俱泸州，好不好？咱住伫倒？咱住伫南赡部洲，讲这个红尘盐湖提，所以这个有4个10个，你看6欲天，然后4大部洲10个对不？然后阿修罗道，畜生道、地狱道、恶鬼道14个对不？所以我们欲界有14个，然后呢，这个色界它有初禅，就是这个已经呢离开我们三界进入到这个没有那个生死，没有6道生死的回初禅，然后大梵天，这个印度很奇怪，他们修道不会去理天，他们要去大梵天他说梵天是他们的祖先，大梵天。所以初禅、大梵天、2禅、3禅、4禅，然后5净居天、无想天7个，这个界有7个，然后在无色界有4个四空天，空边此天，然后4无边此天，无所有此天，非想非想此天4个，然后14个加7个加4个25有，
我们三界的详细说呢是25有，按三有是讲三界，按南亚宝，是在一起说啦，要我们都能够稍微有一点概念，听到以后知道这就是咧讲咱大的所在三有。所以啊，我们假如讲没有佛，没有法，没有僧，没有解脱，就一定呢在轮转三有，在三界一直轮转，就是六道轮回，厉不厉害？只要我们说讲无佛、无法、无僧、无正解脱，这个因缘你得伫个六道轮回。所以讲的我们讲话很容易，对不对？可是你要讲这个话你看那个业报都互咱六道轮回，各位愿不愿意六道轮回？买来艰苦啊完成啊不要久受大苦啊人转三有，久受大苦，是颠倒见啊。我们都颠倒了，所以我们在凡尘见解非常重要不能颠倒见。那么正见正确的见解为如来常住无变正确的见解就是呢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常住然后无变会变化，法身解脱亦复如是。所以那个如来呢就属于佛然后法跟生跟解脱也都是一样，常住无变然后成此一念以无量世自在果报就可以得到自在。所以我们了解到只要我们有这个念我们说这个如来常住不变，法常住不变，生常住不变，解脱常住不变。安尼有这个念头无量世就是不管我们在凡尘多少生多少世都可以得到自在的果报自由自在，随意而得随意就可以得到。何以故我以往昔以四导故非法即法，受于无量恶业果报。我今以昧如是见故成佛正觉，是名道圣地。那个苦集灭道道圣地。若有人缘三宝无常，修习之见是希望修非道圣地这若安尼讲伊就是要入无间地狱啦。所以若人讲三宝无常你若修安尼就是拢假啦，安尼是道不是道圣地。若修是法，是常住者，是我弟子。可是我若修三宝是常是真实修这个是道圣地就是佛的弟子真见修习四圣地法就是苦集灭道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这个礼拜这个或许都讲到没声音那有这个5位前贤都代替或许讲讲了1个小时又5分钟或许都很感动因为真的是这个硬撑过去很难撑得过去的一天那几分钟的就快过都讲不出声音来今天已经比较好了，可以讲都已经讲1个小时又20分钟了有的又有人要这个心得分享吗？拢无爱
应该要逮到机会啊，讲好有机会通互我讲，好，我来讲我的迄个好的所在，甲大家分配啦，互大家知影，这个好的修持方法也要这个给所有这些人知道。然后我们这个接着就讲示导品，这个第11，佛告呢迦叶，为示导者啊，于非苦中呢生于苦想，名曰颠倒；非苦者啊，名为如来；生苦想者，谓之如来无常变异啊，名大罪苦。所以这个示导颠倒了，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非苦中啊，生于苦想，非苦啊的如来拢袂苦啊，咱想讲如来足艰苦的安尼就是颠倒，讲如来啊，讲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呀，无常变异啊，就是一直在变化，这个名字大罪苦，不了解啦。各位贤贤，我们佛性啊，会不会受苦？会我们假如说造了很大的恶业，到那个三恶道去啊，那个是我们现象受苦佛性都不会。佛性啊，它没有形象，所以啊，没有一切遭遇，没有也不会饿啦，也不会冷，也不会热，它也不会受苦，它也一样的，它也不会受热，不过它的热啊是没有对待的热，那个要体会，真的很殊胜的那个境界叫常乐我净。那我们假如说进入了常乐我净啊，不管你处在什么样的现象之下，都是逍遥自在，所以才有那一句话：我不入地狱啊，谁入地狱？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就知道文字很好，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你若太阳放火，你当然就要入地狱啊！所以啊，那个等于是精神都没有发挥啦，是只有在语言文字上而已。那真正的你修正到常乐我净啊，不管你是在哪一个环境之下，你都不会受影响。像这个三恶道啊，那个是一些造业的人被压到那个地方去现象。那假如说我们是在修正以后去呀，这一个地方所在，那个是要去度化那个地德那个众生，因为受苦时候的众生啊，他最容易受教。我们人在环境好、有钱、有社会地位啊，我们是最不受教。连我们佛老师都交代，说我们这个地区啊，就是我们这个台湾地区啊，我们台湾地区的众生啊不受教，听了都很难过。干嘛呢？没了应该是很少数的啦，可是啊。那个先我介绍在国外的时候啊，交代的是回来告诉我们这个台湾道亲啊，说台湾道亲不受教，可能有那一种现象，环境好了，环境好了就摇摆了，摇不摇摆？唔讲，生活底拢有跟我们以往讲这个心到初闻受益端，老到久而好自专，有没有这样？
新旧道的时阵，哦，那有这个初闻所以拢冇听到。即马这个老道久而好自专，伊家己想要安那就安那，有没有这个现象？老师说的是要我们这个反省探讨。肉言如来舍此苦身入涅盘，如心尽火灭，是名非苦而生苦想，是名颠倒。假如说如来舍此苦身入涅盘，讲的这个如来，如来没有形象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文字一出来了以后无跟真理无合，如来没有形象为什么会讲如来舍此苦身然后入涅盘？敢若袂输的讲安尼，咧苦袂紧走入涅盘，不是那个样子的。好像呢尽火灭，咱咧沏迄茶。行甲拢无是名非苦而生苦想，是叫做呢那个非苦。我们呢佛性没有苦，然后生那个苦的想，是名颠倒，已经呢就是颠倒，乐生苦想，名为颠倒。乐则即是如来，苦则如来无常。这个乐如来没错，然后苦如来他不会无常，若说如来是无常者是名乐中生于苦想，那个呢都不正确，无常常想，就是凡尘一切都无常，我们把它呢固定化，常想。常无常想，是名颠倒。然后我们佛性是常，然后我们说迄也无看，拢无常变，安尼就是颠倒。无常者，名不修空，不修空故寿命短促。若有说言不修空即得长寿者，是名颠倒。所以无常就是叫做不修空，无常呢，它都在现象之中一直呈现，所以它不修空，因为不修空寿命就短促，还短，若有说言不修空即得长寿者，是名颠倒，不修空即可以得到长寿，迄种颠倒，那无我想，无我想是名颠倒，所以这边这个我们要了解到，这个世道，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完成无我本来呢，这个身体是天地的物质，本来就无我，我们把它想说这个就是我，可是没有百年不在了，无我了。然后无我想，就是如来，然后我们想没有形象，想说那个是我，就叫做颠倒。世间之人欲说有我，佛法之中呢，欲说有我，我们世间呢，也说有我，然后佛法呢，里面也说有我。世间之人虽说有我，无有佛性。我们的身体虽有风土所有风土本身没有佛性，师则名为于无我中而生我想，是名颠倒。在身体我们所有风土的身体没有我。那么佛法中呢，佛法中有我，我即是佛性。那么世间之人说佛法无我，是名我中呢无我想。所以就都颠倒，都呢不正确。那净不净想，不净呢净想，是名颠倒。净者即是如来常住，
非杂食身，所以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呀，不用吃饭，杂食啊，就是要吃饭，所以啊，我们这个所有风土的生理呀，要吃，不吃就没力道了。那么非烦恼身，非是肉身，非是筋骨，细骨之身，所以我们了解，那个境啊，就是如来常住，它没有杂食，它没有烦恼，也不是肉身，不是筋骨细骨的身，就是我们的法身，那个是如来，这个呢，是一是道品。那接着呢，就讲这个12如来性品呐，迦叶白佛言：25有，有我不也？在25有里面啊，有没有我？佛就回答：我者即如来常矣。一切众生啊，悉有佛性，即是我意。如是我意啊，从本以来，常为无量的烦恼所护啊，使众生呢不能得见。如家中藏宝，家人不知。如来普示一切众生，知觉宝藏。所谓佛性，一切众生啊，见是事矣啊，心生欢喜，归仰如来。善方便者啊，即是如来。真经宝藏啊，即是佛性。所以这个迦叶呢，就问释迦牟尼佛说：25有里面有没有我？25有里面有因有果啊，那25有里面有没有我？那我就回答：我者啊，即是如来常。含藏，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啊，含藏啊，那个我，那一切的众生呢，悉有佛性，所有众生啊都有佛性，所以等于回答一切的众生啊都有如来常。那么如来常即是我，我即是佛，我即是如来，所以如是我意呀，从本以来。这个我啊，从往昔很早以来，常为无量的烦恼所覆盖。这个我啊，拢去这烦恼给咱看掉了。是故众生不能得见，我们众生呢都看不到，看不到这个我。好像家中藏宝，家中呢有这个宝藏，可是啊，家人呢都不知，不知道。那如来普示这个如来呢，就释迦牟尼佛，就是告诉众生啊，一切的众生知觉宝藏，告诉我们那佛性，这个知觉宝藏就是佛性，我们的佛性就是我，就是如来常，一切众生见到这个事以后心生欢喜，心里面产生欢喜。就归仰如来，就归到我们的这个不生不灭佛性体了。善方便者，即是如来。我们能够呢，这个善方便，所以要了解，在凡尘能够达到目标，能够知道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那个就善方便。那这个就是如来，就是真经宝藏，那就是佛性。这样了解意思啊？所以佛用那一种迂回旋转的方式这样告诉我们说25有没有我？我们刚才所说的25有没有我？所以不晓问的意思是要我们深入去探讨那个25有里面没有我，因为它有因有果，有因有果。那这边为什么迦叶问25有没有我？所以佛回答说里面他没有说有我还是没有，他说
我就是如来藏。那我们的如来藏恒常万事万物，可是，在凡尘现象，在25有里面现象。那现象以后啊，有没有我？有没有？所以各位同学，这个就需要我们用心啦。为什么？因为你回答有不对，你回答没有不对。所以当我们了解说佛为什么要这样迂回的来讲，就是告诉我们说，在有因有果，你不造因不受果的现象之下，里面没有你。可是啊，万象万事啊，是我们佛性所呈现，里面有你，这样有还是没有？有一次所以各位前贤，我们在研究这个性理心法，就是要了解它不走入两边嘛。所以那个六祖坛经啊，那个神会，神会不是一个小孩子嘛，才几岁而已啊，然后就跟六祖在辩啊，讲你到底是有看到你的父亲啊无？然后六祖就打他了，有没有？我讲你是会听未听？所以他那个问题他说见不见啊是两边，痛不痛啊是什么？你假如说是见不见是痛不痛，你就是凡夫。你没有见不见，没有痛不痛，你就是进入我们真心佛性。安尼捌无？捌无？好不好？没有？我们一定在凡尘都见不见啦，对不对？然后我们见不见，全部把它吸收。我也见，我也不见，全部在我的见闻之中。它没有两边的，见不见我全部在。痛不痛啊？我全部在。因为你痛一下子过了啊，就不痛了啊。所以痛不痛都在你身上。痛不痛全部都在，见不见全部都在。是不是在中道之中？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不能落入两边啦，落入见不见你永远没完没了啦，你讲袂得啦，不讲袂顺车啦，搁较讲嘛，还搁咧整阿妈滚引导这一条。你若见不见拢共款伫我佛性内底。痛不痛有啦，拄则听即嘛无啊啦，痛不痛？痛也不对，不痛也不对啦所以已经我拢伫咧身躯内底，所以我拢伫中道内底，我拢无两边。你看六祖那有轻轻一个动作，伊甲拍，伊讲问六祖有没有看到佛性啊伊讲我有看无看是我的代志，你是讲我要创啥？讲我打你是痛不痛？你回答痛不痛，你就是凡夫。所以我一看到这个真的是很好的一个教育方法。就是要你走入中道。你不能落入两边呐。你落入两边，永远都是在争执。那我们都是很快变化。你见不见？有看我无去也无看，是不是一时就变化？你的痛，有啦，拄则痛到要死啊，即摆都无啊咧，是不是痛不痛拢伫个？所以你要了解到，见不见、痛不痛，那个都是两边啦。你痛不痛、见不见都在你的佛性本体之中。痛不痛、见不见，全部在。全部你都具备呀。你要怎么说？你有了解无？有了解无？很有意思所以咱研究心理学绝对袂讲听无聊，不会当你若安互你安尼了解讲安尼就是道后日你就足好用的。人甲你问讲，哎呦，你去求道你咧修足好，你讲来听看卖，安尼。
一定会嘛都不用说话。这个又不落入两边啦。你看佛性看到的对不？讲的什么不管是什么款的语言文字，什么样动作，都是佛性见到的。那佛性见到以后，你能够深入，你能够研究，原来咱安尼规个充满规个虚空，拢是咱的佛性。所以或许为什么会时常讲，若无所见即是真实见的如来；若有所见是邪见，有无？为什么会一再讲呢？因为没有能见的我，没有所见的法，已经没有能所了。就规个整个都是如来，整个都是佛，是不是即是真实的见如来，有无？就你看到你，只要你看到啥拢如来是不是时时刻刻都是如来？无所见，没有能见，没有所见，就是已经一体了。那一体没有两边，所以整个全部虚空、全部形象都是如来。你有没有真实见的如来？没有，那个体会不出来，过一解。没有能见的我相，没有所见的对方，没有能所没有能所就是一体，一体合作会我们呢要了解说心跟境已经一如，我的心跟环境拢合作会，环境就是我的心，心就是环境，已经合作一体合作一体是不是无法度分？无法度分到规个不管是环境还是不管是我的心，规个拢是如来，规个拢是佛，容易嘛？有无？真实就真实的，迄拢无骗人，真是看到如来，因为看到法界，就见到没有两边的，没有对待的，已经就在我眼前，就在我当下，是不是最亲切的修道方法？对不？拢时时刻刻看出来时时刻刻拢甲如来做伙有亲切无？所以咱唔免讲安那去对去立你就只要回光返照，你规个转来中间没有能手，就全部都是佛，都是如来，很有亲切，很亲切的啦。所以不困难。咱坐了有价值你所以或许也很感动啦讲哎呦，我坐来听头一句就听无，2点钟佫坐到拢无拄久，迄真是功夫呢。那个功夫没有练还做不到嘞。你一句就听无，你爱坐2点钟迄功夫练啊真好。大拢安尼千锤百炼出深山。烈火焚烧肉等死，有无？浑身碎骨全不洗，留得清白在人间，有没有？来拢千锤百炼，拢为咱的深山为咱的仙出来然后烈火焚烧坐了一句听无，安尼坐2点，肉等闲无代志。浑身碎骨全不洗拢已经拢是无要紧，留得清白在人间，修成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修道很有意思的只要你努力进入我们的性分那个真的是你会越修越高兴之前我就讲，你半夜睡觉盖着棉被都会偷笑，我们道亲都不是还有翻来覆去安尼拢这个烦恼一大堆方法对的话拢会偷笑，这气呢，还有我咧欢喜什么？欢喜讲会当得到会当修道这么高兴的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25有里面有没有我？
所以那个迦叶又不是笨，他为什么又问啊？我们念过以后，我们都知道那个25有因有果啊，才不是我嘞，我才没有嘞。可是他又问为什么25有啊，有没有我？所以可见他这样问啊，有他的深意在。因为以后他是希望第一代的祖师，28代嘛，他第一代，说他以后要教人他教人的时候，他不能有疑问，他自己都要肯定答案，所以他不知道的赶快问，赶快问释迦牟尼佛，所以佛他回答，你看他回答不是很明显，有没有？不是的，你看佛即是如来藏，你俩无障啊，无安那他怎么又跑到那个地方去了？然后佮讲一切众生悉有佛心，一句的讲下，越讲越偏，然后那个如来藏佛性即是我的意呀，那么这个意呀，从本以来，从很久以来啊，就常为无量的烦恼所覆盖，看不了的啦，无出来，拢无出来。所以咱众生啊不能得见，就讲，看到咱家中藏宝，家人不知，然后如来普示啊一切众生诸劫宝藏，是佛性，如来普示啊我们佛性，那一切众生见到这个事以后啊，心生欢喜，就会归养我们的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还一下10分钟，有没有问题要问？好，请说。但是这边先请问说，在一个因缘聚会看到一道青刚往生归空。他深浅对真理的认识不透彻，他眼睛7分闭，嘴巴没有闭起来。那有疑惑想要请教刘讲师，他这个显得这个像是在告大家什么？眼睛没有闭啊，就是那种西巴唔完开，他嘴巴没有闭起来，是想要说话，想那个恭维啊。那个就看他家人的体悟了，说我们一般假如说这个所处的环境那个事情都还没有做完成，所以他眼睛就不愿意闭，还有家人还没有回来，他还没看到，他也不愿意闭，然后他有事情要交代，家人都没有去尊重他。他一直想说，所以呢，嘴巴又呢，还没有闭起来，所以我们要了解到现象他是在告诉他的家人，他的生活之中呢，并不是很容易就是讲过甲，不是讲照顺伊的意思来过生活，就是讲安那过了呢，有一点呢，无甘愿，无啥甘愿，有一点那个意思在。还有一个，请问梁老师，你以前讲解谢谢你中提到说，我们已经经过北捷的事，那听你在北部王师佛卡讲解《金刚经》里面有提到，一般社会的士往生，经过7749天后，土地公会带着亡灵通过阴阳河，那时候亡者才知道自己过世了。那有疑问就是说，在这49天里面，亡灵不知道他已经过世了吗？那假设说我们有求道、修道，又有研究心理心法，启发我们的真心佛性，我们直接回归本位，就不用经过那些过程，是吗？对，因为我们这个求道以后最重要就是我们有表文，那表文一升天那个地府金的满挂
我们那个生死簿啊，名字已经划掉了。然后我们在凡尘都没有求到，他呢这个归空了以后，我们要了解说一口气虽然不来，可是我们大士阿赖耶识还在，还没有全部都离身啦，没有离开身体，所以那个时候啊，家人呢都有那个言行呢，那个死者都知道，所以最好在那个时候，就是家人不要哭了。哭会让那个亡者啊走不开，舍不得走了。那一方面我们也要了解说，虽然那个一过世了以后英美就进入中阴身。那这个中阴身我们要知道7749天都是中阴身可是有的中阴身它在凡尘。假如说一点善事都不做，那他过世以后没多久他就已经不能动了。虽然有中阴身也不能动了。那假如说在凡尘他有行善又有布施，心地也很好，他的中阴身就可以自由自在。虽然说已经过世了，可是他又可以要到哪里就到哪里，可以有那个自由自在的那一种状态之下呈现。那我们求到那更殊胜这个归空了以后就可以归到我们的那个圆满。尤其有修的话，那更理想我们呢可以回归到本位。那我们要知道说这个都不能说空口说白话，一定是你要本身实际的作为这个有行善的，他的中阴身呢可以自由又可以这个我们了解49天之中他可以随意而往，去倒伊就会再去倒。那我们一般大概都没有办法到这个程度了，都会这个真正的一断气了没路可以走，所以或者会讲说我们这个一断气了就紧张了，不断气都没关系啦，断气就紧张，没有路。我们你看我们现在身体好好的，走东往西走自由自在，可是那个我们要了解说一断气以后那个已经都不行了啦像或许这个前几天这个不省人事的时候这个一步也没办法走了那个就真的就是可以体会你一步也没办法走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那个修正非常重要修正让你的这个佛性又可以，虽然说已经身体不行了，或许都很奇怪。那个进去那个急诊室医生就赶快照超音波，看到我就挤成一堆要成一堆，然后又又黑质发炎，医生就说赶快，这个已经那个扩散了。里面已经扩散到肝了，扩散到肾了，很严重了，要马上开刀。我那个时候我都很奇怪，我都不省人事竟然医生在询问说这个他家属同意他家属阮厝的人，他唔知多一个要做来挖了开刀很紧急，我说不要，我都唔知人我都会不要。加在不要，无一声来要倒一个开了飞地的楼真恶改调倒转来，很不容易调回来所以那个主治医师他就打抗生素，本来都是要一个疗程才打，我那个时候就马上打那个抗生素，还不知道打几支那个点滴里面的抗生素，然后再拿新的来打抗生素，
我喜欢吃饭了，我都不知道了。然后已经在病房，后来清醒过来。清醒过来的时候，39度2，40度我都不知道了。降下来到39度，一样又经过很久时间都不动。虽然点滴一直打都不动，然后就那个精油抹了以后，1度，1天之中就降下来，然后隔天那个主治医师来续航，我就起来跟他讲话，怎么这么神奇？人都要死啊，怎么叫我比较好？压我肚子，因为5脏6腑都挤在一起压我肚子，我说不痛，那不痛，我起白了呀，不痛，不你这么多咧听，看，怎么我来？所以那个主治医师很迷惑啦。伊讲重讲已经唔知人，即摆哪会好到靠家己的叮当。然后说旁边很多那个实习医生就问那个主治医师说再检查一次，那个主治医师说不用，明天就这样的话就出院。所以进来很挤一挤的时候5脏6腑挤在一起，已经都什么扩散很严重，然后第2天说没事，第3天说出院。这个真的没办法想象在无意识之中我竟然也会回应，我说不要。后来他们跟我讲，我在回想，干嘛呢？是我想的吗？我都不知道人我从进急诊室到病房，这个中间怎么经过我都不知道，但是伫个病房我就知伫厝的还那个叫救护车我都还不知道，怎么到急诊室我也不知道，都不知，都不行的意思。我讲人若要行嘛真好势呢，安尼莫甲我救我气就好啊，就走了。我说不行呢，这个上圣佛还没传完。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前贤大德，不学占道天师得了千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前贤给我机会学讲。我们讲到第11页，这个女性品对不对？好像讲到底下了第6行1、2、3、4、5、6，如来为度界众生，这边吗？如来为一切众生先教导众生修无我法，就是先教这个众生修无我法。那么如是修以永断我心，入于涅槃，为除世间之妄见故，就是开始教导这个众生修无我法，就是我们的身体是4大假合，身体里面没有我，先我们看这个清楚说身体没有我，那如是修以就断掉了我以我为主见的心。永断了这个我心，进入以涅槃就是不生不灭，没有我心了以后进入不生不灭，就是已经进入我们佛性本体了，
不生不灭。那么为如世间之望见故，因为我们有身体以后对凡尘的所有一些这个知见都蛮强烈，认为呢就是真实的。不知道呢，我们身体面对的所有这一些产生的知见都是妄，都不真，都会变化。那我呢要除掉我们这些在凡尘的妄见都呢把它除掉。它能除掉以后就可以进入涅槃，可以进入呢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护世世间即我，就是又呢开示世间在算计我虚妄呢非真实故，就是我们凡尘的讲说我都呢虚妄，都不是真实。那修无我法清净的身故，无我法清净身呢，身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的，就是法身。那么未修呢空故，就是我们的涅槃的佛性本体。那么说言之法悉无有我，说呢所有万法里面都没有我，万法无我。以断呢妄见故说如来藏。我们断掉所有从身体产生的见解，那么这一些见解都不正确，断除了以后这个如来就讲如来藏。我们的佛性本体含藏万事万物，我们的佛性本体非常的宽广，非常的奥妙，非常的深邃，加清就是如来藏。那么比丘呢不应生怖，就是修道已经进入穿袈裟的比丘呢，不应该呢产生恐怖，这个都是正确的这个观念。那么应自分别如来秘密不得不有，就是要了解到我们那个佛性之中那个秘密，就是没有公开公布要了解到这个不得不有，就是要呢有所区别，跟凡尘的有形有相不一样所以在这个以往释迦牟尼佛那个朝代，所以说要听到呢这个佛性本体非常的难得，所以才有说只要你听到我们的佛性本体常住2个字就可以升天就是很殊胜。那我们现在呢可以了解，都可以很透彻的知道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一切众生不能亲近善知识故，就是我们一切众生不能够呢亲近这个善知识这个善知众生根器善是回天之路这个善知识，那能够呢当这个善知识就是呢都能够透彻的了解心理心法能够明心见性能够到佛的程度他才称这个善知识。那我们呢众生不能够亲近善知识所以这个知见的方向就不很正确。那么虽自有佛性皆不能见善知识会指点会指导我们看到我们的那个佛性每一个众生都有
每一个众生呢都是佛，可是因为呢不知道没办法去了解，所以就没有办法成佛所以我就讲，所以自有佛性皆不能见而为贪嗔痴之护蔽。我们被我们的那个习性贪嗔痴的这一些习惯性所覆盖蒙蔽所以我们了解每一个都有佛性因为太这个贪嗔痴太强烈因为这个贪嗔痴强烈覆盖蒙蔽我们的那个佛性故呢堕地狱畜生恶鬼就这个堕入三恶道所以我们了解说不知道有佛性不知道我们就是佛那为了贪嗔痴那个是我们现象之中的引诱我们有现象有身体了就被引诱了，被贪嗔痴引诱，我们就贪嗔痴，然后造了很多的业，就堕入了三恶道，所以都是很冤枉堕入三恶道都很冤枉。那我们就是要清醒，要了解贪嗔痴佛性没有，佛性没有贪嗔痴我们就是要研究透彻了解。各位都有拿到那个形而上知道，因为落入文字了就可以慢慢看，慢慢体会各位先生一定要看那一部是《十以道德经》呢这个54章道贵贵道贵那或许之前讲了以后道经很有心一个一个字把它写下来，然后写好以后这个寄给后学看，后学看了以后都很惊讶，我搞完过都很惊讶，说怎么有说的这么好然后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在讲贵道章因为这个太深入我们的法性，太深入我们佛性本体所以因为比较我们少阐释这方面所以听的就可以说全部都听不懂因为听不懂然后又不能走开嘛就坐着就点头了就点头或许一直问大家都共同和了都不回应当时并不了解说是在打瞌睡是后来这个前学有讲还有大家都拢在困眠法度给你引就是这样所以接着那个在34讲35篇也讲，然后在台北又讲一章另外写的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特别又加强这方面的印象，所以各位一定要看那一本形而上谓之道，因为有书面资料可以慢慢看了以后慢慢再反复回来再看不知道的时候还可以问那个真的很殊胜讲的对我们修道来讲非常重要，你透彻了解了绝对成佛了，绝对成佛绝对没有问题所以要对自己产生信心要对自己的佛性加以认识要知道我们佛性认识了以后产生的力量很大平常我们要去求别人的我们对佛性了解原来是求我们的佛性就可以，我们佛性就有办法解决这些困难所以呢
我们一定呢要深入研究，研究以后对自己的佛性可以说有把握，完全都是在讲形而上为之道，形象的上面没有形没有相，没有形象，没有形象，那个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各位就可以看我们的佛性本体竟然这么宽广，没有形象就是佛性本体，它不会变化，也不生也不灭，也不会饿也不会苦，很逍遥的。那我们了解了以后，我们可以只要你有困难，就要求佛性，要求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它就帮你解决很多事它帮你解决。像我们比较这个古代一点，说很古了，几十年前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很的整个社会通塞着荡妇就是你不顺他的意他就用那个符令来害人，有没有？所以佛学教各位，假如说你用谤符我们要知道谤符外功力它不过是追生所学的。我们佛性的功力有几亿万年，它没有办法胜过我们的佛性本体。所以你若予人谤符第一个先集中精神，你若行分散，符才有作用你的神分散了，那个符会作弄。你集中精神了，集中精神就是道，集中精神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这时候它可以拼除所有，不管你再怎么强的符都给拼除掉。这个都无够看，咱咧过来1万年，伊迄只几十年尔，迄符拢无效。所以第一点，你家己爱心定；第二点，心唔通散。神，我们的精神不要分散。你分散符才有作用。你不要分散迄符都拍袂入来。各位先生，因为我们人有时候真的很恶劣人哪咧真有名真风光，就嫉妒啦，嫉妒甲安那呢？谤符所以先生，我们老千很多人弄个谤符你知道吗？可是老千有没有影响？老千不受影响，为什么？因为笃定，因为专一。所以你搁安那放，搁安那强拢无效。各一定要了解到。你看为什么要谤符嫉妒嘛。你遐有名，搁遐尔风光，就嫉妒，就不敢害。我们要了解到，当我们假如说有一些，已经不很精彩的一些事我们感受，那个是已经佛性在告诉我们，有人要害你，你看到有一寡黑暗。有一寡呢，奇奇怪怪，那个时候要知这个有人要害你了，那有人要害你，你第一个心先定下来，第二个绝对不要胡思乱想，一定心念要专一，你心念专一了，就是道的本体，道的本体是最强的。几亿万年那个功力谁有办法去害？谁有办法去伤害到？不可能的。所以你一定要了解到，只有你自己才可以救。那个谤符那个叫什么？愈来愈复杂，愈来愈多愈来愈黑暗所以一定要自己救。先笃定，从自己的佛性本身来救。就有办法，所以一定要拟定作战计划，不能够神分散，
不能够分心，不能够胡思乱想，这个也促成你修道。所以啊，危机啊就是转机。有人甲你放牛啊，都是成全你，要让你认真修道，那绝对你会成就。你袂使去惊迄个牛啊的功力，它只不过几十年啦。我们佛性有千万亿年，绝对可以胜它的。但是一定要先自己有定，自己有信心。你自己没有信心的话，就会被打败。所以这个呢，我们一定要了解到，凡尘事啊，有的真的是这个叫摇头啦。哪会安尼？咱哪会知讲哪会安尼就好啦。是啊，哪会安尼？大部分呢都嫉妒。爱袂到我哪会啦？女孩子生得漂亮想要爱袂到啊我哪会放牛啊？所以你看，凡尘无奇不有，他一定要笃定啦，笃定呢，你就会被那个牛啊害，你们心没有笃定你要看那个戆势啦，你心若笃你就是主，伊无你法度，一定要了解，先心先定来，然后时时刻刻集中精神，然后精神集中力量就集中，他就没办法了，这个一定要自己救自己，也帮助你要努力修道，因为你精神集中了，那个道就进步得很快，功效就很大。那因心起种种恶言，受人生五官不全，这个佛就讲，因为我们的心起种种的那种恶言，就是不正确的，不好的那一种事情。那我们兴起了这一些不好的事情，我们在凡尘社会就可以看很多人，他起心动念全部都是恶。那这个呢，就叫恶言。他呢，兴起恶言，然后他接受我们人的身体会五官不全。所以我们了解那个因就是心不好，然后呢，现在身体的就已经不健全了。那么以25有受之果报在25有，各位都还有印象吗？25有我们讲了很多次了，就是三界欲界呢有14有然后色界有7有，无色界呢有4有，加起来25有就是有因有果。那我们修道就是要超出因果，没有因没有果所以我们要努力把自己修正进入无因无果就不用受苦了啦。那我们现在完成都有因有果，所以25有都还怎么？要不要再说一次？好，可能有时候呢都还太了解了这个欲界有6欲天这个天道有4大部洲人道6欲天4大部洲就10个了然后有阿修罗道、畜生道、地狱道、恶鬼道4个，就14个14个有。那6欲天呢我们就讲天道最低是天王天，然后第二个忉利天就是呢33天
33天叫忉利天，再上去啊夜摩天，再上去多帅天，再上去呢乐变化天，再上去啊他化自在天，六欲天6个。我们了解说，他化自在天最高，那摩须所罗，摩须所罗天啊，就是魔王波旬，他住的就是他化自在天管辖。所以我们在凡尘啊，很容易着魔，因为他住在那么殊胜的六欲天，那个上观的那个所在。然后我们底下很容易就着魔了。你看我们凡尘啊，很快啊都着魔。尤其我们现在科技发达，那个智慧型的手机，真的是发达的进步啊非常快，都让你你光要学会应用啊。就要很有智慧了，所以啊，我们都很愿意啊当模主模师，因为你用了很少说你能够当家做主，都被那个智慧型手机啊扭转过来，变成变成他当主人了，你被他利用，所以我们要知道。不管什么现象之下，我们佛性就是主人，一定要主人当家。那所有的一切都是要给用，我们要当家，不能啊把它扭转过来，我们变成奴隶了，早跟他奴仔，还懂梦，一定要知道，凡尘啊所有一切。一定我们佛性当家，佛性当家，我们记得，我们就佛。那所以没有成佛，是被我们自己知见这个陷害，我们的知见不正确啦。只要是知见正确呀，走入佛知佛见都成佛啦，一定都成佛。所以啊，我们在凡尘很多不正确的念头啊。一定要去掉，负面的都不要去接受，所以啊，我们了解因为啊种种的恶缘，所以啊五官不全，然后在25有里面啊，受之这个果报，就受苦都免不了，那我们人道里面啊有4大部洲，各位都知道嘛，4大部洲：东胜神州、西贺州、南赡部洲、北俱泸州。所以到说北俱泸州的人寿命平均是1000岁。那我们这个南赡部洲我们人民最夭寿了，不满100岁尔啦。你在东胜神州它还有500岁，犀牛贺州还有250，就只有我们最少，然后在北俱泸州啊有1000岁，这个是十以人道，加起来6天跟4大部洲就10个，然后再来呢就是阿修罗，阿修罗道啊，它就是这个好战斗。在每一个里面不管是天道人道，不管是在畜生道、第1道、2个道，全部都有阿修罗。然后我们都把阿修罗道列入三善道，可是佛在讲经说法都把阿修罗道列入2道，所以就变成4、2趣，4个2道，就是畜生道、1道。恶鬼道跟阿修罗道，所以这个呢，我们就是稍微要有那个印象，知道说佛讲阿修罗是列入2道，我们凡人人在讲阿修罗是列入3道，好的，这个呢加起来在欲界就有14个。色界的话呢，色界是我们修到以后有成就，
初禅就已经离开欲界了初禅，然后在印度的修道他们就追大梵天，他说大梵天就是人类的祖先所以他们追求大梵天，一路列入有那个色界的有初禅、大梵天、二三禅、四禅，这都是我们人修到四禅的时候不用呼吸，不用吃饭那个已经到四禅然后再上去就是五境居天，就是已经成就阿罗汉他不愿意再往前往菩萨的道走，所以他就停留在五境居天，然后在一个无想天就有7个，色呀有7个然后无色界空无边处天，然后是无边处天，无所有天，非想非想处天，有4个就加起来总共25有，都有因有果了，所以我们超出3界已经回归到本位我们的本质所以这个都是因为安身之护基覆盖我们的心不知佛性所以各位浅显就是要了解到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就已经很超越了我们看这个佛所讲的那在25有受持果他们不知道这个佛性不认识如来微密的宝藏那我们就是要认识如来微密的宝藏微妙秘密那个宝藏了很多的宝所以只要我们认识我们佛性本体，我们就能够把我们的宝都拿出来用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因为在凡尘会很多这个我们谈话这5四三啦一米啦，就是很多一些有无的个个的代志很多很多有的时候有几千年的斗行来危害人间然后被他这个控制了以后就逃脱不了。我讲你家己救家己啦因为他朝拜的那个对象错误啦讲拜大蟒蛇我们那个护法里面的那个最后一个那个大蟒蛇他有8000年的道行啦我讲你都要家己才有法度救你家己啦你伫个咱安尼整个我们台湾你到哪个寺庙哪个地方去找，没有人有办法帮助你，就只有你自己啦。他才8000年而已你都几10000年了你的道行干嘛比较少较济啦你都要家己救你家己伊一下个咱台湾全省一下个找看倒位较牛伊就去找就去拜托拢无人有法度讲唯有你才有办法救你自己所以我们知道说凡尘事很多都这个不可思议我们佛性有不可思议凡尘的怪事也都不可思议所以我们就是要以不变来应万变，以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它不会变，来应护所有凡尘的万事万物会变的至于一些它只要危害到我们佛性一定要先笃定对自己的佛性要有信心
这样的话你才有办法救你自己。哦，那个啊，别人没办法了。哦，一定是。哦，他唯一的哦，就是要哦专一。你专一了哦，哦，不管对方再怎么强，他都攻打不进来。哦，你专一了。各位姐姐，我们可不可以攻打虚空？可不可以？咱那个虚空相拍好不好？好不好？无人拍赢伊啦，对不对？伊点点伫啊，你吼看安那舞吼，伊都吼拢无影响，这样了解吗？哎，我们的佛性本体啊，就是整个虚空。哦，啊，你要甲虚空要来对待哦，他都没办法啦。哎，那个虚空一定胜利的。哎，所以我们佛性本体啊，一定胜利的。可是佛性他不会跟人家搏斗啦，伊都点点的啊。一点点你都无多啊，这样了解吗？哎，你越有作为哦，你就受伤害越大了。啊，你拢卖哦有所作为，只要你专一，你专一了就好。哦，你亿万年的功力啊来对付，绝对胜了。哎，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如来微密的宝藏。哎，咱有有遐安尼真宝贵的物件，这个微密宝藏，哎，我们知道。然后修学啊，无我，虽说有我，亦复不知啊，我是真性，所以啊，我们修学啊，无我，哎，我们是了解到，有形有相的我啊，都短暂，哎，迄拢真的啦。念在落去啊，所以啊，或许都讲在100年以后，我们没有人在了。100年以后，咱相搁伫咧，讲活到100几岁嘛无去即马拢几60岁啊，即马若40，搁100年140岁，咱搁伫咧无？无伫咧啊啦，去倒位啊？咱去倒位啊？有准备要去倒位无？唔知影，要去倒位啊？唔知影。所以宁可啊生前黄死路，莫待啊死时后悔迟。咱就爱在生时阵预防，咱已经死啊要行的路。唔通听后一口气伫咧喘袂起来，我无路通行，要安那？袂赴啊！所以爱去笃定啊！我们要了解到，当我们了解到不生不灭啊，不性本体，已经呢在形而上的道，那个时候啊，你就笃定了啦，你就唔惊讲后日啊一口气。无来无路，不会。所以啊，你现在一定要看啊，形而上谓之道。你知影讲后日来我要倒，就会很笃定的。在生的时候啊，你很笃定；死的时候当然没问题呀。我知道我要去哪里，知道。所以啊，我们这个以往都一直在研究啊，一个皇帝啊，不是在讲嘛，有没有？各位会不会讲得出来？都忘了。记得都没有人记得，无猜咱遮济人，凊彩嘛有一个记得。
这个还留着哦，卖讲哦，咱的开去修。我们就想那个那个皇帝啊，就讲说我生唔知为倒来，我死唔知要为倒去，我即摆才捌你尔转眼朦胧，又过袂去了啊，有没有？对了，稍微知影就好，莫讲完全了解，比较会留在心上，完全了解无呀，就忘了，所以啊，这个呢，跟我在跟那个舍利佛对谈的那个是有一点相关啦。说我们来的时候，生的时候啊，到哪里来？然后我们死的时候到哪里去？因为我们啊很少研究这方面的问题，都没有研究了，所以呢都不知道，不知道说到底我们呢生哪里来，然后死呢又到哪里去？好像啊有一段呢，那个跟舍利佛在谈，说有1000年的暗示啊。那个暗示已经有1000年，他不愿意呀，就是迁走了，我们安尼就好了，那个舍利佛导师很有智慧，他说不行，只要光明来，他不走不行，还是要走。然后佛又接着问他一句，那他去哪里？1000年暗示啊，被光明打败了他已经走开了，那他去哪里？各位先生，那个1000年的暗去哪里？所以我们了解到说，我们在生活之中啊都有白天黑夜啦。当现在白天的时候啊，黑夜已经迁走了啦。当晚上的时候啊，白天都迁走了，他们迁去哪里？很有意思结果没来也没去啦，就像那个广清老和尚领悟啦，无来啊无去，无代志，所以啊，我们要了解到光明的时候啊你是啊，咱这拢是是啊。暗时的时阵咱是我那伫这暗的内底当呢这个整个变化的时候啊，它2个呢都重叠。像呢我们研究那个六禅经啊，那个神会就是小孩子就会修好了，然后去见六祖。六祖说这个远来艰辛呐，讲你这远来真艰苦神会竟然耍小聪明，就问这个六祖啊，说伊咧坐什么有看到佛性无啦？然后六祖啊听他这样问就拿那个拐杖去打那个神会。他说我打你呀是痛不痛？你管我看不看见佛性啊？我现在这最切实的让你的身体感受痛不痛？他说你问我见不见啊？看不看到佛性啊？是2边啊。我打你痛不痛是生灭啊。你只要说也看见也不看见，也痛也不痛，那你就是凡夫了。那我们修道者啊，就是要进入中道。所以啊，我们从六祖教那个神会里面的这个道理呀，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我们真的就在中道。这个见看见谁看见？说我们佛性嘛，对不对？谁不看见？也是佛性嘛。所以见不见是佛性的功能作用。我们追的是佛性本体，是不是在中间？
见也是佛性发挥，见也是佛性发挥，对不对？所以啊，我们没有两边，在佛性本体，有没有？这样就了解说六祖在教神会，在改稿，说你见不见是两边，现在我们在中道，见也是佛性啊，不见是佛性，所以啊，我们已经在中道，没有两边。然后痛啊，在痛，得你的佛性知影咧痛啊，谁不痛？也是佛性啊，你看嘛，是不是啊？痛不痛这个生灭，生灭啊，全部都是在佛性啊，所以啊，痛不痛，佛性的功能都有。你在佛性本体呀，它痛不痛都从佛性本体生发。你能够抓住本体，那个生灭的让它功能作用自然去发挥。只要你已经在中道，有没有？所以啊，六祖教那个神会啊，就是要他了解说啊，你走路功能作用啊，它就有两边啦。走路功能作用就有生灭啦。你在本体之中没有。没有两边，也没有生灭，所以领悟啊，这样叫领悟了。各位领悟了没？讲简单对不？对呀，本来就很简单，只要肯用心的话，都不困难了。当我一点关，功夫唔得三钱呀。对呀，当或者把整个都解开以后，你讲有遐简单，无困难啊，拢简单。可是不要讲解的话，你光看文字啊，请问什么时候领悟？爱啦、A 啦，等一句啊，等一段时间啊，就会领悟了。所以我们了解说。认识啊，如来无力的宝藏，然后啊，修学无我，不要再生我努力啊，就是在没有身体的我，那个宝藏，来在努力，各位拢甲摕出来用啊，各位会把如来宝藏啊，拿出来用，会不会？就是啊，没有形象的啊。你看，然后当我们生发解决问题的智慧，那个时候啊，智慧没有形象，没有形象啊，那个是不是微密宝藏？那个都是如来微密宝藏，然后我们都可以用，只要我们肯努力。那么虽说有我，亦复不知啊，我这根性，我们凡人啊，虽然说有老挂了。我唔知影讲我迄个真相，我的那个真性所在。若尽烦恼，乃得正知啊，如来秘藏。假如说我们烦恼都尽了，都没有烦恼。各位浅显，现在还有没有烦恼？生活之中有没有烦恼？从哪里来？佛性啊，行没有相，怎么会生烦恼呢？所以啊，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太聪明了啦。我们本来佛性啊都没有烦恼，可是啊，我们都生出很多烦恼。这个呢，就是要了解到，使我们住相，住在形象，烦恼才产生。假如说我们都不住相，烦恼呢就没有。所以啊，我们了解说，这个尽了没有了，若尽烦恼，已经没有烦恼。乃得正知啊，如来秘密的宝藏，如来秘密的那个藏，
常保，所以啊，烦恼都没有了，了解到说，这个烦恼啊，是我们住相以后才产生的，只要形象我们都不住了，烦恼就没有。所以当我烦恼的时候啊，我们要追根究底，我这个烦恼从哪里来？他追到根底的时候啊，原来都被形象引诱，形象不要的烦恼就没有，所以啊，只要我们都不住相，烦恼就没有，烦恼没有呢，就正知，就是已经修正知道我们如来的秘密宝藏。所以啊，我们要自己努力的。阿佛讲比喻的，如雪山呢有一味药，名字叫做乐味，很快乐的味道。那么其味啊，极香甜，凡人呢福薄不能得，我们凡人的福啊不够，得不到呢这个乐味。那么复有这个圣王吃现一世啊，以福因缘即得是药真正之味，所以有那个圣王出现在凡尘，各位贤贤，圣王是谁？圣王是谁？对了，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啦。佛性本体就是圣王，然后圣王出来，这个圣王的时候，他就能够呢，福因缘，因为我们那个佛性啊，有亿万年之中他的福啊非常大，以福的因缘啊，即得啊，那个解山的乐味，那个真正之味。那无明众生为之烦恼丛林守护，我们无明，我们众生呢都无明，所以啊，我们要了解到说，这个众生无明可以说都已经呢蛮这个跟得很紧啦，无明跟着我们众生啊跟得很紧。当我们这个不很清醒的时候啊，无明跟了，那因为啊我们无明跟着，烦恼啊就在无明之中，无明就是烦恼，烦恼就是无明，这个烦恼丛林，更是迄树啊不是长尔啦，是安尼不然这个百千这个树木忽然安尼8丈1000丈的这丛林这烦恼有够多啦，给咱覆盖，给咱砍条条，不能得见如来秘密上真之味。所以我们就是要真正的得到我们这个形而上未知道得到，那个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就是如来秘密宝藏上真之味。那么佛性雄猛难可毁坏，我们的佛性非常的雄猛不可能说把它呢毁坏掉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的佛性这个是形容它没有形象你怎么样去毁坏也毁坏不了它。是故无有能杀害者没有人能够杀害我们佛性我们的身体现象可以被人杀害，可是佛性没有人能够杀害。若有杀者则断佛性。假如说有都改来，安尼的佛性断掉了，如是佛性终不可断。结果我们的佛性因为无形无相，
所以啊没办法去把它斩断。性若可断啊，无有是处。我们的佛性假如说可以斩断的话，那无一对丢了，是绝对没办法的事。那么如我性者啊，即是如来秘密之常，如是秘常，一切无能毁坏烧灭。虽不可坏啊，然不可见。虽然讲无法度甲破坏，但是嫌看嘛无法度看到。若得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尔来正知啊，已是因缘无能杀者。假如能够成就无上的正等正觉，那个呢，是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而乃正知就可以证悟之道。以是因缘无能杀者，就是没有可以杀这个佛性者。那底下呢迦叶听佛这样说呢，就问迦叶白佛言：若无杀者，应当无有不善之业。这个问的角度啊，完全跟佛的讲的完全都不同。一共假如说没有人可以杀佛性啊，这个佛性应当没有不善之业啦。这个逻辑呀，那个迦叶的逻辑有一点不很顺畅。说没有办法去杀害佛性，那佛性应该没有不善之业。各位知道这个关键吗？知不知道？迦叶这样问因为迦叶往后要接第一代当祖师啦，所以他一定呢虽然问题不是很正的逻辑，可是呢他要问了以后啊，假如说有那个弟子问起这方面他才会回答。所以就讲说，既然没有办法杀害佛性，那佛性应该呢都没有那个不善，就是恶业啦，应当都不会做坏。这我们假如说有完成的这个事情一个很乖巧的孩子，对不对？应该他不会做坏，对不对？可是他长大了以后，他连续杀了很多人，起来吗？我们跟一个很乖的孩子连在后面杀很多人，连得起来吗？是不是逻辑不通？对不对？他有没有这一种事？所以这个呢就可以我们呢从社会现实来回答迦叶所问的问题。他的问题说我们佛性都不可能去把它杀害，那应该不会有坏事这是想得美了。想象的啦，用想象的，讲伊应该就是拢爱好啦。这个应该拢爱好各位先生，固不固定？真的是不固定。所以我们要了解在这个法里面无定法，没有一定串迄个上乖的囡仔迄拢做一寡上歹的代志，歹囝拢咧饲白啦，有没有？这个小时候那个孩子真的很坏好的乖子拢做歹事。你看甲年岁大了以后，遐乖囝拢走无歹人，迄歹囝拢饲大人，有没有？就是这一种现象很多了，所以我们要了解都不能够一成不变来认定。不是讲伊细汉乖大汉就乖，细汉歹大歹，不一定他也是有秉性很好的。他怎么样受人家欺负他都是很善意的对待人家有。
都有这样的啦。可是变成比较那个特殊的这个例子没有说很普遍。那我们很普遍的现象啊，就是变化很大这个变化呢都很大所以假设呢就这样问说呢，假如说佛性无杀者，我都该抬安尼应该伊拢真仙，无迄个恶的。然后佛告假设，实有杀者伊讲实在有啦，有抬啦然后就讲原因，何以故众生佛性自五阴中咱的众生的佛性住伫迄个五阴内底，色受想行识住伫迄五阴内底。若坏五阴呢，名曰杀生。你若甲伊的五阴破坏安就是这杀生啦，杀生。可是这是杀生，不是杀佛性。若有杀生呢，即堕恶趣杀生呢就进入三恶道。以业因缘而有25有差别之相，流转生死。所以以业的因缘，然后就有25有，就是三讲这个25有这一种差别之相流转生死，一直六道轮回，生生死死，非圣之人恒记以我，所以非圣之人，就是凡人、普通人，非圣之人，就是恒记本来不是我，但是恒记以我，就是说这个是我，大小之相种种妄生臆想这一些大相小相种种妄生臆想，妄想之相无有真实。所以我们在凡尘生活都是这样都是呢大小之相都种种妄生臆想，然后妄想之相无有真实，拢假无迄个真实的。那么出世我相名为佛性出世已经离开这个世间那个我才是佛性。如是即我是名最善所以这个即我就是佛性那才是最善所以我们从那个迦摄问跟佛回答，各位有没有看出它的巧妙？有没有？佛的法有时候真的都没有正面爱讲佛性的台为系伊应该无恶各位看看佛的回答，佛性有没有恶？有没有？有没有？没有那个佛的回答没有，佛性没有恶。可是因为我们完全有杀生，那个是以恶那个恶就是我们的现象，现象之中是佛性所以佛这个回答各位再看一看，你会看出它的巧妙，看出佛回答的那一种他不正面的说，可是你要从背面反面来了解佛的意思佛没有正面讲没有说这个我们佛性一定生出来就是善那样，只说呢佛性是杀不了的，你杀不死佛性佛性抬不死，伊无形无相，你要按哪抬就是那个意思。譬如有人善知福常提取力决力直下，磐石沙砾直过无难，唯是金刚能穿刺。夫金刚者，所有刀斧不能破坏。所以佛又借这个比喻来说我们的佛性它没办法
加以杀害，他用这个凡尘的现象来说，譬如有人呢擅自伏藏，就是有人已经知道啊，那个宝藏藏在什么地方，然后啊他就取工具，那个力也绝地之下，一直挖那个宝藏直接就挖那个宝藏的地方，然后磐石沙砾啊，直够无碍，那个工具啊，这个很利，可以啊，这个石头沙呀，都可以啊拼除掉，都可以通过，直接呢，那个宝藏的地方。那么我是金刚啊，不能穿刺，一直啊到达金刚，金中刚，就是我们那个佛性本体的，不能穿刺啊，就是啊不受破坏。这个又在回答那个佛性没有办法这个杀的那种意思就呢我就讲无金刚者啊，所有刀斧不能破坏。不管你用什么力的那工具啊，都不能破坏金刚。那么善男子，众生佛性啊，亦复如是。我们众生的佛性也是这个样子。一切论者啊，天魔波旬啊，及知人天所不能坏。我们所有一切啊，不管你用什么语言的文字啊，那个论啊，就是语言的文字，以及啊天魔波旬，及人天所不能坏，全部啊都不能破坏了我们这个佛性。五阴之相啊，即是起咒，这个五阴啊，色受想行识，就是我们的身体啊，五阴。那么之相呢，即是起咒，就是有为啦，就是我们有所作为。那么起咒之相啊，有五杀死啊，可穿可坏。佛性真我啊，譬如金刚，不可毁坏。以是义故啊，坏五阴者，名为杀生。它是杀生啦，不是杀活性啦。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我就讲到身体啦。身体是五阴之相，它呢，有为，起咒，就是啊有所作为。我们的身体呀，有所作为，好像呢，这个石头跟沙子，可穿可坏，可以破坏。那么佛性真我啊，就好像金刚，不可毁坏，它没有办法去破坏它。以是义故啊，坏五阴者。假如说呢，我们破坏五阴呢，就叫杀生啦。那个杀生啊，不是杀佛性。善男子，必定当知，佛法如是啊，不可思议。就是一定要知道，佛法就是这样，不可思议啊，不能用头脑来思想，用嘴巴来论议。善男子，荒经者啊，犹如甘露，亦如毒药。这个荒等经啊，就是大乘佛法。大乘佛法呢，叫做荒等，荒等经。那荒等经呢，就好像甘露，但也好像毒药。这个就有一点这个讲下来，怎么两个差别那么大？甘露啊，可以治百病；毒药呢，可以害死人。就是两个极端。那么迦叶就问释迦牟尼佛，如来何言说荒等经啊，亦如甘露，亦如毒药？是什么因缘啊来讲？那个荒等经呢，好像甘露，也好像毒药。那佛就回答：善男子，汝今亦知如来秘藏真实义不？说你现在要知道如来秘密的宝藏，真实的义理，要不要？那迦叶白佛言：
我今亦得知如来秘密宝藏之意呀，那个如来秘藏义理。那么尔时世尊呢，耳收具言，后有福甘露啊，伤命而早夭。食甘露迄个200病，食落去尔活，遐命则无去啦，遐早早就死。后复福甘露啊，寿命得长存。就2边啦。有诶食落死翘翘。有诶食落当迄修，或有糊涂身啊，有言糊涂时，讲有诶安尼食毒就安尼得到生命，有诶有因缘食到毒死翘翘，所以又是2边啦。这个我讲出来的都是2边，无碍智啊，甘露。所谓大圣典，没有妨碍的智慧啊，那个就好像甘露。那所谓啊大圣佛典，如是大圣典呐，译名呢杂毒，也叫做呢杂毒药。如这个苏提胡等啊，给予之实命。那个实蜜啊，就是甘蔗、甘蔗跟石头顶高啊，吃了个足甜的，所以它叫做实蜜。那这个苏提虎啊，就是牛奶5味啦。第1位牛奶，第2位呢乳酪，第3位啊生酥，第4位熟酥，第5位呢提虎。所以啊，这个佛就讲，大圣典呢，也好像是这样，苦消则为药，不消则为毒。所以佛就讲，你这个吃了以后啊，能够消化，那这个就叫药了。你吃了以后都累积在体内啊，它变成毒了。那我们把它讲到。你听到大乘佛法，你去实际的做，那个就消了。这个呢就叫药。不消呢则为毒。你听到拢无爱做啦，无爱做的时阵，伊就无消化，积伫下来，变毒。知道意思吗？所以佛鼓励啊人家呢，就是啊。知啊则行，知影道理都要去做。那么方等啊亦如是，智则为甘露。这个大圣经典啊，马吉安呢，也是这个样子。有智慧呢，它就变成甘露。愚不知佛性，按讲拢唔知影佛性，胡知啊则成毒。就是啊，不了解佛性的人，然后你接受啊，大圣经典，就变成啊毒药，就害你了，只会跟人家辩论，不是讲真是要修啦，无了解，这样了解意思吧？莫讲湖南人讲安尼，讲的让人会产生恐怖。声闻及缘觉，大圣呢为甘露，有汝之谓中呢，如罪为第一，如是啊，勤进者啊，依因以大圣，这个声闻缘觉，声闻啊，就是啊，听到声音以后，按照声音去做，然后缘觉啊，就是12因缘。从12因缘的道理呀，去修持，这个呢就等于是在初级的阶段，声闻缘觉啊初级的阶段，然后大圣呢就变成他们的甘露，好像呢滋味之中就讲牛奶的5味了，那牛奶就是第一，如最为第一。那么如是
殷勤啊，能够精进啊，就依因于大圣，得志啊于涅盘，因为啊有这个大圣佛法，所以可以啊，一直啊修到涅盘，成人中向往，这个人中向往就是佛啦，可以成佛，我们人啊都小小的，它变成像那么大，就人中向往。那么众生之佛性，犹如这个迦叶等，无上的甘露味，不生亦不死。所以啊，我们了解说，这个阶段都还众生只要知道佛性，就很了不起了，不像我们又进入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那又更高一层。那迦叶汝当今啊，善分别三归，这个归于佛，归于法，归于僧，这个三归，可以了解吗？三归啊，归于佛，归于法，归于僧。归到哪里呀？归于佛就是我们的佛性啊，归于法就是我们的般若妙智慧，归于僧就是我们的实践，实在的去做了。所以三归都归到身上，归到我们身上来。如是啊，三归性啊，则是我之性。这个三归啊，全部都是我的性。若能地观察，就是详细仔细的来观察，我性呢有佛性，我这个性文里面啊，就有佛性。当知如是人啊，得入秘密藏，就得入秘密的宝藏。知我即我手。世人啊，已出世，知道以及我手，知道我啊，各位浅显我就是能啦，我手就是就是手，能手，已经知道能手。那么世人呢，已经啊出世，佛法三宝性啊，无上第一尊，这个佛法身呢，三宝全部呢都在我们的身上，这个无上，无上就是没有比它高，它已经就是最高了，无上的第一尊，第一珍贵的，如我所说记啊，其性亦如是，我们佛性的义理呀，就是这样。那么于佛性中呢，即有法身，在我们的佛之中啊，就有法，就有身，佛法身，佛呢佛性本体，法呢我们佛性的智慧，身呢我们佛性的实践，的动力，我们实际去做，那个叫身。为化众生，故啊分别说三宝义相，为了要度化众生，所以才分别来讲佛法身，那个三宝的义相，就是不同的形象。若欲随顺世间法者，则应分别有三归一，我们随顺世间法，随世间所说的，就有三归一，归佛、归法、归僧。若有分别三归一者，我当为作一归处，就是呢，我们要了解呀，就是我们的那个佛性本体呀。就是一归一的地方所在，无三差别，没有这个三的差别。
医生盲众为昼眼目，就是在众生都这个眼睛看不到了生盲生盲的众生为昼眼目，就是了解到我们那个佛法僧佛性本体，就为呢那个不知道的众生呢昼眼目，就是引导他们复当为之生缘觉昼真归处，就是让这些小圣的又能够归到这个上圣。冷气太冷了我整个喉咙都是被那个气受掉了呀。我吃一点红椒。所以有身体还是有毛病佛性最好，佛性都没有。因何三世呢以我一体，善男子，我视三世即是涅槃。如来者名无上师，譬如人身头为最上为首主。所以这个佛呢就解说三世就是涅槃如来名呢叫无上师譬如人身我们人的身体头最上不是首主。那么佛亦如是最为尊上非法身也佛又把这个分别说说佛就是头，不是呢首主那为欲化度知众这个知识坚固种种视现差别之相，是故汝今呢不应受持如还疑人所知三归差别之相如一大圣威猛决断，硬如钢刀所以佛就讲说为什么要分别这个三世佛法僧，因为随顺我们这个世间法才要这样。那如来密藏有佛性故，其有先说是经典者，皆言真中尽有佛性。如是之人则不眼求三归一处。我身即当成就三宝故应当呢正学大圣经典。所以如来秘密的宝藏就是佛性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么其有先说是经典者，就是先说呢那个如来秘密宝藏皆言呢我们的身中呢尽有佛性没有形象。那么如是之人呢就不必眼求三归一处归佛归法归僧，就不用再一求，就已经知道归入那个如来藏。那佛言善哉善哉，如已成就深利智慧，我今更当上为如说入如来藏进入如来宝藏。若我住者即是常华不离于苦。若无我者修禅行净行无所利益。若言之法皆无有我是即断见。若言我住即是常见。若言一切行无常者
即是断见。知行常者，复是常见；肉眼苦者，即是断见；肉眼乐者啊，复是常见；修一切法常者，斗以断见；修一切法断者啊，斗以常见。所以佛说这段话呢，真是微细呀，住相、离相皆是两边，而中道啊，那么微妙，这个住相、离相啊，全部都是两边呐，很不容易。所以修道呢，很高的时候啊，它都很微细，如不屈从，要因前脚得以后主，那个不屈从啊，是卡，然后呢，头前去春水了后边两卡收回来要因前主啊，然后以后主，知道意思吗？知不知道？不屈从，就是讲头前两卡先春雨对不？后卡两卡再甲拖下来安尼再个什么后卡个进来头前再个伸出来，安尼会样嘞？知道吗？就是讲袂当四卡做一摆行啦，就按两卡要因前脚而以后足。修长断者啊，亦复如是。这个长见断见，也是这个样子。要因断长，要因为断，因为长，断见长见，以义故啊，就是这种义理。修以法苦者啊，皆名善；修以法乐者啊，则名为善。所以啊，我们了解说佛呢，讲经说啊，都非常的详细。以法修以法无我者啊，是知烦恼分。修剩下的法没有我烦恼。修以法常者啊，是则名曰如来秘藏，如来秘密的宝藏。那所谓涅盘，无有枯宅，这个涅盘啊，它没有住的地方所在，修于无常法者，即是财物，修于常法者，为佛法身，即自解脱，所以这个无常法以及常法，也都是两边。那么当自如是佛法中道，远离两边而说真法，就是佛法中道，远离两边，然后说呢真法，有无之法，体性不定，有跟无啊，它没有固定，譬如四大，其性不同，各自为反。良医善之啊，随其偏花而消习之。像我们的身体啊，所有风土都要给它调和啦。袂使伤济，阁袂使无够。调和身体就健康啦。若无调和破病。所以那偏多了或是偏少了，发汗的或是发冷的，而消习之啊，就是要去了解到它的这个变化。那么如来亦尔，如来也是这样，宜知众生啊，犹如良医，知烦恼啊，体相差别而未除断，知道烦恼的体相都不一样，然后除断我们的烦恼，开示如来秘密之藏，开示如来秘密的宝藏。清净佛性常住不变，若言有者自然不应然，若言无者
即是妄语。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啦。我们的清净佛性它常住，它都不变，不会变的话，没有生也没有。若言有者假如说有这个清净佛性常住不变，那智慧的人不应染，就是不应该有这个染污了，不要把清净佛性染污了，不要这个常住不变的让它有所变化。那若言无者假如说讲没有清净佛性，没有常住变，那即是妄语，你就讲不真实的话。那么若言有者不应默然，假如说有清净佛性，常住不变，有，那你不应该静默，应该要跟大家讲，义父不应细论争讼，不应该跟不了解透彻的人去争讼，但求了知知法真性，就是要了知，透彻的知道知法所有万法的真性。凡夫之人细论争讼，不解如来微密常故，就是我们凡夫很喜欢争论，都没有意义不了解如来那个微密宝藏。若说以苦以人辩谓生是无常，说一切苦互不能知，身有乐性。有志之人应分别，不应纪念一切无常。所以有智慧的人应当要分别，不应该一直在讲一切无常。何以故？我身即有佛性种子，我们的身体都有佛性种子。若说无我，凡夫当谓一切佛法悉无有我。这个说无我的时候我们凡人就讲一切佛法都没有我。那么智者应当分别，无我简言不实，不是之矣不应生矣这个我们有智慧就应该要分别这个无我没有我，这个我它假名不实在因为我就是如来，我就是佛无我无我是身体身体是天地的物质知道了以后就不应该再生出怀疑。肉眼如来秘密宝藏空寂，凡夫闻之生断灭见。讲如来秘密宝藏拢空的拢无半项，凡夫若听到安尼唔免修有志之人应当分别如来是常无有变异有智慧的人听到的应该爱知影咱的如来秘密宝藏那个佛性本体虽然没有形象，可是它常在如如不动，它不会变化这个就是我们有智慧的人应该要知道。肉眼解脱譬如幻化解脱像幻化。那么凡夫当谓得真解脱即是魔那要真解脱就死啦，死就解脱啦所以我们凡尘都充塞出一种论调若要解脱了就死就解脱了，没有我们都这样说讲若要解脱死就解脱。那么有志之人应当分别人中狮子虽有气来常住无变人中狮子咱人内底屎就是粪就是他会狮子佛可以讲是真理把真理说给众生知道
解脱不是魔昧啦，所以我们要了解解脱是我们自己不造业，咱哪会咧受苦，就是咱正业啦，咱正业咱才会受苦，咱业若莫正就解脱啦，无迄个原因互咱受苦啦，安尼知无？无力。肉眼无明因缘之行，凡夫之人闻以分别生恶华想名以无明所以那讲无明这个因缘，无明跟因缘两个然后合起来以后，就有很多的行为出现那凡夫呢听到以后就分别生两个华，一个就是明，一个就是无明。那智者了达智慧的人透彻知道其性无二明跟无明的性就是一，无二之性呢即是实性这个文字我们最常看到，有没有？所以明跟无明其性无二，明的性跟无明的性它是同样的都是实在在，被文字打败了啦有没有？我们都被文字打败，拢伫这个文字内底，明的明，无明的无明，我们把它都很固定化，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像我们众生我们众生无明，众生无明就是不觉我们不觉是很时常，对不对？对不对？那我们众生的不觉从哪里来？我们众生的不觉从觉来，众生的觉是不是佛性？那我们众生的不觉是不是佛性？对不对？所以觉与不觉全部都是实性，都是实实在在我们的真心佛性，安尼有了解无？老师说生病以后讲的会比较细，会比较详细详细听到有对不？对，所以从分析我们了解，说我们不觉，为什么不觉？从佛性的觉生发不觉，不知不觉这个不觉它的来源还是佛性所以不管是觉，不管是不觉，都是佛性佛性叫实性，实实在在的佛性所以叫实性这个叫智者了达其性无二觉跟不觉明无明其性无二。肉眼知行因缘事则，凡夫为恶，行之以事，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同款啦咱若一窍通就窍窍通，有没有？上面了解了，底下嘛了解对不？有没有？所以这个凡夫讲恶有这个行跟有事，那智者了达其性，行的性，事的性无二然后无二之性就是实性就是实实在在的那肉眼实善实恶，可作不可作，善道恶道，白华黑华，凡夫为恶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这个又我们呢这个讲例如跟那个
六子跟谁在讲话？没记了，你拄则在讲了，神会啦，跟神会在咧对话嘛所以这个就从那个神话对那个六子跟神会对话延伸下来，10善10恶，就两边对待了，可做不可做也是两边对待了，善道恶道白法野法也都是两边对待。那我们回归到那个行10善是谁？佛性。行10恶是谁？佛性。是不是已经我们两边没有了，走入中道？这样我们再来看善道恶道白法黑法，是不是都一样？我们两边不要了，我们回归到中间的佛性本体，是不是就是一？一就是佛性本体，就是实性。那么若言应修一切法，苦凡夫为恶，那么智者了达，其性无恶，这个应修一切法，跟受苦我们凡夫受两边。可是我们修一切法也是佛性，受苦也是佛性，所以就是实性，就是中道。若言一切行无常者，如来秘密宝藏，亦是无常，凡夫恶，智者了达，其性无恶，无恶之性即是实性。所以我们窍通都窍通了解了，所以一切行无常，如来秘密的宝藏也是无常，地中全部都是佛性在对待，所以佛性里面没有常没有无常，所以都是中道。若言一切法无我，如来秘密宝藏亦无有我，这个呢都一样，面对的都是佛性本体，佛性本体就是实性。那么我与无我，性无有二，我跟无我它的性没有两个了，就是一个。那么如来秘密的宝藏其也如是，它的义理就是这样，这个叫如来秘密的宝藏。所以我们凡尘一直在争执有我无我，哇，那争到要死，如来讲这就是如来秘密宝藏内底义理。当我们了解了以后，我们会想，怎么这样？我们都不用争了，再怎么争都是多余的，给了，所以可称计无量无边知佛首赞，所有的佛呢，首称赞。那我今于是一切功德成就，经中呢，皆悉收矣。我与无我性相无二。所以我们这边更了解一点，或许呢再讲。说呢这个我们的思念处第一个就是观身性相犹如虚空。那我们道经就很多会说性犹如虚空，很能够体会。可是我们的身为什么还跟虚空一样呢？就很怀疑啦。我是以真的角度来说我们的身我们的身体各位前想，我们都是新陈代谢啦。我们身体没有一固定的咱的身躯无一个固定的所在，较需要讲咱的肺生出来，甲肺应该
淘汰120天啊，所以你的新的血生出来，到它用到被淘汰120天，你不用去这个去努力去有为啦，它自然的都这个现象。那我们所有的细胞也是一样，新陈代谢，新陈代谢，它正常身体健康啊。那假如说新陈代谢我们不正常，便会生病。所以我们了解佛他讲没有一个固定的这个我啦，所以这个我身体的我还是跟虚空一样，没有两样的，是一样的，它时时都在变化。所以我们知道说佛以真理的角度来说，观呢我们的性，观我们的身，观身性相，形象身的形象，我们性的本体，全部呢都跟虚空一样，假的，它一直在新陈代谢。假如说我们身体没有新陈代谢，小孩子不会长大，我们大了不会老，老了不会死，他都会小孩子会长大，大了会老，老了会死，那个就是整个都是新陈代谢，所以整个都虚空一样，没有两样。那我们能够观身性相，犹如虚空，我们一点点执着，一点点烦恼都没有，没有了啦，都拢甲虚空同款啦，爱执着免，爱免，爱烦恼免，拢唔免啦。所以为真理行入去唔免烦恼，足欢喜咧过日啦。咱拢众生的境界内底，众生的知见里面烦恼真多，计较真多啦，拢无路用呢。你甲人烦恼甲人计较拢无路用，拢假啦，迄拢假咧。所以咱研究心理循环，知影讲唔免烦恼，唔免计较。你看，春风未？规个拢春风对无？拢好过，真好过。还有10几分钟我们留给浅浅问问题。好，请说。请问说，求道时所立的10条大愿的真正意思，可以请刘讲师讲解一下吗？可以啊。我们呢要了解到说，我们求道，我们为什么那么容易就可以得到？真正的那个重要的关键就在我们佛前立10条大愿，不是我们那个小的功德会啦，不是，是这个10条大愿。所以这个10条大愿就是我们求道的关键。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它很重要。我们呢就是要按照这10条大愿来这个遵行。实实在在的去做，而且它又不很苛刻啦，就是很顺着这个道这个正道来行。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求道者一定呢要对这个10条大愿就要认识，要知道知道有这个10条大愿，要呢能够时时都记得。它很重要。我们之所以得到，就是因为我们立这10条大愿，得到。
然后我们一般以为说啊，我都交功德费啊，都以为说那个钱哦，我们要给到，因为那个关圣帝君啊，他就讲我们凡尘的众生啊，善财难舍，就是要自己玩的钱你再多你都不会吝啬，可是要帮助人的那个钱啊，你就拿不出来，善财难舍啦，就是行善的钱啊，很难去做，所以啊，关圣帝君说，假如说你功德会拿不出来，各位先前要知道我们不能替人家缴功德费一定要求到人本身缴，因为那个是考验他有没有资格来求到。说他本身出钱那我们又把他出的钱写进表了就是表示他善财还肯能够拿得出来那个是功德为这方面所以我们呢要了解到重点呢就在于你立了这个十了大愿才受记才点到那个缴功德费是写入表文啦，无表要给你写都袂使，所以我们了解说有这个过程，我们那个都很慎重，就是心中这个代志。那我们呢，开始就这个银宝师就也担保我们然后我们就本身跪在佛前，然后就立十了大愿。各位都还记得吗？十了大愿一定要能够记得，因为我们先记得纲要，然后去做。第一条是什么？对，所以我们了解到最重要你得到以后，你要诚心抱守这个道，就像烟火一样，要非常诚心，像天地之间，天地之心表现在凡尘就是诚，诚则天之道。天假说不成我们万物不生，天不成我们没有万物，没有东西可以吃，所以天地很诚，然后我们学着天地的诚，然后诚心来抱守这个道，我们要知道这个道非常的珍贵，也看我们对道的那个用心。你看颜回，他呢肌肉相，单食表演，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他的快乐从哪里来？就是得到，就是孔老夫子已经就是有受记点到他得到以后，前福音，终身福施。他因为得了道，他重视的程度就超越现实生活了。吃歹拢无要紧，大歹无要紧跟我们现在呢，可以说呢，整个观念都不一样因为他的那个生活背景吃歹个大无好，所以32岁就已经归空了。各位就可以了解到，就因为他对道的那个重视，到现在你看经过多久？2、3千年了，对不对？我们的祖先那3代什么名唔捌？你看颜回跟我们非亲非故我们认识他，对不对？因为他值得效法，效法就是他诚心抱守，就是把这个道非常宝贵的都能够保守住。所以我们就要了解到说，我们之所以可以那么容易就得到了，就是因为我们立了这个愿，要诚心来抱守。
所以自己呀、一定呢要实际的做，这样啊，不是说从嘴巴讲，而是从心的内心深处啊，去实际的诚心报守，然后啊，接着啊，因为我们诚心来报守这个道，我们就会了解说，以往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啊，有很多的过，所以啊，我们就实在的实心来忏悔，然后啊，我们困到实心修炼，所以啊，我们就了解说，你真正的诚心报守以后，就会了解到说，以往非常多的，可以说呢，都不重视啊，完成的那个伦理，一些伦常啊，都不注重，所以啊，我们就这个实在的来忏悔，因为把那个忏其前愆啊，补其后过，只要你有忏悔了，那以往的做过的错事啊，不再做，往后呢都是新生，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改变了我们整个人生，所以接着呢，从诚心报守以后啊，就实心忏悔，然后接着底下这如有虚心假意，这个虚心假意在我们现实社会来讲，非常容易呈现的，就是你的心应对的跟实际心里面想的完全都不一样，现在是等于是很普遍的现象。可是啊，我们就是佛前，然后啊，真正的这样来这个了解到说，如有虚心假意，看断了无，然后啊，接着退缩不前，就是这个道走好，我求了以后，我退缩，不往前，不精进了，这样就已经不晚，我们跪在佛前立的愿，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自己本身就是要去记得我们立了10条大愿，只要我们都记得，我们真修道修起来都会有这个成效。所以啊，接着要下来，如有虚心假意，对说不前，然后欺师媚主，然后啊，这个藐视前人，不真佛规，然后啊，泄露天机，然后逆道不现，不量力而为者，这个坤道呢，不这个实心修炼者，这个坤道前道。有所不同，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在佛前的承诺，就是要真正的按照这样来讲，那个这个泄露天机的部分各位就了解，就是我们得了3宝那个仪式啊，就是不要在没有求道人的面前去说了，不是说我们在讲信理心法里面就是有很多那个就实语啊，我们以往都没有说没有听的一些事，像我们佛老师啊说或许都泄露天机，这个跟那个我们立的10条大愿的泄露天机不一样完全都不同，所以之前我们没有研究心理法，也没有讲。我们佛老师没有讲，我只有负责万八万八以后各位都要各自承担有没有？我们心理心法没有研究，老师没有说这个话，我们心理心法研究以后，老师才说，所以表示说我们在研究已经超越我们佛老师万八逍遥的保证，我们都已经超越了超越整个研会。甚至都
跟人老先锋那个7个天地的魂啊，就是缘会啊，我们都已经都已经到达那个状态，所以那是要我们回归到我们本位，我们都是佛，那我们要回到佛的本位。那假如说我们佛老师保证我们万八逍遥，我们有没有回到本位？没有，只有万八哦。那以后我们还要再下来，各自承担各自的因果，有没有？是那样的哦。可是我们现在研究心理心法已经超越，把我们首要回归到我们原来还没有落入凡尘之前的状态，我们去找回来，我们回到那个态啊，所以这个才是殊胜。这个才是我们真的要追求的。再怎么样的那个劳苦啊，一世修一世成，往后逍遥自在，何这个快乐不为啊！这个真的太厉害了，真的从没有我们看我们整个凡尘啊，从没有人说了，无人咧讲个安尼，那或许真的变了没啊？已经警告2次都给我背袂起来，我都真好打，都加讲。下个老师、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千贤，大家好。我学张老天师德、老千贤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千贤给或学区的学讲。我们讲到哪边了？13页的左边，对不对？好，我们刚好像翻过来我今一世这边嘛一切功的成就，经中呢皆悉收矣。我以无我性量呢无二，如应呢如是受持顶在。所以释迦牟尼佛呢说，我今一世这个功德都成就，那么经中呢全部都有收了。因为涅槃是佛要进涅槃之前所讲，所以之前所讲的经典都很详细。然后我以无我这个性相性跟相它一没有二要我们的这个如是的受持点赞，应当呢坚持意念如是经典如我先于阿般若波罗蜜经中说，所以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就有600卷非常多，《金刚经》也是里面的一部也是属于摩诃般若就讲的22年最久的这个一部经。那么我无我无有二相我跟无我它是相同没有两个。如因如生落因落得生疏，因生疏得熟疏，因熟疏得醍醐如是肉性为从如生那个牛奶呢有5个味道牛奶是第1位肉呢第2，生疏第3，熟疏第4到醍醐就第5最上。它有连贯这个如肉酥，然后醍醐那个性都有那乳性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说相是有不同，可是他性都是一样，都是一。唯从自身为他生也，乃至醍醐亦复如是是自己生的吗？还是从别的呢
因缘生发的，一直到第5位，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乳肉它不会自己产生，一定呢要从牛奶提炼，牛奶提炼了以后就到乳肉。生素也是一样，不会自己产生，一定呢要从乳肉提炼，一直到最后的体乳都是这样，不是自己产生的，有那个连贯性。肉从他生呢，即是他做，非是汝生，假如说是别的因缘所产生的，那就属于别人所做，就是属于别的那一些因缘牛奶所产生。肉非汝生呢，如无所为，假如说不是牛奶所产生的话，那牛奶呢它无所作为。肉自生者，假如说呢，它自己产生，不应呢相似相续而生，肉相续生呢，则不俱生；肉不俱生呢，5种之谓则不一时。虽不一时，定互不从一次来也。这个佛又详细说呢。假如说各个都是自生的话，体乳也自己产生，生酥也自己产生，熟酥也自己产生，那这样的话呢，不应该呢相似，相续而生，所以我们知道呢，牛奶然后提炼了以后就乳肉，乳肉在提炼以后就生酥，都是这个样子，相续而生。那么肉相续生呢，则不俱生。这个俱生是同时生牛奶也生，乳肉也生，生酥也生，熟酥也生，体乳也生，这个叫做俱生。没有办法同时俱生一定呢要经过提炼所以这个肉不俱生呢5种之谓则不一时。就是我们喝牛奶有牛奶的味道，吃乳肉呢有乳肉的味道，它的味道各个呢都不一样，所以一时之中呢没有办法全部呈现5个味道，都要经过提炼。虽不一时虽然不是同时，那么定互不从一次来也，一定呢不从别的那个提炼出来，一定要从呢牛奶所以这边我就讲它虽然不一样的这个现象，可是它呢来处一同一样。当自中呢先有肉相，甘味都故不能自备。这个乳中虽然还没有添乳肉，可是它已经具备了那个乳肉的相，味那个甘味非常多，它不能自己从牛奶变成乳肉，不能自变。那么乃至体乳亦复如是，一直到体乳也是这个样子。那我们现在完成，像我们这个台湾就只有到乳肉，再进一步生酥、熟酥这个我们就变成那个饼干酥饼那个饼干。那从乳肉提炼生酥的没有。因为或许看到那个佛讲，只要你吃那个体乳，不管什么病都会好。所以或许就到那个大卖场去找体乳，那个找了老半天找不到体乳，去问那个店员说你们有没有卖？他说你是要卖那个酱油吗？酱油啦，酱油有体乳啦。
我说不是啊，是从牛奶提炼的。哦，那个牛奶12大杯哦，才提炼1片的卤肉。哦，那个真的，这个想象不到啊，很大的杯子哦，12杯哦，才1片的卤肉了。然后后来就买，好啊，那我买卤肉，就买卤肉吃了。买了以后，就请问那个结账员，啊，这个怎么吃啊？不会吃。他说您买那个那个叫什么？那个我们吃的那个2片给它弄热了以后，这样夹在中间就这样吃的。然后后来他就给我直接讲你直接把那个那外面一盆拆开塑胶包的包装嘛你拆开直接吃就可以了。我说可以吗？他说呀，你吃吃看。还可以，味道还不错。吃第一次吃卤肉，结果后来去买了好几次来吃。然后好多人看了我在买说，你一直吃那个会发胖哦。我说真的吗？说那个很营养吃了就发胖。所以这个鹈鹕没有买到卤肉。说我们台湾大概只有到卤肉了。你要吃鹈鹕的话到印度去买。印度也不知道有没有提炼的，因为那个要非常多，你看牛奶12杯大杯才1片，然后你从卤肉又提炼生酥又熟酥，那个要非常量非常多，大概体验到最后一大桶的牛奶连一点点的卤肉。当然可以治百病，吃了以后百病都会好。可是我们大概没有那个福分这个我们德不够没有那个福分吃到那个卤肉。所以呢这个讲说4牛10蛋，水草的因缘，血脉转变。而成乳，那个牛吃草，吃水草，然后水草那个血脉转变就成了牛奶。肉食甘草其乳则甜，肉食苦草乳则苦味苦草一言，其乳则有涩味之意。看那个牛吃什么样的草，然后它的牛奶就变什么味道了。那个吃水杉的那个是最好。那么施众生呢以名无名，因缘故这个生于恶相。若无名转，则变为名。一切之法，善不善人呢，亦复如是，无有恶相。所以这个佛呢就相信说我们众生有名有无名。这个名就是觉，我们的觉特别灵敏，那个就是名。然后呢，无名就是不觉，不觉就是无名。这名跟无名我们要了解它是一体的，没有分别，是一体。那因为我们有这个业的因缘就变成名无名，就变成2个恶相。那若无名转，我们把那个不觉转成觉，这样呢无名就变名了。所有的万法善跟不善，你把不善又转就变成善，也是一样，都没有恶相。
所以啊，我们了解说，我们在凡尘啊，一定都是两边，然后生灭。那会学说哦，我们从六祖坛经哦，那个六祖对神会啊，哦那个事情来说，哦，因为神会很小哦，就开始修道，小孩子哦就修道，他特别哦灵敏，然后见到六祖的时候啊，他就问六祖，哦，因为六祖就坐着，哦，然后神会就问说，你有没有见到佛性？就是哦，你有看到佛性啊无？要甲阮教吼，就爱你本身看到啊吼。然后六祖哦听了以后啊，就拿那个拐杖就打那个神会，然后就问他，我打你啊是痛不痛？哦，你只要说哦痛不痛啊，那就变凡夫了。然后啊，你问我见不见啊？哦，那个是两边的，见不见是两边，痛不痛呢？哦，就是生灭。那所以我们都在哦，见不见啊？哦，痛不痛？是一种哦的生灭跟两边哦之中。那所以哦，或者从六祖教神会的那个里面啊，我们思索一下，痛是谁啊？我们佛性对不对？不痛是谁知道？佛性对不对？那所以我们那个痛不痛的生灭啊，我们都把它归到佛性本体中道，都在我本身里面啊痛不痛都在我里面，我中道，我不执也不执着不痛，我就全部在中道。然后见不见一样，谁见？佛性啊，谁不见？也是我们佛性啊，所以见不见的两边啊，都是我们佛性，所以我们就不要去执着见，也不要执着不见，就全部都回归到佛性本体。你没有两边的，没有两边的，没有生灭的，都是中道，都是这个叫做没有二相，就是一相，就是这样的。真理在咱的生活里底，竟然咱都唔知，没有人教，不知道。然后啊，那个六祖教神会的时候，也没有讲得很明，只是你去思索它的里面的意思啊，你就会了解。我们说这个我看见了，也是佛性啊；我没有看见，也是佛性啊。你这个看见的现象，不看见的现象，你拢卖挂，你拢倒转来，你这个见不见的本体，是不是拢转伫中道？就没有了啦，没有两边。通不通拢咱家己啊迄是即摆疼一时啊，迄定无去啊，对无？咱家己啊，莫去住伫咧疼，莫讲住伫咧无疼。咱无疼容易啊，迄疼一时啊久，它会过啊，会过去的，它都是你佛性的，所以啊，你那个两边的就不要住，不要执，莫大咧，莫过久，你就一定拢伫有啥的，所以啊，你一定是在中道。所以现在我们看说无有二相，都是安尼啦。有二相是咱的见解，咱家己看到的见解，我们的见解啊，变成两个，好与坏也是这样，你认为好，你认为不好，都是佛性，都是佛性啊，这好，这唔好，你把它回归到你的佛性本体回来，它没有不好，没有好。没有两边，所以无有相，所以啊这边呢说这个善不善没有二相，这样了解意思了吗？
安尼咱就知影讲哦，原来就是我们佛性的本体，我们把它启发了以后啊，都没有两边，都没有生灭，都是中道。所以啊，我们就要知道说，生活之中啊，是我们佛性主宰。你要它善，它就是善，都是朝着善的方向进行，不会有恶所以啊，我们就要了解说，凡尘的生活啊，我们落入凡尘都是短暂，不过100年而已啊。那100年之中我们行善都怕来不及了，没有时间，没有机会去做恶了。所以一定要了解，说我们这个累积的善因为都不够，所以我们变善因缘都不足。善因缘不足啊，变成没有善知识引导。毕竟呢，遇到事情的时候啊，就不知道如何处理。那假如说我们善因缘都足，会遇到这个灾难挫折，会有人来帮你，那个会来帮助你，很快啊就能够躲过这个灾难。像后学讲我安尼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已经热到10度啊，不省人事啊。应该要死翘翘的。为什么？我一个咧大呢无人知我若死人哪会知？都唔知。可是啊，就有人最后家里来，然后因为我都不省人事啊，送到因为我那个社区的对面就是长庚医院，很近啊，还叫救护车。然后我都不知道人了就抬上救护车那个事后听他们细数了，讲我都唔知人讲会盘腿，不知道人讲会盘腿啊。伊讲无你是咧安那，都唔知人佮安尼盘腿，然后真正的到醒过来已经在那个长庚医院11楼病房才醒过来。所以这个中间40度经过2天大概那个脑缺氧都脑死了啦。我哪会无？还可以活所以都很奇怪。尤其那个主治医师照超音波，说我那个5脏6腑都纠结在一起整个都纠结在一起，然后又黑黑的。他说黑黑的是发炎，已经发炎了。那个严重是他纠结在一起已经那个扩散，所以要赶快开刀，把那一些分开这样。人都昏迷竟然找不到家属签字，你开刀要签字我竟然说不要，唔知人各位不要。那一下假如说开刀了恢复就很困难了一定会流很多血嘛。结果就要去帮我这个按摩按摩，隔天那个主治医师去看我就马上爬起来。那个医生一看怎么这么神奇？破病到要死佫继续病那要啦然后就压我肚子因为他结的时候5脏6腑都挤在一起，压我肚子。会不痛？我说不会。哪里痛？头痛。我那头痛是血压高了我都有吃降血压。结果人一生病了，哪会知道是这头痛？结果那个长庚医院开的药，他开头痛药，不好，
然后啊，那个主治医师旁边有很多实习医生，实习医生说要不要再检查一次？那个主治医师说不用，不用了。假如说明天也是这样的，再观察一天，明天也是这样就出院，就叫我出院了隔天真的就没事啊还问肚子痛不痛？我说不痛，哪里痛？头痛。他说好了，你出院了所以就回来了。所以你一直不省人事到出院真正的才3天可是因为我们是算前一天开始的，就算4天所以或者就讲这个也是贵人。那个时候假如说没有找我的话，这个真的就不在人间了。那我也在想我都要拜各位修，怎么可以绕跑？说还不行然后到去看我说，你人艰苦咱袂害，我们还从小。这个老师有一点自然精诚说我会盘腿，我不知道说我在难过的时候不会叫，我也不知道都好像都自然形成这个状态。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在凡尘要多行善，多行善的时候善知识贵人比较多，善知识会引导我们呢躲过灾难所以这个我到现在都一直还很奇怪，我怎么会睡到就不省人事？这个好好的从下课回去还很舒服回去说睡觉，说醒不来了不省人事了，很奇怪我要问老师看看这不让我讲了吗？都让我整个都这个人都不知不觉了。那么加这呢白佛言乳中有肉是意允和，因为佛有讲说呢，我们牛奶里面有乳肉这个意义是怎么样请佛来说。若言乳中定有肉相以微细故不可见则，因何说言从乳因缘而生于肉所以这个迦叶呢就问佛说那个牛奶里面一定有乳肉在里面因为微细看不到为什么说从乳的因缘而生于肉？华肉本无则名为生假如说华本来没有那个乳肉在我们空间本来就没有本来没有那已经出来了，则名为生就已经生花。如其已有，假如说已经有了，那么允何言生？为什么说生？肉言乳中定有肉相，要说牛奶里面一定有乳肉百草中亦应有乳所以这个逻辑倒是很有意思。你讲牛奶内底一定有乳肉，安尼迄牛食草迄草内底一定嘛有奶，草内底有奶啦，有无？咱大家拢来食草，所以这个迦叶真的想到说草里面也有牛奶。那么乳中亦应有草我们喝的牛奶内底嘛有草，牛都吃草草才变成牛奶
肉眼乳中定无肉者啊，主要说假如讲牛奶里面啊一定没有乳肉，那么允何因乳而得生肉？因为我们从牛奶提炼呢，就可以提炼了乳肉。华肉华本无啊，而后生者，何故乳中呢不生于草？这个华本来没有，然后以后才生的。那为什么牛奶里面不会生草出来？各位姐姐，牛奶会不会生草？再怎么样生不出来。所以这个假设有一点得为难那个释迦牟尼佛。那佛就回答说：善男子，不可定言，不可一定的说，乳中有肉，牛奶里面有乳肉，然后乳中无肉，牛奶里面没有乳肉，所以这个叫做无定华本无定华，没有一定所以亦不可说从他而生。也不可以讲那个牛奶乳肉从别的地方生出来，也不可以说。那么肉眼乳中，假如说牛奶里面定有肉者，假如说一定有乳肉的话，那么允何而得体味各异？假如说是一定的话，那为什么牛奶的味道，乳肉的味道，牛奶的形象，水，乳肉呢，变成那个硬那个算固体，为什么它们体跟味都不一样？是故呢，不可说言，乳中定有肉馅，不能固定的说了，它是变化的、提炼的。肉眼乳中定无肉者，假如说牛奶里面一定没有乳肉，那么乳中何故不生兔角？那个牛奶为什么不会产生那个兔角？我们知道那个兔没有角，头发有角，那个就是讲出来的话有话没有那个东西啦，所以都会用龟毛兔角。龟没有毛兔没有角所以我会讲说，你在说的都是龟毛兔角，龜毛頭仔角，頭仔袂使角，龜袂使毛，所以有理無迄個物件沒有那個東西。那么自毒乳中呢？弱则杀人。说我们把那个毒放在牛奶里面，然后牛奶提炼乳肉，你吃了乳肉会死掉，意思知道吗？所以佛讲那个源头那个自毒乳中我们放毒在牛奶里面。然后牛奶提炼乳肉，你吃了乳肉你就死掉了，就被那个牛奶杀死了。是故可说言乳中定无肉馅，不能说呢牛奶里面一定没有乳肉的这个成分，它不会完成乳肉。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理凡世间的理真的要透彻了解。有时候真的一经过质变化，完全都不知道。然后我们吃了死掉，也不知道为什么死的。我们知什么原因？所以要了解说那个源头非常重要。像我们为了赚钱拢把修等一关那个什么油很可怕
那个医生说那个绝对不能吃啦，吃了都会有毛病。难怪我们现在都往医院跑啊，医院就开了很多，因为我们都吃的方面都没有很谨慎都身体都产生毛病，毛病都找医生啊，都这样。所以我们像以往一些老一辈那个农夫生活方式很简单反而没病我们现在吃得很好反而毛病很多。肉源是肉从它生的，假如说卤肉不是从牛奶产生，是从别的东西这个生发的。那么何故水中不生于肉？为什么呢？这个水中不会生乳肉？是故不可收言肉从他生从别的一定呢要从牛奶。善男子，是牛食蛋草因缘故血则变白草血灭众生狐狸变而成乳这个佛就讲牛吃那个蛋呢，就是吃了食蛋，牛在吃吃草，那草的因缘呢那个血变白，所以我们呢这个喝的牛奶是白色的草血媚众生的狐狸，我们众生有这个福可以喝牛奶所变成那个乳变成牛奶。是乳虽从草血而出不得言恶这个牛奶虽然胃呢会吃草会草会飞出来，可是不能说两个唯得名为从因缘生，再讲为因缘生出来肉之体肤亦复如是那个乳肉一直到体乳那个提炼也都是这个样子一定呢固定的那因然后经过提炼的缘因缘然后产生，那么以是异故得名牛味就是这个样子五种牛奶乳肉生酥熟酥体乳五种叫做牛味所以他们以往那个修道能够呢得到这五种就是最幸福了，最好的那个吃的方面最好的。是乳昧矣因缘成肉这个乳提炼乳已经消灭了有因缘经过提炼变成乳肉。那么何等因缘是什么因缘肉做肉软，是故得名经过发酵经过各个熬修，是故得名从因缘有从因缘就产生，乃至体肤亦复如是体肤也是这个样子。是故不得定言，乳中无有肉相所以佛又讲不能够定来说了牛奶里面没有乳肉的形象那我看牛奶一定就是水嘛那个液体哪有那个肉，哪有乳肉？乳肉就变成固体固定的不完全都不一样还要经过提炼一样。像我们那个馒头也是还有那个酵母会发酵然后才开始烂一直烂，然后切的落去吹还膨起来切的时候才一小小块然后经过这个蛮大的所以那个也是
这个过程我们那个比较简单，他要体验这个比较困难一定要有方法。从他生者离汝而有，无有是处。假如说从别的地方产生，离开牛奶，然后有无味安尼无一块对啦，全部都不对。善男子，名与无名亦复如是。所以我们在凡尘，这个名就是觉，那无名不觉。那我们在生活之中觉跟不觉也是这个样子。当我们到一个生疏的地方，然后东西南北都不知道，我们把它认为哇，这边都是当啦，结果不对那个在地人跟你讲那边是西，经过在地人一讲了以后我们还会不会迷糊？不会，已经知道原来我认为的东不对，是西就已经知道了。所以那个无明不觉就没有了，就觉了，知道吗？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觉与不觉都是在这个一念之间你不知不觉也一样过生活当你觉了以后跟不觉完全就不同当觉了以后不觉不会回来，绝对全部都是觉所以这个样子。所以名与无名我们在经典里面看起来是很这个详细的分别啦这个觉跟不觉，你觉的就是佛菩萨，不觉就是众生，差别就很大可是我们了解到真正的真理里面这个佛与众生只是名称名字的不同，它性都是一样的，佛的性跟众生的性都是一样，没有两样那我们众生为什么受苦？那佛为什么他都不会受苦？各位知道吗？我们缺少追求的心我们缺少研究这个真理。当我们整个真理都了解，我们都了解了以后我们顺着真理顺着真理来做的话我们所有烦恼，所有一些那一些苦都离我们远去了。然后我已经进入觉的状态。各位同学要了解到，我们进入觉的状态虽然说做还是很辛苦劳碌，可是心里面会很高兴那个苦是外表形象，心里面高兴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真正的你进入觉的状态，你是时时刻刻都保持快乐因为它没有那个懊恼那个痛苦那一些烦恼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你觉了你觉的时候时时快乐都在你身上，都很快乐不管做什么样的事你很乐意。所以我们在凡尘要了解到我们都一直想说这个没事的时候最好。其实你假如说整天都没事，你反而很难过生活你整天都有事做你很快乐所以现在的忧郁症怎么出来？忧郁症就是你做事都不甘愿做希望都没事做结果这个事与愿违不会按照你的那个想法这样的话就已经先天就已经受苦了很痛苦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在凡尘能够时时刻刻都能够保持常乐我净就是佛菩萨的生活佛菩萨灵力就是这样都是常乐我净
我们佛性不是不灭，没有变化，如如不动，常。你得到这个常，你就快乐了。没有变化，没有起伏，你就快乐。我就是佛，就是如来，境就是境界。你看时时刻刻都常乐我净，所以或许跟各位讲，真的要跟各位修道，说爱各位，那个绝不是说讲那个妄言，不是的，而是说体会到常乐我净。你不管处在什么环境之下，你都是快乐。那个快乐是从内心发挥出来，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一定要降服我们自己的妄想心，那使我们痛苦就是我们的妄想。妄想使我们痛苦。假如说我们已经所有的这一些痛苦都把它清除掉了，没有，哪有痛苦？能够做还是幸福啊！这样的话，整个人生都不一样，都改变了。只要我们的心念改变，我们行为改变，我们整个环境也跟着改变，整个人完整的生活就不很苦闷了，就觉得是很如意。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有那个抗议的事件。为什么要抗议？就是权利受损。你一直在维护你的这一些权利你会很累你假如什么都不与人计较，什么都落入无为，什么都是佛性当家，哇，快乐得不得了。那样生活我们为什么不求呢？说要自己追求，这个乐与不乐乐与不乐它本就中道。你认为快乐就是很快乐你认为很苦，你纵有钱也很苦了。所以我们从以往一些这个故事以及教科书里面所说的那个以前我们中央研究院的院长在北京那个大学当校长的时候，美国有人来找他了然后美国有人看到我们中国人肩胛头用迄皮大拖一只迄个车两链，太太伫后边咧杀，伊甲那个中央研究院院长讲，你们中国人真辛苦。那个跟他讲，你看他们的脸上，他们两个夫妻一个拖着一个推着笑嘻嘻的，你看他们好快乐。那个苦是你看的人苦，他做的人很快乐。所以我们就了解说原来没有钱也很快乐，不是这个有钱的才快乐，不是只要心境改变了你就快乐。还有那个或许是没有念书了，可是有看到一篇那个英文，大概是高中的那个课程有一个银行家住在楼上，楼下那个修皮鞋匠那个修皮鞋的是没钱，可是他都唱山歌了，很快乐在过生活了。那个银行家很烦恼时常都为了那些钱一直伤脑筋他听到那个鞋匠在唱歌他实在是很讽刺啦。好，他就拿了一大叠钱，就送给那个皮鞋匠，说我这一些钱送给你用，你不用还啦，就那个修皮鞋的拿到钱不会唱歌的。那个邻居
过了几天来问他，哎，怎么没有听到你唱歌啊？我说很烦恼。啊，你烦恼什么？你看我这么多钱，他很多钱很烦恼了，唔知要唱喺度啦，啊唔知要哪用，那个邻居跟他说，那容易了，你拿回去还给他就好了。他想一想啊，对我都不能唱歌了，唱歌的心情都消失了，原来就是为了这一些钱，他就把钱然后还给银行家，要还给他，他又开始唱歌了。所以歌就了解到，快乐不关于富有与贫穷了，贫穷一样很快乐，所以都是在心，在我们的心，只要你认定是正确的，生活之中，我们现在的生活都很富裕的，或者都讲有的吃有的穿，有个遮风避雨，的话不用再追求了，你在追求都多余的啦。你一口气不来你追求到了这些东西呀，你要怎么安排？各位先生，我们一口气不来，我们现在拥有的东西要怎么安排？烦不烦恼？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听到太有钱了然后这个家里的人又人口稀少，然后为了那个后事要怎么办这一些要怎么处理很伤脑筋。我们很努力一直争要争一些这个财产。然后真正的你挣到有财产了以后也是烦恼那一些让你都这个丧失掉那个打拼的勇气要打拼了都不用了，有钱面就懒散了，整个人生呢都不知道活着要做什么。所以各位先生，我们活着要做什么？吃饱安息。我们看看社会人士他们一直在打拼真正的到达一口气不来你看他的那一些祖孙呢，很不争气都在争，让他整个人生的价值都不见。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佛要活得非常有意思，然后追求的方向又都是正确。苦以烦恼知觉具则为无明这个若以假如说我们跟烦恼以及知觉所有的一些解不开的一些问题都全部都在，这样呢叫做无明。那么若以一切善法具则名之为明。假如说我们都跟法在一起，这样呢就叫做明。是故我言无有二相这个佛讲无明跟明没有两个都是一个。以是因缘，我先说言：雪山有草，名曰回逆。牛若食者即成醍醐。那佛性欲这个在《大藏经》第16册817页记载，见12因缘即是见法，见法呢即是见佛。佛作说呢，12因缘常相续无生如实无生如实见不颠倒，无生无作，非有为，无智无为，非悉境界，即昧无相。以是故见12因缘即是见法常相续取无生
如实见不颠倒，无生无咒，以是故见12因缘，即是见无上道，具足法身。有因有缘，是名因缘法。此是佛内说因缘相，以此因能生是国。如来出世，因缘生法；如不出世，亦因缘生法。法相常住，无知烦恼，究竟如实，非不如实，是真实法，离颠倒法。或许呢，特别把这一段抄下来，说呢，这个见12因缘即是见法，那见法呢，即是见佛。那佛就是说，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12因缘常相续取，就是一个接一个。各位还记得12因缘吗？从无明，然后眼行、眼识，眼名色，记得不记得？有12个12因缘，它一个接一个，都从无明一个起头，不知道道理，无明不知道道理。然后眼行，行就有我们的心行、时间行，一直在行。然后行眼识，那个识就是认识，我们有过去的，有未来的一些认识。然后识就眼名色，然后名色就眼六路，六路就眼触就眼受，受就眼这个爱就眼取就眼有，有就眼生，生就眼老死。12因缘我们好久都没复习了。对那个之前我们都有一直在讲，说我们人在凡尘为什么会老，为什么会死？我们在凡尘那也老那也死，原因很多了可是最大的原因就是我有生，有生才会老才会死。那我们为什么有生？那也生别烦，就是因为我们造业有业了，那个业的名称叫做有，有了，已经造业了，有业，有。那我们为什么造业？就是喜欢讨厌取我喜欢的我拥有，我讨厌的我排斥。不管是拥有排斥都要行为，这个行为就造业，造了业就要受苦。那我们为什么会有喜欢讨厌？为什么会取？所以我们了解心里面产生的爱，爱呢跟不爱它是相对的，有爱就有不爱。那我们为什么会爱？所以了解到因为我们有接受环境也有接受了接受了以后才会产生所以我们了解那个就是我们有受才产生爱，有爱才产生取，从取了才产生有，有了才产生生，有生了才会老死。你看它都连续的，不会突然来的，都有那个连带连续性。那我们为什么有感受？就是跟凡尘接触为什么跟凡尘接触？就是因为六根
我们六根啊才跟凡尘接触。那为什么有六根？就是因为啊我们有名色，有身体就是有精神状态，跟有那个身体的形象。那为什么我们会有名色？就是因为识，认识的识啊。那认识的识我们就是了解到，是我们前一生前世，然后所造的因缘，然后到现在我们跟我们以往的那一些又牵缠在一起，所以才进入胎才有名色。有名色了以后具备身体有六根，才跟凡尘接触。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识？有一些以往所造的业因为我们有行，这个行它就使以我们的心在一个念头接一个，一个念头接一个行，时间一秒接一秒，一秒接一秒行，都一直在行。那为什么会有行？就是因为无明。所以一个无明为头，一个老死为终，12因缘所以佛就讲，你若见12因缘，即是见法，你看到法了你看到法，你就看到佛各位看到佛了没？看到法了没？对都很容易的因为凡尘佛在讲的意思还没有落入形象之前，都有征兆。那个征兆你去体会，你去看到你就见到法。你看到的法你就见到佛。为什么？因为所有的凡尘都是眼即则生眼善就昧。眼即则生，那个眼要怎记你见你就已经看到如来，你就看到佛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一些道理我们一定要这个详细加以研究。那或许之前好像也蛮常讲记得隔了很久都没有提起，各位好像都忘光光了会记得没？有印象无？没印象有。以前很少常讲12因缘他都会从这个后面讲上来，从前面讲下来从前面讲下来，从无明。无明就是不知道真理，不知道道理你不知道道理眼行你去做就不合，那不合真理就要落入现象受苦了所以从上面讲下来，是从无明开始眼行，然后眼识，那个识就是我们世的因缘了，每世的因缘，然后我们被投胎就是进入中阴身了中阴身在你造在你什么人？你有缘的人，就是咱甲父母有结缘，然后中阴身追的时候有缘的地方有亮光，无缘的地方黑漆漆的拢无现在看到有亮光中阴身就直直照转入这个光投入那个光的内底这个光的内底就是父母亲正在做爱，父母亲结婚了以后就是正在这个亲爱的时候，他就投胎以后就怀孕了怀孕叫名色名就是精神状态，色就是形象所以名色到我那里就是胎形成那个胎而已。然后呢它慢慢286天它就会生下来，它就会生下来之前它就有具备6根然后生下来跟凡尘接触，跟凡尘接触
真巧啦，伊即马迄个第10殿魔庄迄个忘魂汤喝了太久，效力不强，所以他生下来不哭就不会活了。因为我们虽然阿赖耶识来投胎最早，可是一定要跟空气接触以后，我们生下来，我们的身体跟空气接触，跟空气接触，我们的灵跟阿赖耶识才一生，所以哇，他的哇了。所以那个有经验的一些助产士啊，他都会把那个不哭的那个婴儿脚往上拉着头让他垂下，打他的屁股啦，跟他讲，你这正业啊唔来袂使啦，甲拍个好考，一哭了他就放下来，就交给那个那个生的这个家庭的，讲活安尼好啊，一定活。这一哭我们就一生从哭一直到死要一段，分段生死。我们出来接触了以后我们就有感受慢慢的你感受很强烈，感受了以后你就产生喜欢讨厌。就造业然后喜欢讨厌呢，就拥有跟排斥都呢经过这个阶层然后已经你的行为已经完成叫取然后业叫有因为业有造了，所以引起下一世的生因为有生一定会老死。个死不倒转来了死未完，所以叫12勾手，12因缘。佛呢就要我们研究让我们知道我们顺着走6道轮回我们改变的地方就是在受，我们免不了出生跟凡尘接触的，一定有，然后接着那个受接触有了以后受所以有修的他都教我们一切不受，就是我们凡尘事来则应事去则见，你不要让这个凡尘事进入你的内心，不要让它进入，因为进入你会记得你会记得就形成你要去经历你不受不进入内心变成你内心都是空，都是空的状态它没有业所以你没有受不接受一切不受以后，没有喜欢讨厌没有喜欢讨厌不造业，因为我们有喜欢讨厌有取舍才造业，造了业才受苦。我们一切不受不管好的坏的我处理完就好，我都不让它进入我内心，我一切都抛开，这样的话没有喜欢讨厌所以没有喜欢讨厌就没有取舍，没有取舍就不用受苦了，解脱了。所以解脱还是要自己努力，自己选择啦。你选择你在凡尘，你若讲看人做代志危害到你的权利，你讲好，你给我记，我绝对也报复。你这样的话6道轮回绝对免不了。你若讲迄个凡尘事转眼空迄种过眼云烟有啦有魂有魂就念要过去你都放空没有，就没有业没有业你要受苦都没有苦让你受了
你讲哦，我来受苦，我要来受苦，啊，你也无正业，苦伫倒无。啊，咱若安尼足多业乌白修、胡思乱想吼，最厉害。乌白修，啊个做行为啊无检点。啊，你讲哦，我不受苦，我不爱受苦，你走袂离啦，苦咧等你，苦袂了啦。绝对苦袂了，你着家己静来业啊，你家己爱去接受啊。所以咱爱了解讲解脱，是咱家己了解道理，拢无去犯着，拢无搁再去做，自然拢解脱啦，解脱了。咱若讲无研究安尼，一寡业平静，你想讲我解脱。啊，佮规个佛前直直拜托佛陀，你甲我解，不可能无法度，佛袂甲你担你家己种的业嘛，你爱家己去了，佛袂甲你担业，佛若甲你担业你会愈种愈厉害，所以甲你担，所以咱爱了解，业爱咱家己了，我们自己了业。那个呢，不重的，我们业拢卖紧，胡思乱想都无，微细的业都没，都全部没有了。我们大概最差的就是念头，我们不知道起心动念的念就是业。咱拢想讲，读甲我要修啥，有啥物要紧，啥要紧，咱咧修，你甲你以往所种的业都甲扭来，无受过哪会使？你都拢扭来啊！你若无想的时阵，以往就以往，过去就过去啊啦。伊要因缘有情，无缘因缘无回合，无迄个果报呈现。咱就爱知影讲以前有正因无对，不过即马就爱因缘回合，安尼才会果报呈现。咱拢心保持安尼清健康。咱毋是句讲应先先有无？爱会记哩啦，做应先先啦，拢无业啦。你若加减想应用加减想，较袂老人痴呆。共款啦，一定我那老人痴呆。所以要了解到，你若保持甲拢无念，迄才是正讲真空状态。你有法度真空状态，你伫个佛的本体内底，咱拢是佛的，是咱家己拢无爱做啊，拢想讲迄坐遐伤艰苦啦，安尼坐甲拢咱等下拢会下课拢转去，还佫踮仔咧坐。所以我时时讲卖啦卖做上好。可是我们要知道，那个只是一个外表形象，重点都是在我们内心。我们内心都保持那个空寂，迄个寂就是如不动，已经是咱有形的本体。咱若伫迄个本体内底，我才真强调讲思机而隆现。你安尼做万年放下，你甲做足熟的，做对啊到后来你在家里面做，真的是神通万物。你外口发生什么代志，你拢知。因为你的整个佛性本体啊，充在整个宇宙虚空。你有法度静了久，迄个功夫有够，伊就会通外口。愈通愈远啦，愈远的代志你拢愈会知。咱即马就是讲拢甲人咧计较，计较的心就是甲会，拢迄鸡仔肠鸟仔肚拢足下。你足下中间你要哪会知影外口创啥？无法度了解啊！你即马拢放下，万言拢放下。遐呢，胡思乱想也都不要，起心动念都不要，让它都远去了，然后你就沉静。我们的佛性真的很奥妙，
哦，你真的能够努力的修，可以转移四天下，啊，咱唔免去想迄啦，咱唔免等，咱等咱家己就好啦。哦，转了我们这一生呢，过得都很如意，很快乐，这样呢就可以了啦。所以或许特别把那个《大藏经》16册817页的记载，那个见12因缘即是见法，特别写下来，因为我们在生活中都可以看到那个因缘际会它会产生，这么这样呢做会也变现出来，我们会事先知道，所以能够呢见到12因缘，可是也当见到佛法，那见法了以后就可以见到佛，这个呢佛讲的不为我们，我们肯努力朝着这个方向去做，因为我们部分都是在现象注意对那个没有形象的不会很在意。那假如说你看到12因缘，那个都是要没有形象的地方，你已经在意了，这项跟这项拄着以后会变到那，也未出来，你就会事先会知，所以见那个12因缘，这个12因都相续，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它无生，它不会生啦，你直直接落去它无个生啦，都伫咧烧接它无生，它如实，如实见不颠倒，12因缘呢都不颠倒，无生无作，然后会有为无助无为，它无助呢，又无所作为，它不是呢我们心的境界。它极昧无相，我们的佛性本体就是极昧无相，那么以是故见12因缘即是见法，常相续取无生，都无生啦。我们在讲时候好像都一个接一个，可是它都没有生，没有昧，如实见不颠倒，无生无作，以是故见12因缘。即是见无上道，你看到12因缘看到最上圣的道，具足法身。我们整个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都叫法身。我们这法身充塞整个宇宙虚空，非常宽，所以有因有缘呢，是名因缘法。那么此是佛内说因缘相。以此因能生是果，有因就会有果。如来出世一缘生法，如来不出世一因缘生法。所以因缘生法，缘聚则生，缘散则灭是一定的。如来有没有示现在凡尘这个因缘都是固定的。法相常住，无知烦恼，这个法相都没有烦恼。那么究竟如实，非不如实，是真实法，离颠倒法，所以后就特别把它这个抄录下来。善男子，众生福宝不见是草，就是那个雪山有草名为蜜，咱众生的福拢真无啦，无看到这个雪山，这个肥腻的这个草。那么佛性语咱的佛性是安呢？烦恼故故众生不见。咱的佛性呢，既有迄烦恼难看条的，所以众生拢无看到，无看到佛性。那么譬如大海，水同一咸，虽然迄海水拢咸的，那么其中亦有上妙之水，味同于乳。这咱都唔捌听到讲伫个海内底有迄个上好的水迄味拢那牛奶咧，安尼真好味。
譬如雪山，虽复成就这个种种功德，多生之药，亦有毒草。雪山呢有生足的药啊，治众生的病，但是嘛有迄个毒草。那么众生身啊，亦复如此。咱众生的身躯嘛是安尼，虽有四大就是所有风土啦，这个四大毒蛇之种。这佛呢讲咱的四大就是毒蛇那么其中亦有妙药，讲呢咱这个四大内底啊，它有妙药这个大王所谓啊佛性皆是作法咱的佛性啊，唔是讲有法度去做出来，唔是讲伊会做他呢都呢如如不动。单位课程啊所护就是被课程所覆盖洛萨利这个是王种，婆罗门就修道者毗舍商人，手头农夫能断除者啊，即见佛性，成无上道假如说能够这个看到啊佛性啊把那一些那个毒草那个毒种都除掉的话，就可以成无上道。那么譬如虚空正的其余，一切象牙上皆生花这咱较唔知影，较唔捌去看到。讲虚空若单如起云迄像叶啊伊就会生花若有雷震啊，花则不生没有雷的话呢那象也不会生花，亦无名字嘛无名众生佛性啊又如是，常为一切烦恼守护啊，不可得见。是故我说呢，众生无我所以啊，众生内底没有佛性啊，就是无我我就是佛，我就是如来咱拢被烦恼所护。若得闻是大般涅盘微妙经典，则见佛性啊，如象牙花假如说我们听到呢大般涅盘微妙的经典就可以看到佛性，就好像这个天打雷啊，象牙开花了如象牙花虽闻迄经呢，一切三昧，世间呢不知如来微妙之相虽然还有很多的经典一切三昧呢就是正定很多的经典也都呢这个强调呢那个正定，可是没有听到呢涅盘经呢，就不知道如来微妙的形象。若无雷时啊象牙上花不可得见没有打雷的话那个象牙上面的花就没有办法看见。那么闻是经语，即知一切啊如来所说密藏佛性假如说能够听到涅盘经，就呢知道一切的如来所说的秘密宝贝那个密藏就是我们的佛性。那么譬如天雷见象牙花这个看到涅盘经就好像上天打雷，象牙已经开花。那么闻是经语啊，即知一切无量众生呢皆有佛性一看到涅盘经以后就知道一切无量的众生呢全部皆有佛性。那么以是义故说大涅盘，名为如来秘密之藏都是如来秘密之藏。增长法身，犹如雷石象牙上花，以能长养
如是大义啊，故得名为大般涅盘。这个涅盘经啊，大般涅盘，因为在加大般涅盘啊，跟那个涅盘就有区别。生死涅盘啊，等空法是空中的花。那个就是摩诃。般呢，就是进入我们的那个佛心。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有能学习四大涅盘微妙经典，当知是人呢，能报佛分。真佛弟子。假如说有善男信女，有能学习四大涅盘经，微妙的经典。当知是人就能报佛分，真的是佛的弟子。那么迦叶白佛言：甚奇世真，所言佛性甚深，甚深难见难入。这个佛在讲的佛性呢，很深，很难看起来很难进入。声闻缘觉所不能解。这个声闻觉。这个小圣呢，不能够了解领悟。佛言：善男子，如是如是，如所叹，不为我说。你所赞叹的，就是我所说的，不违背我所说的。那么迦叶白佛言：世真，佛性者允和甚深，难见难入。这个呢比较要这个深入其中，然后问呢释迦牟尼佛，说佛性者允和，为什么呢？甚深难见难入。那么佛言：善男子，如百盲人为自目故造诣良医，40良医以金钵掘其眼膜。以一指示问也见不。盲人答言：我又未见。忽以2指3指视之，乃言呢少见。看一点点善男子，是大涅盘微妙经典，如来未说亦复如是。无量菩萨虽记主行之波罗蜜，乃不实住。犹未能见所有佛性。如来既说呢，即便呢少见。如来有讲了以后可以这个见到佛性只是不透，还没有透彻。那么菩萨既得见已咸周是言，咸咒是言，前呢都这样说。甚奇世真，我等流转无量的生死，当为无我之所惑乱。这个流浪，一直六道轮回，都被这个无我所迷惑。善男子，如是菩萨位阶呢，实地尚不明了知见佛性，何况声闻缘觉之人能得见？所以佛就讲，菩萨已经到达那个实地也很高，最高了，尚不明了，还不透彻知道那个佛性。那何况呢？那声闻缘觉，就是那个阿罗汉，跟那个辟支佛，他们没办法看到。善男子，譬如罪人，一摄眼入朦胧见道，实是菩萨以如来性，知见少分亦复如是。朦胧，道路都朦胧，有人有路，无啥怪。善男子，所有佛性如是甚深，难得知见，唯佛能知，非知闻言觉所及所以佛性加轻如本如轻不是呢那个阿罗汉跟辟支佛他们所能够到达。那么迦叶白佛言：佛性如是微细难知，
因何肉眼而能得见？为什么我们的肉眼可以看见佛性？佛告迦叶，善男子，回想回想天，就是那个无色界的那个第四天，亦非二圣所能得之，随顺契经以信故知，就是因为信，然后才了解。善男子，声闻缘觉，信甚如是，大涅盘经自知己身有如来性亦复如是，就是从深的经里面相信，然后对自己也知道是一样往后一定会呈现。那么接着呢，是讲文字品第13。那么以下这段呢，详细领悟言前益深都特别呢把小刮胡。迦叶白佛言：非圣凡夫有众生性，皆说有我。这个非圣凡夫就是我们凡人都有众生性，全部呢都说有我。那么佛就回答：譬如两人共为亲友，一个是王子，一个呢是贫贱，如是二人互相往返。是时贫人见王子有一好刀，精妙第一心中贪着。王子后时执持是刀，逃至他国。贫人疑惑呢，寄宿他家，即于闽中一言叨叨。那个一言就是做梦梦中的说话，那个一言，所以之前佛学特别说这个梦中呢这个说话，各位有经验吗？做眠梦咧讲话。佛学说假如说你听到人家他已经睡着在做梦，可是在讲话，你用你的那个手心去放在他的心脏上面，轻轻那个挂他在讲话，你就用你的手心放在他的心脏，放在上面，然后你就问他，不管什么事只要是有经过的事，你怀疑的是什么事，你哪去搞地钱？无啦，我无人搞。那个时候讲的最不会骗的，一定都是从心里面讲出来。所以你跟他问什么你怀疑的事你向他问，他都回答，他一定都照实招来。都一定的啦。你跟谁在恋爱？没有啦。所以我们也很难遇到说做梦在讲话。真的遇到你可以试试看。他不能大力这个，你那个快了。那么旁人闻之收至王手，边仔人听到，就甲带去王的所在。那么时王问言：如言刀者可以是我？你咧讲刀，你讲给我听。那么世人具上士答往，王今设时屠割呢成身，分裂手指，欲得刀者实可得。那么臣以王子视为亲后，先攻除，虽睁眼见乃至不敢以手这个称度，况当呢故取。这个
穷人啊跟那个王子很好就是交情很好，曾经呢在一起生活。虽然有看到那个王子是拿那个刀，他呢都不敢去碰那个刀。王忽问言：亲手见刀啊，相貌何类？看到的刀它是什么样子？然后就回答：大王，臣所见者啊，如骨羊角，好像呢牛啊杆。那么王闻是以啊，这个欣然而笑，言就讲话。汝今随意所至啊，莫生忧怖。我库藏中呢，都无是刀。伊叫伊入去库藏内底啊，去找看什么款的刀，什么型啊？况汝乃于王子边见啊，你都看到迄王子也的。那么时王即问：知秦臣言，汝等曾见啊，如是刀不？讲你捌看到这款型的刀无？言语啊变笨，这国王就死掉了。那么荀彧遗子啊，少据王位，忽问那个秦臣：汝等曾于库藏中见，是刀不？那么知臣答言：此臣等曾见。又复问言：其状啊，何事？是什么型的？答言大王，如这个骨羊角。那么王言：我库藏中啊，何言当有如是相刀？无这款刀啦。然后第四王搁再呢搁换人做国王，皆悉呢这个简教，求所不得。切或呢誓使仙桃王子从他国还归其本土，不得为王，换伊咧做国王，既登王位啊，忽问之臣：汝见刀不？答言道：大王，臣等皆见，无看到。又复问言：其状何事啊？伊的形生做啥款？答言大王：极色清净，优波罗花。已经这个回答的都已越来越离得越远。那么或有答言：形如羊角。复有答言：其色呢红赤，犹如火炬。复有答言：犹如黑蛇啊。你看就差别很大。子王大笑。卿等皆悉啊，不见我刀真实之相，拢安尼，大家拢学别讲。三男子菩萨呢亦复如是，出现于世啊，说我真相，舍以啊这个舍去，譬如王子持净妙刀呢逃至他国。一共呢释迦牟尼说菩萨也是这样。出现在凡尘，然后讲到我那个我的真相，讲到我，讲得很透彻以后，然后讲完了，就走开了，就没有在原来的地方。就譬如那个王子啊，持净妙刀，已经呢逃至他国，然后凡夫以人说言，一切有我。就是我们凡人说，一切有我，有我如彼贫人子树，贫人呢去有一暗嘛，那么他舌一言叨叨，梦中说话，声闻缘觉问之众生，我有何相？这个回答，我见我相大如母子。或言如米，或如呢稗子，有言我相
住在心中，自然日日好像太阳。如是众生呢，不知我相，譬如知尘不知刀相。那如是啊，说以我法，再说那个我，都呢不切实。凡之种种分别，妄作我相，如问呢刀相，答是阳草，是知凡夫啊，自地相续，而起邪见。唯断如是邪见故啊，如来示现，说以无我。譬如王子以知尘言，我库藏中呢无如是刀。所以啊，这个说我跟说无我，在差别呢，就在这里。善男子，今日如来所说真我，名曰佛性。佛性啊，就是真我。如是佛性呢，我佛法中，譬如净刀。善男子，若有凡夫，能善说者啊，即是随顺，无上佛法。若有善分别随顺啊，先说是者，当知即是啊菩萨相貌。就说呢佛性啊，是什么样子？善男子，一切之法，唯此涅槃，更无依法而常者。只以次第呀，这个言果实常，虽修一切契经之典，乃至未闻大般涅槃，皆言一切悉是无常。所以啊，佛讲说我们凡尘一切的之法，就辞掉涅槃。涅槃就是常生不灭。然后更无一法而是常，就没有在一法呢，它是常。都是以这个凡尘在用。四谛呀，那个果，眼果实常。本是经已啊，虽有烦恼，如无烦恼，即能利益一切人天。何以故？晓得己身呢有佛性故啊，是名为常。所以我们这个看到佛呢这样讲，我们只要知道自己身体有佛性都是常，就可以利益人天。故此善男子，譬如金矿，消融之时是无常相。融以成金多少利益，乃名为常。就是我们了解那个金矿，那个金矿要把它消融，把那些沙石，都清除掉。所以金矿呢是无常相。融以成金已经呢把它融成金了以后，就多少利益我们都呢很喜欢那个金。这时候乃名为常。故处譬如虎马，未被压死名曰无常。积压成有，多少利益乃名为常。虎马也未油改压出来，那个无常压出来以后就变常。譬如众流皆归海，一切契经知定三昧，皆归大圣大涅盘经。何以故？究竟善说有佛性故。所以这个涅盘经呢，就是善说佛性。迦叶佛言：如来以理忧悲独见。夫忧悲者，名为天。如来非天。忧悲者，名为人。如来非人。忧悲者，名二十无有。如来非二十无有。各位二十有还记得吗？三界啦，欲界有14有，色界有7有，无色界有4有。就是25有，有因有果。
那如来非二十无有，是故如来无有忧悲，何故称言如来忧悲？善男子，无想天者名为无想，若无想者则无寿命，若无寿命允何而有因界之路？以是义故无想天寿不可收言，有所自处。那个我们呢在舍家就讲这个初禅大梵天、二禅、三禅、四禅，然后五净居天跟无想天，有没有？然后这边呢佛就讲那个无想天啦，这个无想天呢就名为无想，没有想就没有寿命，也没有五阴，也没有那个18界，它没有那个六根六尘识之路，没有，以是义故呢，无想的天寿不可收言，有所住处，所以那个是色界的一个有因有果的地方。善男子，必如是神依事呢而住，不得定言依之依节依境依业，讲是神拢树依附树咧大，袂使讲伊住伫基，还是住伫倒一站，还是住伫迄个中科，还是迄叶就不固定的说它在哪一个位置，虽无定所不得言无，无想天寿亦复如是，所以我们了解它一样落入有因有果的有里面。三子，佛法欲耳，甚深难解，如来实无忧悲苦恼，而以众生起大慈悲，现有忧悲，视之众生如罗侯罗，罗侯罗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儿子啦，所以他看我们众生就看他的儿子都是他的儿子一样。善男子，如来之性清净无染，犹如化身，云何有忧悲苦恼？若言如来有忧悲者，因何能利一切众生，弘广佛法？若言无者云何而言等视众生？如罗侯罗。若不等视如罗侯罗，如是之言则为虚妄。以是义故，善男子，佛不可思议，法不可思议，众生佛性不可思议，无想天寿不可思议。如来有忧即以如无忧是佛境界非之声闻眼觉所知。善男子，譬如中设宅围城，不得助力伫咧空中咱的厝还是讲这围城这垃圾的物件，伊拢带袂掉。那么若言设宅不因空住无有是处，若讲咱的厝无起伫咧空的所在嘛无得着啦。都爱有空才有法度起厝，咱用是用迄个空的所在。以是义故不可说设宅虚空，不住虚空。所以有很多呢都是这个我们要体会啦。凡夫之人虽不说言设住虚空，而是呢虚空实无所住，何以故？性无住故。这个虚空呢，伊都无地住，无住伫倒位啊。善男子，心呢亦如是，我们的心也是这样，不可说言
注阴戒日，咱的心袂使讲住伫五阴，住伫18界，住伫6根6尘6识，急以不住，也是无大。如来忧悲呢，亦复如是。若无忧悲，云何说言？等是众生呢，如罗诃罗。若言有者啊，复云何言？性同虚空。善男子，譬如幻师，虽复化作种种宫殿，这个沙僧，长养，细服放蛇，即作呢金银琉璃宝物，丛林四木，都无实性这个幻师呢，变化很多的这个形象出来，两边的全部都收，它都是假的，都没有实在的那个性在。如来欲尔，随时世间示现忧悲无有真实，就是示现给我们众生看。善男子，如来以大般涅盘，云何当有忧悲苦恼？若为如来与涅盘是无常者，当知世人则有忧悲。要说如来进入涅盘，就是如来是无常，那这个人呢，他就有忧愁跟悲伤，因为呢，他会说见不到这个如来。那假如说了解真理的，知道呢，只要你真心呢，你就可以见到，所以他没有忧悲。若为如来不入涅盘，常住不变，当知世人无有忧悲。就是这样。说如来呢，他都永远在，都如如不动。如来有忧以及无忧无能知者，就是没有能够呢这个知道的。我们还剩下有8分钟，给各位问问题。有没有问题要问啊？没有。我们有问题就是结怕感，要把那个结打开，才会修得很顺。所以我们在凡尘一个呢是结，一个是实。其实我们看到什么东西想要，那个就被那个东西驱使，驱使往有形有相的地方前进。那我们假如说了解到这个结跟实全部都解开了，没有了，也不被物质驱使，然后也没有打结，修习到来就很顺，很容易修。没有问的吗？做梦梦见蛇，那个因为龟蛇都是先天上帝的马力，就是它的部下。那我们可能以往有到庙里面去朝拜，然后隔了非常久没有再去拜，那个他会派他的脚力来看一看你进来怎么样，好不好？是那个意思的。那个寺庙的那个神明派他的部下来神巡视咱的厝的有平安无啦？来甲你看看互你知影讲你哪拢无搁倒转来拜拜，是那样还有吗？好，请说。刚刚有讲到那个阿赖耶识阿赖耶识
我们人投胎转世嘛哈，你说中阴身是那个光是走，那阿赖耶识是在出生的时候下来的，还是刚刚的时候来的？阿赖耶识最早投胎，所以我们之前就有讲过说，气候来先做主空，就是我们归空的时候气候虽然人都没有呼吸，可是它还在，阿赖耶识还在，还有走了，所以最后走的就是阿赖耶识。但是投胎的时候，它是最早来，投胎最早来，那个胎才能够挖，才不会变成死胎了，那个挖，所以它最早来，已经来了，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在离开母胎的时候离开那个出来的时候，我们口鼻呼吸的时候一定要哭了，要哭灵，我们那个灵才记。我们要了解到阿赖耶识它是常在，它是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地方它都在。可是我们那个灵敏的灵它是跟随我这一分段生死的开头进来的，灵进来了，然后我们这一段的才开始。那个没有哭灵没有进来，阿赖耶识它没有发挥作用，它在，可是它没有发挥作用。那个灵是什么？就是我们六道轮回里面所造业的灵际的东西。所以我们假如说六道轮回太久，太聪明了，我们都不喜欢再来，因为来会受苦了。那个苦都已经知道，还没有来就知道要受苦。知道当然我不来可是不来就是困在我们的业有造了业不能不来。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讲说，到底灵跟阿赖耶识它是有关系还是没有？说没有不是说有也不是就好像我们涅槃经正面看有涅槃经，后面看没有字，可是它有涅槃经，是这样就是有一体，可是它有两面，你两面记住了呈现，你没有记住了，它没办法呈现。虽然说已经阿赖耶识已经投胎的时候来，可是你生下来你没有哭它没有完成，那个孩子还会死掉。阿赖耶识也一样，归到整个大地归到大地以后，他还会再来。可是，一般现在都有经验，都会把他救活，就一定要让他哭，只要哭就好了。那个是太聪明，太聪明，对，那个孩子太聪明，不想，坚持不哭，我不哭就不好了，不好我就回去了。可是他造了业没有了还是会来只要我们要知道，他现在的灵敏度高，可以坚持说我哭可是你在这一次没有活过来，再来投胎的时候，你的灵敏度就降低了，你就没有那么灵敏，说我不哭，你不哭没有力道，就剩下的哭了。所以像我们了解到说他这个就是有一些是灵敏度太高，他来了以后就回去了，不再完成生活。
可是啊，你有造这些业，它会再让你再来出生。出生以后，你再坚持，我不要再完成生活，再回去。然后你这样经过几次，一次一次的你的那个能量越来越低，你的坚持越来就越没办法实现，到最后还是被业，所以那个业力厉害还是被业推来了。你唔来就硬把你杀来，除非说你的业是很少的话那个推的力道不大。现在要来走到了，是不是我想要的？这个以前或许跟那个有两地那个就一起的时候，他就跟我姐讲，那个第五要来转世都要修生要来台湾迄个外国无啥人要去，拢要修生来台湾。咱的名分有限袂当讲你想要来就要来都是名分有限。可是我们要了解说，你一日生到为台湾来做人足好足好修道，不来看到花花世界美好了，拢要佚佗啦，无爱修，袂记啊。听后甲伊一口气佫无去我要来求道修道的，伤慢。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一生很短，要把握超过时间了。讲师、各位坛师、各位先生，大家好。不学占道天师的老千大德，一起感谢各位前贤给我写机会先讲。我们讲到哪边呢？第几页？15页。苗玉萍吗？苗玉萍这个在第15页的左边这个鸟玉萍比喻鸟，用鸟来比喻。这个佛呢就讲善男子，如来无碍智就是没有障碍智慧视线呢泛化就是佛呢视线在凡尘让我们众生呢来学习。那佛的视线呢随顺世间，就顺着我们凡尘。那凡夫肉眼未是真实这个如来那个视线呢，它一样是假的幻化。那我们众生这个肉眼看起来是真实的要我们了解说，就连佛都是幻化，都是假的不真佛的那个视线都不真，那凡尘的万象更是假都是变化无常。而欲尽之如来无碍，无上智者无有是处就是要全部都知道那个如来无碍的那个最上智慧就是我们众生呢，我们这个凡夫都没有办法所以联系着上面那个如来有忧无忧那个为佛能知就是佛知道有没有忧。有的话也都是随时我们凡尘看到我们众生都贪恋凡尘，那佛就很忧心要想这个用什么方法来这个启发众生的修道的心
所以呢，那个时候啊就有忧了。可是啊，真正呢，在我们的佛性里面啊，所有的那个烦恼忧愁啊，全部没有，都没有了。所以啊，我们住相了以后啊，才有忧愁。只要呢都不住，那个烦恼忧愁啊，全部都没有。所以这个佛就讲，有忧无忧呀，唯佛呢能知。那我们呢也一样啊，都是佛。所以各要了解到，我们去掉呢执着跟妄想，我们就是佛啦，跟佛没有两样。每一个啊都是佛。所以要自我期许呀，我们就是佛。只要我们把自己呀，定位在佛的位阶呀，那我们会自我要求比较高。就是本身是佛的，不能随随便便，不能有脾气毛病，不能有贪嗔痴，自然啊就会自我要求。然后啊，我们要了解到，我们人的一生啊都是非常短暂。我们知道的脾气毛病不改，那很快一生过了，没机会。按改了，马上就可以见功效，而且自己会很高兴。佛性里面啊没有脾气毛病，佛性里面啊没有贪嗔痴，这一些啊都没有。可是啊，我们一落入六道轮回太久，都不知道，不知道佛性里面啊，没有贪嗔痴，没有脾气毛病。可是我们现在的生活啊，我们谁敢说没有脾气毛病啊？都是一大堆啦。只是自讲承不承认？承认的话就很快改过，不承认的话呢，会延续呀。到哪一天呢可以改？大概断气的时候。所以啊，我一定要知道，一生很短，要生活之中呢，就要检视自己，这个态度、行为以及思想，有没有符合真理，跟佛一不一样？假如说跟佛不一样，我们要赶快改过。那我们在生活之中啊，都跟佛都一样的，那不要等到以后成佛了，就现在就已经是了。所以了解到每一个众生都是佛，佛跟众生那个名称不同了，佛性都一样，没有不同。所以啊，我们一定要认识佛性了以后，朝着佛性的方向努力。那么以是因缘，一法有我，一法无我。所以啊，这样的因缘，有忧愁或是没有忧愁，因为有这样的因缘，一法就是不一样的那个法，一法里面呢有我，一法里面呢没有我。所以我们了解到，我们在凡尘呢都是两边呐。只要呢我们体会那个中道，我们就在中道里面，两边呢我们全部啊都包含。所以了解了我们的本身啊是中道，这样的话呢修起道来容易。那么四名鸳鸯加提性，这个呢就是两个鸟的名称。那么佛法犹如鸳鸯共行，这个鸳鸯，我们时常也看到那个非常漂亮那个外表的那个鸟在水里面呢鸳鸯都是共行，是嘉陵啼及鸳鸯鸟，这两个鸟的名称。那剩下水藏，这个先水藏选择高远，安处其子，这个鸟也是很有这个智慧，这个他的那个孩子被水流走了，所以选择高远。
来安处他的孩子，为长养，就是要长养他的那个孩子，然后随本安然而有，就随着本能，那个这个鸟它可以游在水中，这个鸳鸯，各位有看过吗？鸳鸯，很漂亮它的那个外表很漂亮。那么如来出世亦复如是，化无量众生安住正法，就是这个示现，然后就能够教化无量的众生，安住在正法，这个正法呢，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的正等正觉，这个呢就是这个正法，所以我们呢就是要住在无上的正等正觉，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自在这个正法，如彼鸳鸯，嘉陵啼鸟，选择高原安置其子，这个佛呢在讲说如来也是跟那个鸳鸯嘉陵啼鸟一样，这个选择能够这个教导众生的地方，然后安置所有众生，然后能努力的认识自己的那个本性，然后修持就能够回归到本位。那么如来亦有如来也是这样，好像那个这个鸳鸯嘉陵啼鸟，令知众生所作伴侣即便理大波涅槃，所以如来教化众生已经呢所做的都已经都办理完成，就呢进入大波涅槃，就是已经呢不再完成示现了。那么知行是苦，涅槃是乐。我们凡尘所有的一切就是知行，所有的万行全部都是苦。所以在凡尘不管是有钱无钱，有势力或是没有势力，全部都是苦。涅槃就是快乐。那我们要了解不生不灭就是快乐。有生灭有变化呢，就是苦。所以佛就鼓励我们进入涅槃。第一微妙坏知行故，我们呢进入不生不灭那个就是第一微妙，很微妙的那个状态，已经呢破坏所有的万行，我们凡尘的所有一切那个造业的行为都已经呢不见了，都走入我们的无上的正等正觉。那么迦叶呢白佛言：云何众生呢得涅槃者名第一乐？这个迦叶就问说：为什么众生呢得到不生不灭？就是名第一乐，就是第一的快乐。那么佛呢就回答说：如我所说，知行和合，名为老死。所以我们赞成一直在努力，所有的万行都努力的去加以行持。这个呢名称叫做老死，就是一定会老，一定会死。所以知行和合，我们了解这个呢有那个12因缘的味道。我们很努力一直做，免不了就一定要走入老死。所以之前我有讲12因缘，各位还有印象吗？都呢蛮实际的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人为什么会老，为什么会死？最大的原因就是有生，有生呢才会老，才会死。那为什么会生？就是因为我们已经造业，
那个造业就叫有，定业啦，我们已经造业，那个业已经固定，像我们现在生活之中呢，假如说我们有业，那个都还定，因为可以变化，我们心变化，我们行就变化，我们造的业就变化，所以要了解到，那个有就已是定业，定业呀就改不了。那为什么会有？就是因为我们取舍啦，有取舍才呢造了业，有造业才入生，有生呢就有老死，这个是勾手，一个接一个，免不了的。那我们为什么会有那个取舍？就是因为我们有爱，有爱有讨厌就是喜欢讨厌，有喜欢讨厌才有取舍。这个理都连贯就是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我们人生都免不了这样，所以不知不觉我们都这样。那为什么会有爱？就是因为我们有受，接受外境外面的给我们的事情，给我们的形象，我们去接受。那接受了以后产生喜欢讨厌，然后就有取舍，取舍以后就造业，造业以后就要接着受苦，有生有老死。那为什么我们会有受？就是因为我们有接触，那个接触就是我们那个六根跟凡尘的现象有接触。那往上为什么接触？就是因为有六根，所以我们六根非常的重要。我们在生活中大部分都请六根当家了。三后学就讲，六根当家一定造业，一定要受苦，所以要请佛性当家。那为什么会有六根？就是因为有名色。名就是精神状态，色就是形象，有名气，名色才有六根，六路。那为什么会有名色？往上我们追求，就是事，事呢，来讲就是我们认识，我们认识以后然后才进入名色。名色以后才有六路。那为什么有事呢？就是因为行。那为什么行呢？这个知行那个行，知行的苦就是这个行，就是无明。所以无明眼行，因为无明不知道理，然后不管时间，不管是现象，它都一直在变化，一直在走。所以无明行，然后行在我们来讲就是已经呢终一生要投胎了，那个就叫行。无明我们才落入现象因为无明我们终一生才来投胎，那个是我们前世以往所造下来的业，促成我们的行为。然后我们中阴身就找有缘的地方，没有缘大地如墨，好像墨水黑黑一片。那跟它有缘，它有一点亮光，然后那个中阴身就朝亮光的地方直进，那个就行眼识，认识的是，就是我们这个有结缘，所以会当一家人都有缘，善缘恶缘都有因缘，才会当一家人。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有缘这几回人一家人，然后不管是善缘恶缘，我们一定要把它改变，恶缘也要变善缘。那怎么体会呢？有时候孩子一生下来。我们家道很顺，那个孩子来还债。孩子生下来，我们做什么都了解，那个孩子来讨债。
这个就属于恶缘，很顺就属于善缘。可是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现在的生活可以改变的，恶缘善缘我们都要认清。纵然他要来讨债，我们也要欢喜心甘愿受，好好去抚养。所以等到他已经钟医生找到亮光，投入了，就已经怀孕了。怀孕的时候然后慢慢的286天，具备了我们6根呢，就会出生。然后出生呢，跟凡尘接触，接触的时候他的那个情绪都还不大。可是慢慢的生长以后，他的喜欢讨厌就来了，就有情绪，所以接触以后就有感受，感受我们年岁越大，感受就越深，越深的时候那个喜欢讨厌就很强烈。你像男女到结婚的年龄那个爱不爱那个是很强的，那个时候你看这个喜欢讨厌就有取舍，你有取舍以后你就定下自己的未来，所以这个12因就这样子的把我们勾在一起没办法去改变它，而是我们没有研究了。我们研究的时候它这个是一直一个接一个，没了没完没了。所以我们的6道轮回就很顺，顺着6道轮回，跟着凡尘走。那我们假如说研究认识，在我们这个慢慢的受对外界给我们的感受很强烈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到全部都是假的。因缘际会才呈现，缘聚则生，缘散就灭。所以所有的感受都是假的。假如说能够认清，我们那个受不会进内心，不进入内心我们没有喜欢讨厌，没有喜欢讨厌没有取舍，没有取舍我们不造业。我们不造业不受苦，不会来受生，就已经能够解脱了。所以解脱是靠自己，不是说跪在佛前请佛，这个帮我很痛苦，请帮我能够让我解脱，那是没办法的。你造了很多业就要去受苦，那一定的，要不受苦是我们不造。你不造的话，你要吃苦也没苦让你吃。你已经造了你想偷你想逃不了，没办法偷逃，一定也要去接受所以要研究道理，从我们的行为，从我们的思想改变，思想改变，行为改变，我们的命运就改变。所以我们都已经得到了，修到了。一定要走入修道的道路，这个轨道一定我们要认清，一走入轨道了，轨道有一定的方向，就让我们一直成道成佛方向前进。那我们假如说不研究，就跟凡尘凡俗的人一样，走入6道轮回，虽然说已经得到了。可是我们看非常多的人，他没有真正的在修，那没有真正的在修，各位就可以想象，他会成道吗？会成佛吗？不会啦。我们要努力才有成道成佛的机会所以一定要告诉自己，我的人生很短，我在这个很短的人生里面，我要拿定方向。一定要努力追求，把脾气毛病去掉。那个佛性本来就没有，能吃佛性也没有，所以整个都去除了，恢复我们清净的本性，所以这个就很重要。那我们在
很熟悉的生活之中，了解到说一定会跟外境接触，一定会有感受，所以要学着各位同学记得，来则应，去则静。事情来了，该怎么应你就按照真理应，不要让它进入内心，然后去了抛开，不要去检讨，不要去回忆，就全部抛开。这样的话，所有的受我们都已经把它改了，一改了以后我们后面那个爱取有生老死全部去掉，没有了，所以解脱了，是自己解脱。解脱的钥匙拿在自己手上，看你要不要。你要的话就走。凡尘我们都一定会遇到事情，那你遇到事情，看你怎么样去应对。你应对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是落入喜欢讨厌。所以只要有喜欢讨厌各位同学记得他造业。你说我都做好事善业，一样业，你只要有这个业，就一定要来现象接受果报。不管善恶都一定要来现象接受果报。那我们的追求是最好回归本位，我们都是佛我们回归到佛无极里天我们原来的本处本来的地方所在，那本来的地方所在我们也可以实现也可以自己看到看我们要到哪个佛世界，非常多了佛世界不是只有我们娑婆有非常多的佛世界。我们假如说修正就可以随我们的那个意愿到不一样的那个佛世界去。那我们假如说有造了业有喜欢讨厌，有取舍，那造了业就要受业力的摆布，业把我们推到哪个地方我们就在哪个地方现象。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佛都一直在讲一失人生万劫难复，有没有？那个就说呢，我们在凡尘在吃的时候就已经吃了很多的生灵就是它都有生命被我们吃掉了，然后我们一命还一命就是要还没有说我们吃人家不用还的，没有那样的，一样要还要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想我们一天吃的生灵有多少。尤其我们小孩子吃母拉鱼，你看你吃一顿母拉鱼几尾，你就要害几世人，很难算的要不要还？要不要？那阵出去做母拉鱼去用吃去，爱甲讨命买，要不要？拢要。你就讲好啦，我给你吃啦，我真爱给你吃。无迄个安尼的啦，所以要了解到，那个一命还一命。然后我们一失人生你看要还的，虽然我们现在都清口了，我们在还没有清口之前吃了多少？水料呢？那个弥勒如巴说，我们多活一天多造一天的业。这个陆地唯恐不生，受的苦唯恐不久，是不是这样？讲得很切实的，就真的真的就是这样。所以你看现在就在跟我们讲，不是有收水油那个就是支油告诉我们不要吃这个整个跟众生警告，你不要吃，吃了身体都毛病。
有没有？这个大地真的很慈悲啦，大家拢食到已经拢已经懵啊，都迷醉不醒啦，所以用很大的那个事情来警醒，不要吃了，你再吃了，你身体毛病很多，那个是你从吃来的。你看老一辈的科技不发达的时候啊，种田生活，身体都很健康，因为他吃的就是非常简单，越简单呢我们越少毛病。我们现在吃的太精致了啦，所以毛病很多，医院都个满，去排个班都很难等到去看诊啊。这那没看到我，就知道说我们这个众生这个不自爱惜呀，无爱惜也辛苦啦，所以我们了解到说我们在完成事情有，然后我们按照真理去应对，事来则应。它一定有一个角度刚好，那我们就按照那个角度去做，过了以后就抛开，就不要再记在脑海。这样的话，我们的受都没有进入内心，所以在佛经来讲，叫做一切不受，一切不受，不是说拒绝而是说应对的刚刚好然后呢，它另外一个名词叫做一心正受。一心正受什么？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就是一心都接受我们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个是最正确的。那假如说我们朝这个方向努力不等以后了，现在就佛了，就已经是了啦。各位就可以了解那个12因缘，就12个歌手，伊拢一个高一个一个高一个。我们已经生活得非常习惯，对一个对一个安尼啦。都不知道我们里面有真理在，可以改变可以解脱的。或者看到这个知行它就12因缘里面的重要的地方所在，它都是苦了，12因缘全部都让我们受苦了，它本来都不用的都不用受苦的各位先生，我们到凡尘来做什么？来享乐？没有啦，生下来就一直哭了，都是受苦了，所以要了导，来就是受苦。来凡尘你看我们苦都写在脸上，这个草字头啦然后这个十字在一个口是不是苦我们不受苦还不行呢，苦都写在脸上苦。尤其我们修道可以看一看人相这个业势那才重这个好修这个安尼面圆碰白你就会了解到真的会呈现在我们外表所以要了解说凡尘一切都是假，唯有佛性是真我们要从佛性努力修持谨慎无放逸，是处明甘露我们很谨慎就是我们都是佛了，所以这个一言一行就是要正，谨言慎行所以无放逸，所以或者就讲我们现在的从小的时候就非常的放逸我们另外一个名词叫放肆听懂意思吗？很放肆，就是没有尊敬的那一种心，没有诚心诚意的时候，然后我们各位先生现在都随时都可以看到，一坐在椅子
两腿后伸的这个很前面直直的，那个叫放逸。我们放不放逸？所以你看老一辈的啊，讲你规规矩矩，做得端端正正，人家看了就喜欢。啊，你做的那个不像个样子啊，人家看了就讨厌，对不对？迄若要选媳妇讲这个唔好，这个若甲带去足贫大的，拢唔做。啊，你假如说规规矩矩啊，细正才会人听，有无？你最好细细正正这个人一定足规矩，他都按照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老一辈讲还真的很符合啦。你嘛即马讲看甲两支脚伸甲长长直直你要叫伊讲偌久难迄天嘛唔信啦。所以啊，我们就是要了解到，真正的不放逸呀，是从我们的内心真的去做，规规矩矩，端端正正，最起码人都很健全，或许都看我们现在人做人的资格拢无够，因为啊，从穿着啦。我们南部还好一点，大家都很端庄。在北部还有1盏、2盏、3盏、4盏。老一辈的时候或许也是LKK 啦，还有这绕